爹，灵儿下山寻母了。灵儿不想爹爹整日受思念之苦，所以要去将那个负心且不负责任的女人找回来。8年前嘛，妻子留下一封信，他就跑了，从此杳无音讯。完了，我一把屎一把尿，我好容易喂到8岁的女儿，如今也留下一封信跑了。不是还有比我更惨的穿越者吗？我就问问，你们干哈就可一个人霍霍呀？恭喜宿主女儿老婆全跑路，完成系统激活条件，获得孤寡男人签到系统。系统已绑定宿主楚墨与女儿楚灵儿，具体使用方法请宿主自行观看使用手册。我穿越9年你不出来，我老婆女儿都跑了，你却憋不住跳出来恭喜我来了，你也交个奏了你啊？我看这什么手册？通过系统呢，可以显示女儿楚灵儿的安全状态与饥饿健康的程度。另外，也可以通过系统隔空的邮递物品给女儿楚灵儿，以防女儿被饿着冷着。这女儿有危险了呢，她也能提供一些远程的帮助。这系统可以签到，完了呢，可以获得各种各样能够提高实力、改变体质的天才地宝。但是这些宝贝作为宿主的楚墨无法使用，但是给自己女儿使用之后，能对女儿进行培养，从而让楚灵儿获得修为。最重要的来了，最重要的而女儿的修为不是修为，就是女儿的修为每提高一层楚墨这个爹的修为呢，也会比女儿高一个小等级。还不仅如此呢，这女儿获得什么体质，获得什么技能，他这个爹都能完美的复刻出来。这叫啥？这叫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哎呀，太好了！我终于有外挂了，我是吧？这是不是外挂？来日方长，未来可期呀！只要将女儿养好了，我也就能成为天下无敌的存在了。以后出去嘛，谁敢惹我，谁敢欺负我，我就摇人儿。我能摇我女儿过来，父女混合双打，我们小鸡子给你提挎兜里去。宿主，方长是谁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楚墨在山上砍柴时，他捡到了一个气质高贵、身材完美却被毁了半边脸、身受重伤的女人。就是这个女人改变了他的一生啊！楚墨将其带回了自己的小破屋，并精心照料了几个月。虽然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但是楚墨发现女子失忆了。这孤男寡女的经过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互生情愫，楚墨成功地走进了这失忆女子的内心，成为了彼此最亲的人。本着关上了灯都一样的原则，当天2人就结为夫妻，就啪，反正就那啥了，这就不知道了。然后呢，并在1个月之后成功的怀上了一女。这家伙事儿挺好使啊，穿越过来不白穿，这家伙一穿出个闺女来。这家里虽是不富裕吧，但是夫妻的感情却是极好。只是好景不长，这女儿出生没多久外出砍柴回来的楚墨发现妻子柳清雪不见了。人呢？不嘎去了？这茅草屋内只剩下了处于襁褓之中的女儿楚灵儿，以及一张纸条。这纸条上只有4个字：夫君等我。这楚墨担心自己妻子回来找不到自己，在这茅屋之中一等就是8年。好在眼下获得了个系统，倒也算是个安慰吧。如今只需要把女儿找回来，每天签到再培养，那若干年之后，他们父女俩出山那就无敌了。那到时候要找自己的妻子，那岂不是简单很多吗？我笑傲去了，我江湖你给我起开，你起来。不过当楚墨跨步想走出这旮旯山时，却被系统再次的挡了回来。点个订阅。好饿，要是在家里的话，爹爹已经给我弄好吃的了。要不先回家吃饱了再离家出走？不行，我是要出来找娘亲的，怎能回去呢？我不能让爹爹守活寡，要是有点什么吃的就好了。好想念爹爹做的肉包子。楚灵儿处于饥饿状态，需要肉包子，请宿主投食。这时系统忽然响起了警报。楚墨赶紧在厨房的蒸笼里拿出了2个热气腾腾的大肉包，通过系统隔空的投送了过去。肚子饥饿的他从身后拿下了自己的破麻袋，这口袋可是他爹给他讲了哆啦 A 梦的故事之后，被他死缠烂打了好多天才郑重其事的交给他的。果然有吃的，我这袋子太好用了，爹爹盛不起我。
正当楚灵儿骑着牛站在大路上啃包子时，远处也是有着一队防御森严的人马在朝这边而来呢。陛下，前方还有10里路，偏到药神谷谷主赛华图隐居之处了。到时候，国师身上的伤禀陛下，前方马路有个骑牛野丫头挡住去路，敢问陛下如何处置？不要节外生枝，孩童而已，让他让开点即可。是陛下。上官燕行礼，大步地走向了楚灵儿。姐姐你好，请问这里是哪里啊？陛下，属下有大事禀报。这小姑娘竟与陛下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您看，竟有人与朕长得一样，去带过来吧，让朕瞧瞧。灵儿，你确定你姓赵？点个订阅吧。灵儿，你确定你姓赵？没错，怎么样，漂亮姐姐？赵灵儿这名字是不是很好听？那你爹叫什么名字啊？为何把你一个人丢在马路上？你家又在哪儿？我们忙完送你回去。我家……这人在江湖飘，逢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3分真7分假，这才是做人的硬道理。而且这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得提防，因为她们特别会骗人。我家……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我迷路了。我骑着我家老牛走了10几天，才到这里。至于我爹，自然跟我一样姓赵啦，道号9剑仙，很厉害的。他爹姓赵，你爹既然那么厉害，应该会很多武功吧？那为什么你爹爹没有教灵儿武功呢？我爹自然是高手，他会葵花宝典、辟邪剑谱，还会什么老汉推车和江湖48手。不过练武太苦了，每天要扎马步，灵儿不想学。看来这一切都是巧合啊。那灵儿，你娘呢？你出来这么久不回家，爹娘应该很着急吧？我娘？其实灵儿也没有见过娘亲，娘亲将我生下后就跟人跑了，说我爹爹一把屎一把尿将我喂大的。什么？跟人跑了？可恶！天下竟还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女人，只生不养，她简直不配为娘。若是朕发现这样的女人，见一个杀一个。姐姐说的对，她真不是个好东西，她害得我爹苦等了好多年，8年未娶呢。要是以后灵儿找到她，等她老了一定不给她饭吃，饿死她。那灵儿，你还记得你家大概的方向吗？你给姐姐指一下，姐姐有空了去送你回家。不用的，姐姐，爹爹说要让我出来历练，而且我有爹爹给的宝物，没人能伤害我。那灵儿就先跟着姐姐吧，等办完事儿，姐姐让旁边的上官姐姐教你练武，在一边找你家的位置。好呀，那就麻烦姐姐了。不过灵儿可没有东西能报答姐姐哟。不过你放心，等灵儿会武功了，灵儿保护你。没事，灵儿已经给过东西了。这肉包子为何没放葱？点个这订阅吧。肉包子为何没放葱？禀陛下，目的地已到，前方就是赛华图隐居的山谷了。在上官燕与另一个地阶高手的护卫之下，女帝来到了木屋前。晚辈邪师李淳风，特意来拜访赛神医。当年的小丫头，如今已经成为了威震天下的女帝了，而我这老头子却还窝在这山谷之中。先来吧。前辈倒是年轻如旧啊。女帝谬赞，老朽已半截身子入土，估计没几年活头了。倒是女帝脸上的伤，老前辈记挂。师傅从您这带药回去后，晚辈便痊愈了。赛华佗点了点头，目光看向了女帝身旁的楚灵儿。这女孩倒是和你有缘啊。路上遇见的，便带在了身边。正说话之间呢，楚灵儿却是小心翼翼地走到了赛华佗的身边，并伸出那双小手，试探般地摸了摸着赛华佗断掉的腿，又很快地缩了回去，生怕触痛到对方。这一幕看得上官燕和女帝是面色一变。这赛华佗性子虽平和，但是却最讨厌别人提他的腿，那更别说触碰了。正当女帝准备一把拉回灵儿时，灵儿却是抬起头，用那善良纯真的目光满是关心地看向了赛华佗。点个订阅吧。痛吗？疼，早已不疼了。
天生如此。大哥哥，你的腿为何不找个大夫看看呢？大哥哥，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称呼了。小丫头，老夫已经356岁了。至于小丫头你说的大夫，整个天下又有谁能比得过老夫？连老夫都治不好这天残之腿，又有何人能治？哎，大哥哥300多岁了呀，跟我爹爹看起来一样年轻呢。我爹爹都已经580多岁了。小丫头，你可知500多岁是什么样的存在？那已经超越天际了呀，堪称天下无敌。世间哪有这样的老妖怪？你呀，小小年纪居然学会了吹牛。可是我爹真有500多岁，而且他以前就是天下第一。另外他也是个大夫，可厉害了，什么病都能治呢。去年山下阿牛的腿跟大哥哥一样软不拉几的，都是我爹爹治好的呢。要不下次灵儿带大哥哥找我爹看看？阿牛？这是谁？就山下王叔家的耕牛啊，我们管他叫阿牛。我爹爹只用了几块木板，一点点草药就治好了。还有其他几家的阿黄、大黑、大鹅，都是我爹爹治好的呢。不是你爸是兽医吧？怎么净治牲口呢？你说自己堂堂神医，居然被拿去和牛做比较，还有大鹅，还有狗啥的，你这什么玩意儿都？他有行医资格证吗？你爹是你们村头的兽医吧？前辈童言无忌，此次前来实有要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前辈童言无忌，此次前来实有要事。他一个小娃娃，我跟他计较什么？无需担心，他也是为了我好。许久没人这么关心过老夫了，感觉倒也不错。行了，把那老家伙抬进来吧，搁在外面晒着，到时候我怠慢了故人。哟，当年用剑架我脖子，在酒桌上抢我鸡屁股的家伙不嚣张了，看起来你要比我先入土啊！到时候我来刨你坟头。老夫来你这儿不是让你看笑话的，老夫是来看病的，看还是不看，就一句话。没意思，你这一辈子死了嘴都还是硬的。还有救否？毒入五脏，医治心口，难办。前辈，难办就还是有机会，只要能治师傅的病，需要什么朕都可以弄来。他不是病，是中毒。中毒？众人都是皱起了眉头，唯有楚灵儿手在麻袋里掏了掏。灵儿，别捣乱，点个订阅吧。别捣乱。前辈，朕的师傅乃是天阶后期的强者，怎么会中毒呢？又有什么毒能伤得了他？一种毒奈何不得他，可若是上百种混合，在日积月累，小剂量一点点慢慢侵蚀呢？怎么可能？这何人能给师傅下毒？这老夫可就不知道了。能肯定的是，这毒绝对是李老头他身边之人所下。前辈，此毒是何毒？如何才能解？没看错，此毒乃是苗疆的阎王煞。阎王煞，就是那由108种制毒的毒虫，加上72种毒草调配而成，毒性胜过鹤顶红千倍，号称无解的苗疆镇族之毒。那岂不是说，竟是师傅他？毒发的那一刻，男性8窍流血，女性9窍流血，那将死得极其的凄惨。这阎王煞的配比方式太多，但凡错一步，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我没有把握，除非能抓到配毒之人，问出药方，才能精准解毒。前辈，你再想想办法吧。师尊对于帝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若是师尊有事，整个帝国恐怕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啊！老夫如何不想治李老头？他乃是老夫的好友，天下能与老夫说上几句话的，可没有几个。但这几率实在太小，
可若药配的不对，反而刺进了毒性迸发。想我赛华佗，自诩医术天下第一，更与那苗疆斗了一世，他下毒我救人，没想到最终还是我输了一筹啊！陛下不用再做徒劳了，臣恐怕活不过今天了。与其折腾臣，倒不如给臣一瓶好酒，让臣与这老不死的喝上几杯，走也要走得潇洒痛快。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那个姐姐，灵儿应该能治老爷爷的病。点个订阅吧。有效，我爹的解毒丹果然有效。漂亮姐姐，你看，老爷爷精神抖擞了。定睛一看，哎呀，这战神和粑粑做斗争，差点没牺牲了，这不？这就是传说中的迟早药丸吗？吃了以后果然精神抖擞。女帝内力运转，准备拍李淳风的后背，将这药丸震出来。可是就在这一刻，李淳风的喉咙之中的大药丸却瞬间的融化了，化为了一道圣洁磅礴的能量，不断的游走在李淳风的四肢与五脏六腑。感受到状态的好转，这李淳风惊在了原地。但是就在这时，镇北王与血刀老祖杀至。陛下，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拿出来吧，否则您可再也没有机会了。威震四方的剑神与号称冰灵国第一美人的陛下，今日就要埋骨于此了。不知为何，皇兄我心里竟是有些激动呢。你放心，你死后皇兄不会让你的尸体浪费的，老祖他就喜欢趁热。老祖我踩过无数女人，唯独没试过女帝。今天可有福气了。王爷，别磨蹭了，老祖已经等不及了。趁他病，要他命。夜长梦多，可别生了变故。老夫给你们脸了。怎么可能？这老婆死的刚刚还半死不活呢，为何突然支棱起来了？血刀，你去试探一下。依本王看，他只是强弩之末，故弄玄虚罢了。那个王爷，您可是今日的主角。老祖觉得杀剑神这种名震天下的大事，还是你去吧。我一个配角，岂敢抢戏份呢？事情有变，撤！死瘸子，山不转水转，后会有期，我一定会回来的。点个订阅吧。我操，这天下第一毒阎王煞居然没了，这怎么可能？老李，你快告诉我，这究竟怎么回事？刚刚灵儿小丫头喂了我很大一坨锅底灰，然后我就感觉身体似乎是恢复了不少。在之后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灵儿小神医，能不能把你爹留给你的解毒丹再让大哥哥看看？不给。之前大哥哥你还说我爹爹的丹药是泥巴搓的，没什么用呢。我承认之前说话大声了点，现在我信灵儿你的解毒丹能治病了。大哥哥给你道歉。嗨，咱们也是同患难了，我就送你一颗解毒丹吧。没错呀，明明就是锅底灰，可是为什么？赛华佗哪里知道，楚灵儿喂给李淳风的药是系统给的解毒丹，而他手里握着的确确实实就是真的锅底灰搓成的。陛下，万万不可呀！这只是一个毫无背景、来历不明的黄毛丫头，如何能成为我冰灵国的公主啊？没错，我冰灵国自开国以来就有规定，非功臣之后，非身世清白之人，不可被收为义女，更别提加封公主了。诸位，灵儿虽非忠贤之后，但谁说不可能成为公主的？如果朕没有记错，祖训中还有一条，就是资质逆天者也能收入皇室吧？冰灵帝国有个镇北王，同样有个天阶的镇南王，一南一北互相钳制，而这镇南王就是孤儿，但是因为资质逆天，所以被先帝收为义子。按日子算，今日正好是3年一度郡主世子们天资检测之日。朕打算让灵儿去测天资，若是资质达到天阶，
想来诸位爱卿对此事也不会再有异议吧？楚灵儿都说他爹是破碎虚空的强者了，那身为女儿的她资质会差吗？见过陛下。平身，不用管朕，你们继续便好。朕只是来看看有无人才罢了。灵儿，去排队吧，朕就在这里看着。各位郡主世子们，等会儿老臣叫到名字，你们便上来。第一滴血浸着阵法之中，阵法会对你们的天资进行检测，资质代表你们未来的成就，还请诸位莫要儿戏。黄阶以下的晶石无色，黄阶是蓝色，玄阶是紫色，地阶是金色，天阶是红色。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岭南侯世子，蓝色，黄阶天赋。下一位，西北侯郡主，紫色，玄阶天赋。下一位。总共50几个人，短短1个钟头已经测了过半了，但是无一冲上地界的资质。最后一位检测者，灵儿。老爷爷你好，终于轮到我了。来吧，取一滴血，滴进阵盘中央即可。老爷爷，我这是什么品级的天赋啊？这……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老爷爷，我这是什么品级的天赋啊？这……如果我没看错，应该是没有天赋。怎么会这样？灵儿为什么会没有资质？资质如此平庸之辈，看来是进不得皇族了呀。没错，比之前那些世子与郡主来看，差的实在太远了，连黄阶天赋都没有，最多也就能修炼到3品武者吧。果然不是出身大家族，想有资质的确很难。也不知陛下究竟是看中这丫头哪一点？你们是在教朕做事？不敢，臣等不敢的。不过臣还是要死谏，这丫头没有资质，万万不能当陛下的义女，也不得进皇族。不可能，我爹爹说过，我是百年一遇的修炼奇才，怎么会没有资质？一定是血滴的太少了，我再试一次。哎呀，开启圣人模式之后，你这精神抖擞啊！哎呀，作为守活寡8年的楚墨，那自然有自己的修炼之法。青年人嘛，能理解。宿主如此行径，系统表示鄙视。鄙视你大爷呀！老子嘛为了改手气好抽奖。哎，我记得昨天获得你时得到了1次抽奖机会是吧？到底能抽到啥东西啊？很多，除了盘古血抽不到，其他东西都能抽到。哎呦我操！哎呦，我这么多好宝宝呀！我只能抽奖抽着吗？不一定，签到奖励也是在这随机领取的，只不过抽奖获得真品的几率要比签到来的高。宿主刚解决一发，手气应该不错，是否选择抽奖？你不废话吗？那必须得抽啊！仙人女仆，仙人女仆，我操！神兽白虎，神兽白虎！哎呦我，你他娘倒是停啊！你老子他妈第一次，你可别给我抽个垃圾！你他妈嗖的家转的！我操，啥玩意儿？我操你！你他妈啥逼玩意儿？你这垃圾都不给我呀？你要不要这么无情啊？你们这是不是系统做的扣啊？就咋抽都是谢谢参与啊？那你逗我玩干什么玩意儿啊？这话还没骂完呢，脑子里忽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楚灵儿即将面临体质激活，请宿主投放特殊的体质，以便女儿更快、更好、更稳的发育。啥玩意儿？激活体质？不是，我女儿现在到底混哪儿去了？怎么越来越高级了呢？这楚墨的目光也不由得移向了楚灵儿的属性面板。此刻楚灵儿体质的这一栏竟写着平庸2个字。哎呀，我们果然是平平无奇的妇女。你说天生就没有那些牛逼体质也就罢了，如今抽奖也没抽着。你说哎呀，你说这玩意儿让我拿啥投啊？我投个嘚儿啊？我啥体质？我他妈过敏体质，咋投啊？哎，话音刚落，那已经停下的指针似乎受到了外力的推动，居然往前面，它就挪了头发丝儿那么一点的距离。恭喜宿主首次抽奖获得神体血煞之体，请问是否发放给楚灵儿使用？不是咋回事啊？不是已经停了吗？这咋还忽然动了呢？哎，等会儿，你刚才说啥？血煞之体？神体？哎呦我去你大爷，这么牛逼啊！不愧为神体啊！那我女儿有了，那等于我也有了呀！如此神体不用他妈留着吃灰啊！
另外进行今日份签到，把奖励一起给他送过去。签到成功，获得烧鸡1只，物品已发放成功。说罢，楚灵儿拿起了刀，准备再次的割深一点。就在这时啊，体内忽然涌起了一股暖暖的能量，原本体内的血似乎被那股能量吞噬代替。刹那之间，晶石是大放光彩。这是怎么回事？刚刚晶石还没有什么反应，可现在为什么又变得五颜六色了？难道这阵法坏了？还是说这丫头有资质？坏是不可能坏的，你们死了，这东西也不会坏。这丫头一定是觉醒了什么了不得的资质，老夫测了上百年资质，还未见过如此光芒。这到底是什么级别呀？诸位等等，荣某翻看一下古籍，找到了！我操，这小丫头竟然是此等资质！这根据记载，这小丫头的资质远在天阶之上，因为她觉醒了特殊体质，一种史上仅出现过一次的体质——血煞之体。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什么血煞之体？就是那只要杀戮就能吸收死者一部分功力的体质，而且战斗起来，血煞之气还能无视敌人的防御，并且借助血气恢复自身内力，简直堪称天生的杀戮之神呐！据记载，上次出现这种体质，还是在万年前的修罗王身上。修罗王亦正亦邪，凭着这一神体，仅只用了10几年时间，便踏足了一个无人能及的高度，连天界高手都只能仰望他。甚至当时武道极为鼎盛的6大古国汇聚所有天阶地阶强者去围剿，都被修罗王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直至高手全部灭绝。灭了6国后，他当了几十年皇帝，觉得无聊，便打破虚空，从此不知去向，留下了一地的烂摊子。没想到啊，万年以后的今天，居然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如此神体，真是死而无憾呐！哼，让你们说我没有资质，让你们看不起我，现在无话可说了吧？我爹爹那么厉害，我岂会没有资质？恭喜陛下喜获如此天才，不过还望陛下将其好好的保护。只有活下来修炼有成的才叫天才，半途夭折的可什么也不是呢。这就不劳朕北王关心了，镇守北疆才是你的职责所在。你，哼！灵儿既有如此资质，想来众爱卿也不会反对朕将其收为义女，并加封为公主吧？恭喜陛下，恭喜小公主！好，百官听令，昭告天下，从今日起，朕封灵儿为永乐公主。另外，关于灵儿资质的消息，谁若是敢泄露半分，那就别怪朕不讲情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禀陛下，末将思考许久，可能猜到灵儿他爹是谁了。是谁？可说来听听。陛下，师父，你们可还记得，昨天灵儿说过一句话，说他爹天下无敌，想当年一人一剑横扫燕、赵、楚等6国，当了几十年皇帝，最后踏破虚空离开。灵儿好像是说过这话，怎么，有什么问题吗？陛下，今日检测天资时，那古籍上也曾记载着，万年前修罗王横扫6大古国，也当了许久的帝王，最后踏破虚空离开这个世界。这一幕是不是和灵儿爹的经历很相似啊？此外，修罗王拥有血煞之体，此等体质万年不出一次，可一出现竟出现在灵儿身上，所以末将在想，灵儿与那修罗王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又或者说，灵儿他爹与那修罗王……等等，修罗王是万年前的人物，而灵儿他爹才500多岁，应该不可能吧？不，达到一人镇一界那种地步的强者，或许破碎的不是虚空，而是时空。时空？真有人能斩断时间长河？你的意思是，他是从上古时代就跳出时空长河来到了现在，
他本生年龄才500多岁。我也只是听我师父说过，武者强大到一定程度能跳出时间的长河，不过也不能因此确定灵儿爹就是修罗王。灵儿能有这等资质，他爹就算不是修罗王，也定然是个强大的武者。可能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中，他也有绝对的实力，能在灵儿有危险时赶到救援。否则这么小又拥有这么强资质的女儿出来闯荡江湖，哪个当爹的能放心呢？诸位不必太紧张，若灵儿她爹真是那样的高手，我们对灵儿越好，未来得到的回报也将更多。再说了，这也是灵儿的义母，保护她宠她都来不及呢，又岂会伤害她？未来的日子里，还望诸位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全心全意的去保护教导灵儿，莫要让那尊大神失望。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操，这鸡屁股与我以前吃过的都不一样。擦店没洗干净，还有鸡屎不成？那你可赚大了。毕竟人不能光明正大吃鸡屎，看你这种喜欢吃鸡屁股的，却有幸尝之。灵儿啊，你这鸡肉实在是太好吃了，能不能再给李爷爷一块肉啊？实在不行，把你手里那骨头给我嗦一下。师傅，您老是天阶高手，风度啊！不行的话，咱们回去做一桌烧鸡吧，怎么样？你说做一桌子什么？烧鸡？哎呀，算了，您还是烧骨头吧。你们懂个锤子，烧什么都不如灵儿手里的鸡好吃。并不是我李淳风爱吃鸡屁股，而是这鸡肉能修补我的内伤，并能增寿。一个鸡屁股就让你觉得能治伤，还能延寿，笑死我了！你不会是馋鸡屁股馋疯了吧？灵儿，你看。好呀，漂亮娘亲，这只鸡腿给你。上官姐姐，这块鸡肝还有胸脯肉给你。灵儿吃另一只腿就能吃饱了，其他的肉李爷爷和赛哥哥一起分吧。我操，果然如你所说，能修补天阶高手的内伤，还能延寿，如此至宝已经超出天才地宝的范围了。灵儿，这真是你爹给你做的烧鸡吗？对啊，就是我爹爹给我的，而且是现做的，我拿到手时还热乎呢。灵儿，你爹他什么时候来过？娘亲还说拜访一下你爹呢，顺便瞻仰一下天下第一高手的尊荣。没有啊，爹爹没来，是通过这个乾坤袋给我的。老三，知道灵儿手里这鸡肉是什么品种的鸡吗？这东西对我大有裨益，若是能找到这种鸡，我要圈养一些。什么品种的鸡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居然还想圈养这等奇物，你他娘的找揍什么？能不能好好说话了？老夫养个鸡怎么了？这恐怕不是鸡肉啊，这和古籍中记载的神兽朱雀肉的功效简直一模一样。我怀疑灵儿手里的这鸡就是传说中的朱雀。这什么朱雀？那可是远超天阶的神兽啊！这怎么可能啊？怎么不可能？除了朱雀，天地之间你还能找出其他禽兽能让你旧伤痊愈？又有灵兽能蕴含如此之多的生命力吗？一只烧鸡被分食完毕，李淳风的内伤完全的恢复了，还增加了10年的阳寿，而赛华佗也因此突破到了天阶后期。女帝同样突破到天阶中期了，进阶了一个小境界。至于上官燕，已经打破了自身资质的束缚，突破到天阶初期了。以朱雀当烧鸡，灵儿他爹真是好强的手笔。谢前辈大礼，我等必倾心培养灵儿丫头。灵儿怎么了？娘亲，你们吃了鸡肉都变强了，为什么灵儿除了觉得肚子饱了以外，没有任何感觉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插进去拔出来，然后便突破了。这修炼要不要如此简单？我操，不愧为传说中的神体呀！力气变大了好多哎，这种感觉真好。娘亲，灵儿算是有武功了吗？有内力了。至于招式呢，娘亲与几位爷爷会抽时间教你的。太好了，等灵儿学有所成，就能学着爹爹浪迹天涯了。
恭喜宿主的女儿初步踏入修炼，晋级1品武者，宿主获得反哺，当前境界为2品武者，获奖励抽奖次数+1。哟呵，呀，灵儿这么快就踏入修炼了？哎呀，那我这个爹离无敌还远吗？果然呢，你这养女儿他妈就是有好处。宿主是否选择抽奖？你不废话吗？那必须得抽啊！仙人女仆、魔图管家、金箍棒，你实在不行给我个迪迦奥特曼的神光棒也行啊！恭喜宿主抽奖获得顶级书法。这是啥玩意儿？书法？不是，你在这修炼者横行的世界，你给我书法有啥用啊？你这要是之前吧，你或许我觉得有书法还能教灵儿，可现在楚代我已经是2品武者了，我他妈想处谁处谁。我离无敌我还远吗？你给我个书法，你打架时候咋的还能用笔杆子戳死人不成啊？哎呀，算了，把这书法技能邮给我家灵儿吧。至于楚代我们，我要去试试我恐怖的实力了，看看楚代我处死你们，嘿嘿，受死吧八戒，看俺老孙一棒！哎呀，哎呦我操！果然这天蓬元帅他妈不可小觑啊！你说我还是适合写字背诗啥的，是吧？打杀这种事儿，哎呀，让灵儿去做吧。可恶！那贱人为何在路边随意的捡个野丫头都能拥有这般的资质？如今神体被那贱人收为了公主，朝中那些老狐狸绝对能看出她的价值和前途，这也势必会引起一些墙头草偏向柳贱人那边，真是气煞我也！你别看我苗三部只是你请来的客卿，我们是合作伙伴，并不是你的下属。要不是看在那堆天才地宝以及赛华佗脑袋的面上，我可不愿趟这趟浑水。拿了老子东西，你他妈就是这么划水的？王爷勿虑，那血煞之体尚未成长，如今只是个没见识的野丫头，正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我们只需安排几个高手伏击，便可轻易将其杀死。到时候没了血煞之体，那贱女人必然少了许多筹码。在王爷与女帝势均力敌的情况下，那些大臣又岂会胡乱站队？如此难题就迎刃而解了。王爷觉得奴家说的如何？如今的野丫头成了老不死他们的宝贝，捧在手里怕化了，岂会不设防啊？你这是想让我麾下主力去送死吗？你是何居心？来人，将称心给本王叫来。王爷，妾身来了。王爷看起来似有仇意啊。还是称心你最懂本王啊！实不相瞒，今日王爷，不就是让女帝威严大损吗？奴婢想为王爷出谋划策，若是成功，或许还能将女帝推下台呢。啊！快说！王爷，您看，如今诸国纷争，女帝尚未好，又风不调雨不顺，多地难民易子而食，百姓流离失所，而国库却十分空虚，根本拿不出赈灾款。面对天灾人祸，纵然女帝他们实力强悍也无用处。要知道，一个帝王想坐稳皇帝的位置，光有武力可不行，还需得民心，否则民心一旦失去，那么皇气将再不可用。没了皇气护体的女帝，还不如一个地阶。你是说？没错，正如王爷所想。既然如此，王爷为何不利用这一点，让全国百姓对他失望，再将属于女帝的民心给彻底毁掉呢？所以我们只需如此，再这样。好啊，称心，你果然是本王的宝贝，是本王的智囊。来，快趴下，咱俩玩一会儿。点个订阅。你说什么？你不教灵儿了？为何？是灵儿调皮吗？陛下，公主十分乖巧，只是臣自知文学不如公主，连引以为傲的书法以及儒道都远远不如公主，所以不堪此任。另外，臣已经拜公主为师，经过公主的指点，臣已经突破天阶。你是说灵儿指点你的？既然你说你爹文学第一，你又得了他的真传，不如公主殿下就与老臣这个天下第一，切磋比试一下书法，如何？好，若是先生输了，可不许再说自己天下第一，我爹才是。若是老臣在文学上输了，老臣愿意当着百官的面表演倒立拉稀。谁若是怀揣着我这幅字，定和百病不侵，万邪不入。这个妇女之宝写的还行吧，就是字迹太潦草了，比起我爹爹的字就差远喽。公主，这是宾至如归呀，您不会不认识行书吧？怎么会？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字呢？只不过你这几个字写的差了点意思，比起我爹爹教我的那就差多了。既然公主殿下觉得臣写的不行，那还望公主不吝赐教，也写几个字，让臣长长见识。谁怕谁啊？写就写。您的快递顶级书法已送达，请注意查收。哎，楚灵儿甩了甩脑袋，将这莫名的声音赶出了脑袋。不知为何呀，从这一刻起，楚灵儿觉得自己好像对什么字儿都极为熟悉，而且内心隐隐的有种欲望，想多写几个字儿。楚灵儿随意的挥动小手，笔锋滑动，在纸上写下了一个个黑色的字体。
这是怎么回事？我竟然被浩然正气给伤了，这竟是如意。公主殿下，臣能看看你所写的东西吗？朝闻道，惜死可矣。没想到公主的书法造诣竟高到如此程度，感谢公主赏赐机缘，老臣感激不尽。老先生，你刚刚说我给了你机缘，这是什么意思啊？禀公主，事情是这样的，你是说因为看了我的字，所以突破了？没错，就是这般。也不知这朝闻道，惜死可矣到底出自哪里？臣觉得这句话比浩然正气大典更适合儒道。嗨，没什么惊讶，这句话其实是爹爹教的。他说出自《论语》，字体也是爹爹教的，说是什么郑恺是他自创的。好一个郑恺！至于这《论语》，应当也是令尊自创的吧？否则凭老臣的见识，为何从未听闻过？令尊大才呀，实乃儒道高人，足为儒道祖师。臣斗胆猜测一番，这朝闻道惜死可以的意思，可是知道了天地间的一切法则道理，即便晚上会死也无憾了。不对，爹爹以前教我不是这样的。他说若有谁得罪了他，那么早上知道了去你家的路，晚上就顺着道来打死你。真是这样？咱们儒家不是讲究以德服人吗？就是这样，《论语》嘛，当然得论死敌人啦。爹爹还说儒道可不是跟人一味的讲道理，那个没用。老臣懂了，咱们习文是为了给莽夫讲道理，习武是为了让莽夫听我们讲道理。就是这么个意思，孺子可教也。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太好了，老姑升了天阶，就代表我们实力更加的强劲了。未来对镇北王动手时，成功的几率将更大。而且只要等老夫突破到黄级，咱们就可以无惧镇北王身后的镇魂圣宗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禀报陛下，今日镇北王有异动。怎么回事啊？他调度兵马来长安了？回陛下，这倒不是，有镇南王牵制，镇北王倒是不敢乱动兵马。只是今日属下探查到，那镇北王居然派出了不少高手，前往全国收集各地的受灾情况。属下不知道他打着什么算盘，故而前来汇报，望陛下定夺。收集受灾情况，他这是想干嘛呀？谁知道呢？反正不可能是他掏腰包去赈灾，他如此做必然是有预谋的，还望陛下小心才是啊！陆指挥使继续让人盯着镇北王与镇魂宗，但凡有风吹草动，第一时间汇报。是陛下，属下先告退了。在血煞之体的变态的加持下，仅2天的时间，靠着屠杀牛羊，这楚灵儿便从一个毫无修为的小丫头，成功的晋级3品武者。灵儿，早点睡啊，娘亲去隔壁处理公务了。随着油灯被吹灭，房间内也是变得黑暗起来。楚灵儿躺在床上，长叹了口气。爹爹，虽然干娘对灵儿很好，老爷爷们也对灵儿很好，可是灵儿还是忍不住想家了。不过灵儿暂时还不能回来，我要借助干娘的力量去找那不负责任的生母。等我找到她，再把干娘拐到手，到时候才会回来给你惊喜。另外，灵儿已经是3品武者了，爹爹你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吧？大筒子，你看着没？我家灵儿3品武者了。哎呦我，宿主老爷我也4品了。哎呦我去！果然，你说果然是我的宝贝女儿，继承了我优良的修炼资质，这晋升起来嘛就是快蹭蹭的。宿主变强不是为了让你练麒麟臂，还望宿主别老是行龌龊之事。不是，我他妈守活寡9年了，我 happy 一下咋的了？我又没撸你。哎呀，也不知道我家灵儿们现在爷哪儿去了，都快忘了我这老父亲了吧？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这楚墨是一阵叹息啊。都说女大不中留，可自己女儿才半大就已经留不住了。你说养个女儿真是愁死爹了都。小时候怕弄丢了，长大了又怕被别人家猪拱了。以前有女儿在身边呢，无聊了还有个开心果陪她说说话唠唠嗑啥的。可现在孤家寡人住在深山里，系统又不准她下山，每天就是挖地呀种菜呀，那左右手互搏已经成了她最后的消遣了。哎，对了，我今天还没签到呢吧？我刚充了一发。哎呦我操，现在我这手机可忘了，我正好适合抽奖啊！来吧，既然系统你准备好了，那我就开始动了啊！你在上面还是我在上面？其实宿主可以将签到奖励囤积起来，多次合并为一次的话，可以提高出真品的几率啊！意思我签到以后可以不领取奖励，3、5次合并为一次，然后奖励会更好是吧？没错。哦，那行，那就明天再领取奖励吧，反正也嘛大半夜了。下了决定之后，楚墨屏蔽了系统，闭上眼睛美美的睡去。第2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便是将2天签到的奖励合2为1。签到成功，触发奖励升级。
恭喜宿主获得神级辅助真实之眼。真实之眼不限使用者等级，可看穿任何幻阵、迷阵，亦可看破敌人或者队友的武道缺点以及弱点。哎呦我去，牛掰呀！那有了这牛逼之眼，不是牛逼，是真实之眼是吧？真实之眼不就等于开了外挂吗？那敌人的弱点一眼就看出来了，那这好啊！比如说那人离老远，你看我操没长小鸡子，是不是这意思啊？而且嘛还能帮助队友修行，哪有毛病同样能看得出来。哎呦我去，这简直就是趋吉避凶之利器呀！那惹事前先看看敌人境界，能碾压就打，打不过的直接就撩呗。那个系统，快把这东西发给我宝贝女儿，快点！陛下，臣有本奏。有何事？禀陛下，臣麾下所属扬州刺史、兖州刺史、胶州刺史纷纷发出了求救信号，臣不忍看百姓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今日特冒死而见。自陛下上位以来，这几地先逢洪涝，又逢大旱，如今更是被蝗灾侵扰。这几年中，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加上多地盗匪横行，民不聊生，而各地的官府府库空虚，不足以赈灾，导致百姓们都对陛下颇有怨言。如今几大刺史希望咱们朝廷能够拨款赈灾，否则唯恐民心有变呐。你的意思是朕上位，所以给濒临国百姓带来了不祥？在旱涝灾害初时，朕不是拨过一大笔的赈灾款吗？都用到了何处？为何没有控制住灾情？陛下，这是那笔赈灾款所用到的地方，事无巨细，臣精确到了每一文钱的落脚之处，请陛下查看。不用，何尚书办事，朕放心。既然灾情严重，那赈灾款就必须再拨下去，务必将灾情稳住，让百姓有一个安稳的家。陛下，户部早已经没有资金了，国库也已空虚，恐怕无法拿出赈灾款了。此话一出，柳青雪瞬间就悟了，难怪这几天镇北王会调查各地受灾的情况，难怪这些从不关心百姓的官员今日会突然的汇报灾情呢。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他柳青雪架在火上烤啊！若是镇北王再在其中煽风点火，那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一时间，柳青雪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看着女帝面色沉重，镇北王抓住机会站了出来。陛下，这多地百姓受苦受难，受灾的人数太过的庞大，若是陛下不趁早的赈灾，让他们有个安稳的家，恐怕会官逼民反呢。到时候我兵临国，分崩离析，陛下可就是罪人。这帝皇之位向来是有德者居之，望陛下莫要辜负了百姓与先皇的信任。镇北王这是在教朕做事，这灾朕必然会去解决。你以为国库空虚，朕就没有办法了吗？不出3天，朕必然会拿出解决之法。朕会用事实告诉你们，这个皇位朕对得起他。哼，散会。陛下，您是女子之身，当帝王也是从未有人开过先例，本就备受质疑，加上连年天灾，多地百姓官员已经有了不小的怨言，认为陛下当不得皇位，此次若是解决不好，恐怕很难善了啊。陛下，臣亲自曾去灾区看过，那里真的是人间地狱，易子而逝这种事太普遍了。臣甚至亲眼看到有人吃观音土撑到肚子破了，然后惨死的。刚刚陛下在朝会时说3天之内必拿出办法，敢问陛下可是有妙计解决此事？想要赈灾，没有大量的资源和金钱根本不可能。如今咱们缺的就是钱，而且赈灾以后重建也需要大量的钱，凭朕手里的资源，恐怕暂时还没有办法解决。上官姐姐，你快来追我呀！你要是追上灵儿，那灵儿就给你吃好吃的。哎，灵儿，别闹，陛下他们应该遇到难题了，正在处理大事呢。姐姐等会儿陪你玩，你先安静坐一会儿。娘亲这是碰到难题了呀！爹爹教过我不少东西，若是灵儿能用爹爹教的知识去解决漂亮干娘的难题，那干娘会不会越来越崇拜并依赖爹爹呢？到时候灵儿回家找爹爹，干娘会不会也跟着去呢？娘亲，您是碰到什么难题了吗？要不您给灵儿讲讲呗？爹爹说了，灵儿打小聪明，也许能帮娘亲出出主意，也不一定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娘亲在谈国家大事呢，灵儿听不懂的，你帮不上忙。灵儿的好意，娘亲心领了，你先去和上官姐姐玩吧。谁说灵儿年纪小就不懂了？一个王朝要安稳长久，一个帝王想得民心，那就得对百姓好。爹爹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好，说得好啊，公主殿下，这都是你爹爹教的。那当然是我爹教的，我爹爹以前可是横扫6国，当了好几10年皇帝呢。那时候的他被称为千古一帝，虽然灵儿没见过爹爹当皇帝的样
样子，但平时听爹爹说起来，他以前如何治理朝政，如何荡平敌人，灵儿就知道爹爹可厉害了。这啥玩意儿啊？闻言，这几人的心头一跳啊，千古一帝！我的妈呀！这会儿柳青雪也是记起来了，这楚灵儿他爹可是万年前踏破时间长河的修罗王啊，一人扫平6大古国的超级高手。那身为他的女儿的楚灵儿，在耳濡目染之下，多多少少的也学了点知识啊，万一又能解决眼下的危机呢？如此一想，柳青雪便是抱着一丝希望，给楚灵儿讲解了一遍这朝堂上所发生的事儿。灵儿，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说娘亲是不是真的不得天命，不配当这个皇帝？天下多灾多难，会不会也是因为娘亲上任而引起的？难道天命真的不可违吗？娘亲，谁告诉你这个是天命的？谁又规定女人不能当皇帝？爹爹以前说过，有没有灾难跟谁当皇帝没有一文钱关系哦，这是封建迷信，要不得。即便天下没有皇帝，该发生的灾难还是会发生的。不过这些灾难恰好是发生在娘亲任职期间罢了，便给了有心人利用的借口，推波助澜后，就会让所有人理所当然的以为是娘亲上位才惹的祸，但其实真跟娘亲没有关系。天命不可违后面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定胜天。灵儿说的真好，娘亲其实也很想让百姓吃好，但是如今国库里已经没有那么多钱去赈灾，去除救灾区了啊！娘亲也没有任何办法让百姓处于水深火热，是娘亲的失职了。没记错，爹爹以前好像对灵儿说过他赈灾的所有过程，回忆了一遍楚墨讲的爹在朝堂当帝王这一系列的故事之后，楚灵儿心中有了数了。娘亲，灵儿应该有办法能赈灾并完成重建。这话一出啊，众人纷纷的抬起头来，满是期待的看着楚灵儿。与其说是楚灵儿有办法，倒不如说是楚灵儿他爹以前用过这样的办法。妈呀，那可是修罗王啊，王啊，修罗的呀，不是修邪的呀。他说的办法岂能简单喽啊？灵儿，你有何办法？可否教教爷爷们和陛下？其实办法很简单，那就是以工代赈。以工代赈，老杜，你们听过没？没有，老臣活了上百年，未听过此等办法。乖灵儿，快别卖关子了，教教娘亲。好吧，娘亲，其实以工代赈很简单。您看，赈灾时一味的让百姓吃饱，虽然能让他们活下来，但并产生不了价值，毫无意义，反而让他们对国家产生依赖，导致变懒。哪天国家没能力施粥赈灾了，他们立马会骂娘亲不体恤百姓，生民恩，都灭仇嘛。可若是娘亲征调这些灾民，让他们吃饱饭后去重建灾区，兴修水利的话，不仅能让他们活着，还顺便完成了重建，是不是能节约很大一笔钱？在冬天将水利修好，明年下大雨干旱就都不用愁了。到时候还会有人说娘亲不得天命吗？只会说娘亲高瞻远瞩。灵儿，灵尊可真是智正鬼才呀！鬼才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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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才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灵儿的这个办法太有用了，不过这以工代赈的前提是需要有粮食让百姓吃饱，他们才会有力气干活，否则一切都是白搭。可这粮食，娘亲还没有想到办法怎么弄到。陛下，老夫也这般年纪了，用不了多少资源，所以这空间戒指里的东西，陛下拿去吧。陛下，臣等家中也有不少的金钱，陛下可拿去采购粮草。臣家也有，臣一直受皇恩，今日能为陛下做点事儿，是臣的荣幸。陛下，你别跟我撕吧，你别撕吧，给孩子的啊，不是给灾民的。朕在此谢过诸位了，今日诸位所付出的，朕都会记得。等国库稍微缓和一点，朕一定会加倍的还给大家。陛下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光有钱上哪儿去买粮啊？以镇北王的行事作风，绝对会在我们买粮时从中作梗，到时候就怕花了全部的钱，连一半的粮都买不到啊！大家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便好。在陛下这里做客这么久，也不能只吃不干活呀。我药神谷向来是悬壶济世，普济众生，在民间威望很高。我可以让麾下弟子从其他地方买粮过来，甚至看在我药神谷的面子上，或许还能省不少成本。那就再好不过了，有前辈你出手，那这些金钱也能换成足够的粮食，够我们以工代赈了。陛下，拿我这令牌去药神谷，我谷中弟子会按照吩咐去做的。好，那此事就交给杜大夫来办了。我让指挥使陆炳护卫你的安全，实则生变，即刻行动吧，越快越好。是，陛下。哎呀，灵儿公主，咱们该写字了，这些布娃娃真的不适合你，有点幼稚了。这新老师不是还没来吗？长官姐姐，咱们再玩会儿。现在2个玩偶该拜天地洞房了，来嘛来嘛！臣兵部尚书朱俊奉命前来为公主上课，教导公主兵法。真讨厌，这兵法有什么好学的？学来学去就是比谁更不要脸，比谁更加奸诈。来教我的老先生肯定
也是个奸诈的家伙。嘿，你个小丫头片子，竟敢骂老夫奸诈，老夫还不想教你呢。算了，教了你也不一定学得会，学会了也不一定能上战场，有何意义？真搞不懂陛下怎么想的，这不浪费人力资源吗？把老夫安排去教些有天资的副将不好吗？哎呀，公主啊，这兵法乃兵家之重，军队再是厉害，没一个精通兵法的统帅统领，那打起仗来，打再多仗也是送死啊！而且公主啊，来教你的是兵部尚书，兵临国兵法理论最强之人。公主啊，这是陛下呢对你的精心培养，别家郡主和世子就算想学兵法，也得不到这朱尚书提点呢。哎呀，公主，你就耐心学学，别让陛下失望啊！唉，好吧好吧，不能让干娘失望，我去门口接一下教书先生。见过先生，先生快里面请。老夫真是信了你的邪了，要不是刚刚听到你在背后骂老夫，还真以为你这丫头是个乖宝宝了。臣见过殿下，既然公主殿下如此迫不及待的学习，那臣便直入主题吧。朱俊微微拱手，跟在楚灵儿后面走进了书房，开始为其教学了。之后的半个钟头里，这书房内只能听到朱俊教学的声音。朱尚书，您真是厉害！听完讲解之后呢，末将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果然在兵法理论上，这兵临国上下无人能够出其左右。朱尚书，末将还听说在边疆威震金陵国的镇南王也是您学生。朱尚书厉害，还有人叫朱尚书这个名字吗？还是我爹给我起的名字好听？上官将军过奖了，老夫年轻时好歹也是威名赫赫的大统领，兵法出众很正常，这用多了自然就熟了。至于镇南王，他的确是老夫教过最有天分之人，若不是身后没有大宗门支持，恐怕镇北王无法与他相提并论。只可惜啊，镇南王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哎呀，确实爱上不该爱的人。陛下心中早已有人将最重要的位置占据了，末将因此多次劝过镇南王，但每次对方都说了，总有一天陛下会明白他的好的，会回心转意。哎呀，算了，陛下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能够讨论的。朱尚书，您还是教公主吧，正好末将也跟着学学。竟然有人跟灵儿抢漂亮干娘，本公主耗在皇宫，连自己亲娘都不去找了，这是为了啥？不是为了给她不争气的爹找一个漂亮完美的老婆，如今竟然有人要抢自己内定的娘亲，真是是可忍，灵儿不可忍。被我碰到了那镇南王，定要用爹爹给的拉稀丹窜个10天半个月的戏。灵儿，别发呆走神，好好听课。公主殿下，请把臣刚刚教的东西重复一遍，臣看看殿下还有哪些不会。刚刚先生你讲了啥？灵儿没听清。公主殿下若是看不起老臣的兵法，可以找陛下说不学的，这样也不必浪费你我的时间。先生，灵儿没有看不起先生的兵法和兵书，其实灵儿也会兵法，爹爹有教过呢。先生教的这些好像有点粗浅了，不够阴险机智，所以灵儿才会听不进去，还望先生见谅。公主殿下既然说老臣的兵法粗浅，那想来令尊教的更为出色。既然如此，不如让老臣见识一下，臣恳请公主殿下指点。朱尚书，公主殿下还小不懂事，冲撞您了，您看。上官将军，这不是争吵，臣这是在求教公主。臣想见识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兵法才能被称之为不肤浅。同样也想知道，公主她那神秘的爹是不是在误人子弟吹牛皮？哼，居然敢瞧不起我爹爹，还说爹爹误人子弟。先生，你不是将这兵书引以为傲吗？那灵儿也把爹爹的兵法写出来，咱们让上官姐姐比比，看谁更厉害。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灵儿下山寻母了，灵儿不想爹爹整日受思念之苦，所以要去将那个负心且不负责任的女人找回来。8年前嘛，妻子留下一封信，他就跑了，从此杳无音讯。完了，我一把屎一把尿，我好容易喂到8岁的女儿，如今也留下一封信跑了。不是还有比我更惨的穿越者吗？我就问问，你们干哈就可一个人霍霍呀？恭喜宿主女儿老婆全跑路，完成系统激活条件，获得孤寡男人签到系统。系统已绑定宿主楚墨与女儿楚灵儿，具体使用方法请宿主自行观看使用手册。我穿越9年你不出来，我老婆女儿都跑了，你却憋不住跳出来恭喜我来了，你也交个奏了你啊？我看这什么手册？通过系统呢，可以显示女儿楚灵儿的安全状态与饥饿健康的程度。另外，也可以通过系统隔空的邮递物品给女儿楚灵儿，以防女儿被饿着冷着。这女儿有危险了呢，她也能提供一些远程的帮助。这系统可以签到，完了呢，可以获得各种各样能够提高实力、改变体质的天才地宝。但是这些宝贝作为宿主的楚墨无法使用，但是给自己女儿使用之后，能对女儿进行培养，从而让楚灵儿获得修为。最重要的来了，最重要的而女儿的修为不是修为，就是女儿的修为每提高一层楚墨这个爹的修为呢也会比女儿高一个小等级。还不仅如此呢，
这女儿获得什么体质，获得什么技能，哎，他这个爹都能完美的复刻出来。这叫啥？这叫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哎呀，太好了！哎呀，我终于有外挂了，我是吧？这是不外挂？来日方长，未来可期呀！只要将女儿养好了，我也就能成为天下无敌的存在了。以后出天门谁敢惹我，谁敢欺负我，我就摇人儿。哎，我能摇我女儿过来，父女混合双打，我们小鸡子给你提挎兜里去。宿主，方长是谁啊？楚墨在山上砍柴时，他捡到了一个气质高贵、身材完美却被毁了半边脸、身受重伤的女人。就是这个女人改变了他的一生啊！楚墨将其带回了自己的小破屋，并精心照料了几个月。虽然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但是楚墨发现女子失忆了。这孤男寡女的经过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互生情愫，楚墨成功的走进了这失忆女子的内心，成为了彼此最亲的人。本着关上了灯都一样的原则，当天二人就结为夫妻，就啪，反正就那啥了，这就不知道了。然后呢，并在1个月之后成功的怀上了一女。哎呀，这家伙事儿挺好使啊，穿越过来不白穿，这家伙一穿出个闺女来。这家里虽是不富裕吧，但是夫妻的感情却是极好。只是好景不长，在女儿出生没多久啊，外出砍柴回来的楚墨发现妻子柳清雪不见了，人呢？不嘎去了？这茅草屋内只剩下了处于襁褓之中的女儿楚灵儿，以及一张纸条。这纸条上只有4个字：夫君等我。这楚墨担心自己妻子回来找不到自己，在这茅屋之中一等就是8年。好在眼下获得了个系统，倒也算是个安慰吧。如今只需要把女儿找回来，每天签到再培养，那若干年之后，他们父女俩出山那就无敌了。那到时候要找自己的妻子，那岂不是简单很多吗？嘿嘿，我笑傲去了，我江湖你给我起开，你起来。不过当楚墨跨步想走出这旮旯山时，却被系统再次的挡了回来。好饿，要是在家里的话，爹爹已经给我弄好吃的了。要不先回家吃饱了再离家出走？哎呀，不行，我是要出来找娘亲的，怎能回去呢？我不能让爹爹守活寡，要是有点什么吃的就好了。好想念爹爹做的肉包子。楚灵儿处于饥饿状态，需要肉包子，请宿主投食。这时啊，系统忽然响起了警报。楚墨赶紧在厨房的蒸笼里拿出了2个热气腾腾的大肉包，通过系统隔空的投送了过去。肚子饥饿的他从身后拿下了自己的破麻袋，这口袋呀，可是他爹给他讲了哆啦 A 梦的故事之后被他死缠烂打。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打了好多天才郑重其事的交给他的呀，果然有吃的，我这袋子太好用了，爹爹承不起我。正当楚灵儿骑着牛站在大路上啃包子时，远处也是有着一队防御森严的人马在朝这边而来呢。陛下，前方还有10里路，便到药神谷谷主赛华图隐居之处了。到时候国师身上的伤禀陛下，前方马路有个骑牛野丫头挡住去路，敢问陛下如何处置？不要节外生枝，孩童而已，让他让开点即可。是陛下。上官燕行礼，大步地走向了楚灵儿。姐姐你好，请问这里是哪里啊？陛下，属下有大事禀报。这小姑娘竟与陛下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您看，竟有人与朕长得一样，去带过来吧，让朕瞧瞧。灵儿，你确定你姓赵？没错。怎么样，漂亮姐姐？赵灵儿这名字是不是很好听？那你爹叫什么名字啊？为何把你一个人丢在马路上？你家又在哪儿？我忙完送你回去。我家……这人在江湖飘，逢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3分真7分假，这才是做人的硬道理。而且这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得提防，因为她们特别会骗人。我家……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我迷路了。我骑着我家老牛走了10几天，才到这里。至于我爹，自然跟我一样姓赵啦，道号9剑仙，很厉害的。他爹姓赵，你爹既然那么厉害，
应该会很多武功吧？那为什么你爹爹没有教灵儿武功呢？我爹自然是高手，他会葵花宝典、辟邪剑谱，还会什么老汉推车和江湖48手。不过练武太苦了，每天要扎马步，灵儿不想学。看来这一切都是巧合啊。那灵儿，你娘呢？你出来这么久不回家，爹娘应该很着急吧？我娘？其实灵儿也没有见过娘亲，娘亲将我生下后就跟人跑了，是我爹爹一把屎一把尿将我喂大的。什么？跟人跑了？可恶！天下竟还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女人，只生不养，她简直不配为娘。若是朕发现这样的女人，见一个杀一个。姐姐说的对，她真不是个好东西，她害得我爹苦等了好多年，8年未娶呢。要是以后灵儿找到她，等她老了一定不给她饭吃，饿死她。那灵儿，你还记得你家大概的方向吗？你给姐姐指一下，姐姐有空了就送你回家。不用的，姐姐，爹爹说要让我出来历练，而且我有爹爹给的宝物，没人能伤害我。那灵儿就先跟着姐姐吧，等办完事儿，姐姐让旁边的上官姐姐教你练武，在一边找你家的位置。好呀，那就麻烦姐姐了。不过灵儿可没有东西能报答姐姐哟。不过你放心，等灵儿会武功了，灵儿保护你。没事，灵儿已经给过东西了。这肉包子为何没放葱？禀陛下，目的地已到，前方就是赛华图隐居的山谷了。在上官燕与另一个地界高手的护卫之下，女帝来到了木屋前。晚辈邪师李淳风，特意来拜访赛神医。当年的小丫头，如今已经成为了威震天下的女帝了，而我这老头子却还窝在这山谷之中。进来吧。前辈倒是年轻如旧啊。女帝谬赞，老朽已半截身子入土，估计没几年活头了。倒是女帝脸上的伤，劳前辈记挂。师傅从您这带药回去后，晚辈便痊愈了。赛华佗点了点头，目光看向了女帝身旁的楚灵儿。这女孩倒是和你有缘啊。路上遇见的，便带在了身边。正说话之间呢，楚灵儿却是小心翼翼地走到了赛华佗的身边，并伸出那双小手，试探般地摸了摸着赛华佗断掉的腿，又很快地缩了回去，生怕触痛到对方。这一幕看得上官燕和女帝是面色一变。正当女帝准备一把拉回灵儿时，灵儿却是抬起头，用那善良纯真的目光满是关心地看向了赛华佗。痛吗？疼，早已不疼了，天生如此。大哥哥，你的腿为何不找个大夫看看呢？大哥哥，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称呼了。小丫头，老夫已经356岁了。至于小丫头你说的大夫，整个天下又有谁能比得过老夫？连老夫都治不好这天残之腿，又有何人能治？哎，大哥哥300多岁了呀，跟我爹爹看起来一样年轻呢。我爹爹都已经580多岁了。小丫头，你可知500多岁是什么样的存在？那已经超越天界了呀，堪称天下无敌，世间哪有这样的老妖怪？你呀，小小年纪居然学会了吹牛。可是我爹真有500多岁，而且他以前就是天下第一。另外他也是个大夫，可厉害了，什么病都能治呢。去年山下阿牛的腿跟大哥哥一样软不拉几的，都是我爹爹治好的呢。要不下次灵儿带大哥哥找我爹看看？阿牛？这是谁？就山下王叔家的耕牛啊，我们管他叫阿牛。我爹爹只用了几块木板，一点点草药就治好了。还有其他几家的阿黄、大黑、大鹅，都是我爹爹治好的呢。不是你爸是兽医吧？怎么净治牲口呢？你说自己堂堂神医，居然被拿去和牛做比较，还有大鹅，还有狗啥的，你这什么玩意儿都？他有行医资格证吗？前辈童言无忌，此次前来实有要事。他一个小娃娃，我跟他计较什么？无需担心，他也是为了我好。
许久没人这么关心过老夫了，感觉倒也不错。行了，把那老家伙抬进来吧，搁在外面晒着，到时候我怠慢了故人。哟，当年用剑架我脖子，在酒桌上抢我鸡屁股的家伙不嚣张了，看起来你要比我先入土啊！到时候我来刨你坟头。老夫来你这儿不是让你看笑话的，老夫是来看病的，看还是不看，就一句话。没意思，你这一辈子死了嘴都还是硬的。还有救否？毒入五脏，抑制心口，难办。前辈，难办就还是有机会，只要能治师傅的病，需要什么朕都可以弄来。他不是病，是中毒。中毒？众人都是皱起了眉头，唯有楚灵儿手在麻袋里掏了掏。灵儿，别捣乱。前辈，朕的师傅乃是天阶后期的强者，怎么会中毒呢？又有什么毒能伤得了他？一种毒奈何不得他，可若是上百种混合，在日积月累，小剂量一点点慢慢侵蚀呢？怎么可能？这何人能给师傅下毒？这老夫可就不知道了。能肯定的是，这毒绝对是李老头他身边之人所下。前辈，此毒是何毒？如何才能解？没看错，此毒乃是苗疆的阎王煞。阎王煞，就是那由108种制毒的毒虫，加上72种毒草调配而成，毒性胜过鹤顶红千倍，号称无解的苗疆镇族之毒。那岂不是说，剑石师傅他……毒发的那一刻，男性8窍流血，女性9窍流血，那将死得极其的凄惨。这阎王煞的配比方式太多，但凡错一步，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我没有把握，除非能抓到配毒之人，问出药方，才能精准解毒。前辈，你再想想办法吧。师尊对于帝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若是师尊有事，整个帝国恐怕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啊！老夫如何不想治理老头？他乃是老夫的好友，天下能与老夫说上几句话的，可没有几个。但这几率实在太小，可若药配的不对，反而刺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那毒性迸发，想我赛华佗自诩医术天下第一，更与那苗疆斗了一世，他下毒我救人，没想到最终还是我输了一筹啊！陛下不用再做徒劳了，臣恐怕活不过今天了。与其折腾臣，倒不如给臣一瓶好酒，让臣与这老不死的喝上几杯，走也要走得潇洒痛快。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那个姐姐，灵儿应该能治老爷爷的病。灵儿，你有办法？灵儿手里有爹爹制作的万能解毒丹。这哪是解毒丹呢？这连最初级的丹药都算不上，这就是锅底灰和盐泥搓的，里面还加了些许甜菜汁而已。灵儿，你爹呀，不只是个兽医，还是个泥匠吧？泥丸子搓的倒是挺圆的。才不是嘞！灵儿小时候不管生什么病，都是爹爹用这个解毒丹治好的。而且爹爹说过，只要服下这丹，天下任何毒都能解。像我李淳风一人一剑镇守国门，如今被人下了毒，却连下毒者是谁都未知晓，这真是莫大的讽刺。陛下若是可以，回去请帮臣查下，臣身边究竟是何人下了毒。这是自然，等朕查出以后，定灭他九族。
让其不得好死。灭他九族，恐怕你们没这个机会了。今日此谷便是尔等的埋骨之地。镇北王，你为何在此出现啊？你不是在北方镇守边疆吗？哼，你一个小侍卫插什么嘴？本王去哪儿还要你来指点？滚一边去！我亲爱的女帝陛下，看到皇兄出现在这儿，你很惊讶。你们可真是让皇兄我好找啊！没想到隐居多年的赛残妃，居然就住在这种穷乡僻野。你如何知道我们在此？哼，知道你们在此有何难？那老不死的中了毒，岂能不出来找药？你们以为你们的行动很隐秘，那一招瞒天过海就能瞒过我？殊不知你们的一切行动全掌握在我的手里。今日你们插翅难飞！哼，你以为师尊状态不好，你就能拿下朕？谁给你的勇气啊？血刀老祖吗？就算知道朕的行踪，你又能如何？为了对付李淳风这老不死，还有我这亲爱的妹妹，皇兄我可是做足了准备，岂会漏算这死瘸子？都出来吧！小师妹，你为何在贼子身边？难道杨慕雪，你好大的狗胆，居然敢背叛陛下和师尊！我们何曾轻待于你？师父将你视作女儿，教你各种本事，陛下更是把你当姐妹一般。你为何要叛？哼，你们待我是很好，但是你们不知道，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爱慕镇北王，我愿为我所爱之人做任何事，包括牺牲你们。既然你们对我这么好，不如念在同门一场的份上，再成全祝福我一次。哼，实话告诉你们吧，不仅你们的行踪是阿雪告诉我的，连那老不死的毒也是他下的。意不意外，惊不惊喜，他早已经是本王的人了。如今老不死的一身功力无法使用，我亲爱的妹妹，你拿什么跟我斗啊？只要除掉这碍事的老家伙，整个冰灵帝国就属于本王了。这新仇旧账今日便一起算吧！孽徒，孽徒啊！老李，别慌，就凭区区血刀，再练2万年也不一定能胜过我。说的没错，老祖我的确拿不下你，但是你这次的对手可不是我，我只负责杀死那老不死的，至于你，自有人对付。好久不见，我的师兄赛华佗。苗三步，你果然和他们搅在一起了。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啊！我苗疆向来特立独行，岂会与别人同流合污啊？我也不愿出手对付师兄你的，只是他们给的太多，可恶！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若是老夫没有中毒，老夫一人一剑，足以杀得他们片甲不留。那个嘴强爷爷，要是灵儿帮你解了毒，你是不是能保护漂亮姐姐？那是自然。哼，让你们怀疑我爹爹的解毒丹，这下还不是得靠我爹爹？看我给你们解了毒，你们自然就信我爹爹有本事了。到时候漂亮姐姐就成了漂亮后妈了。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起这么早，你要干鸡毛。”检测到女儿楚灵儿处于危险之中，急需一颗万能解毒丹。我操！我家灵儿有危险？不是，她这是混哪儿去了？为什么需要解毒丹呢？是中毒了咋的呀？可我哪有什么解毒丹呢？我这，哎呀，我这。宿主开局不是签到了一个万能解毒丹吗？你再磨蹭，你女儿就没了，到时候你还得重新练小号。哎呀，那快邮过去啊！那药没了以后还能签到，女儿没了，我可就没对象吗？开小号了。你这他娘没回来之前嘛，只能有这一个号啊！这系统走哪个快递啊？那准称的，别他妈扔驿站不管了。呀，终于找到了，只是这个丹药为何比以前爹爹喂我吃的要大一些呢？嘿嘿，老爷爷，您把这一坨牛屎，呸，解毒丹吃下去的话，您的毒就一定可以解。不吃，老夫就是死也不要吃锅底灰。就这锅底灰要是能有用，老夫倒立拉稀。见李淳风无法动弹，
楚灵儿鬼灵精怪的笑了笑，不容分说的便将那拳头大的解毒丹朝着李淳风的嘴巴就按了下去。有效，我爹的解毒丹果然有效。漂亮姐姐，你看，老爷爷精神抖擞了。定睛一看，哎呀，这战神和粑粑做斗争差点没牺牲了，这不，这就是传说中的迟早药丸吗？吃了以后果然精神抖擞。女帝内力运转，准备拍李淳风的后背，将这药丸震出来。可是就在这一刻，李淳风的喉咙之中的大药丸却瞬间的融化了，化为了一道圣洁磅礴的能量，不断的游走在李淳风的四肢与五脏六腑。感受到状态的好转，这李淳风惊在了原地。但是就在这时，镇北王与血刀老祖杀至。陛下，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拿出来吧，否则您可再也没有机会了。哈哈哈哈哈哈！威震四方的剑神与号称冰灵国第一美人的陛下，今日就要埋骨于此了。不知为何，皇兄我心里竟是有些激动呢。你放心，你死后皇兄不会让你的尸体浪费的。老祖他就喜欢趁热。哈哈哈哈哈哈！老祖我踩过无数女人，唯独没试过女帝。今天可有福气了。王爷，别磨蹭了，老祖已经等不及了。趁他病，要他命，夜长梦多，可别生了变故。老夫给你们脸了？怎么可能？这老不死的刚刚还半死不活呢，为何突然支棱起来了？血刀，你去试探一下。依本王看，他只是强弩之末，故弄玄虚罢了。那个王爷，您可是今日的主角，老祖觉得杀剑神这种名震天下的大事，还是你去吧。我一个配角，岂敢抢戏份呢？事情有变，撤！死瘸子，山不转水转，后会有期，我一定会回来的。我操，这天下第一毒阎王煞居然没了，这怎么可能？老李，你快告诉我，这究竟怎么回事？刚刚灵儿小丫头喂了我很大一坨锅底灰，然后我就感觉身体似乎是恢复了不少。在之后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灵儿小神医，能不能把你爹留给你的解毒丹再让大哥哥看看？不给。之前大哥哥你还说我爹爹的丹药是泥巴搓的，没说。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么优呢？我承认之前说话大声了点，现在我信灵儿你的解毒丹能治病了，大哥哥给你道歉。嗨，咱们也是同患难了，我就送你一颗解毒丹吧。没错呀，明明就是锅底灰，可是为什么？赛华佗哪里知道，楚灵儿喂给李淳风的药是系统给的解毒丹，而他手里握着的确确实实就是真的锅底灰搓成的。陛下，万万不可呀！这只是一个毫无背景、来历不明的黄毛丫头，如何能成为我冰灵国的公主啊？没错，我冰灵国自开国以来就有规定，非功臣之后，非身世清白之人，不可被收为义女，更别提加封公主了。诸位，灵儿虽非忠贤之后，但谁说不可能成为公主的？如果朕没有记错，祖训中还有一条，就是资质逆天者也能收入皇室吧？冰灵帝国有个镇北王，同样有个天阶的镇南王，一南一北互相钳制，而这镇南王就是孤儿，但是因为资质逆天，所以被先帝收为义子。按日子算，今日正好是3年一度郡主世子们天资检测之日。朕打算让灵儿去测天资，若是资质达到天阶，想来诸位爱卿对此事也不会再有异议吧？楚灵儿都说他爹是破碎虚空的强者了，那身为女儿的她资质会差吗？见过陛下。平身，不用管朕，你们继续便好。朕只是来看看有无人才罢了。灵儿，去排队吧，朕就在这里看着。各位郡主世子们，等会儿老臣叫到名字，你们便上来，滴一滴血进这阵法之中，阵法会对你们的天资进行检测，资质代表你们未来的成就，还请诸位莫要儿戏，
黄阶以下的晶石无色，黄阶是蓝色，玄阶是紫色，地阶是金色，天阶是红色。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岭南侯世子，蓝色，黄阶天赋。下一位，西北侯郡主，紫色，玄阶天赋。下一位。总共50几个人，短短1个钟头已经测了过半了，但是无一冲上地界的资质。最后一位检测者，灵儿。老爷爷你好，终于轮到我了。来吧，取一滴血，滴进阵盘中央即可。老爷爷，我这是什么品级的天赋啊？这如果我没看错，应该是没有天赋。怎么会这样？灵儿为什么会没有资质？资质如此平庸之辈，看来是进不得皇族了呀。没错，比之前那些世子与郡主来看，差的实在太远了，连黄阶天赋都没有，最多也就能修炼到3品武者吧。果然不是出身大家族，享有资质的确很难。也不知陛下究竟是看中这丫头哪一点？你们是在教朕做事？不敢，臣等不敢的。我爹爹说过，我是100年一遇的修炼奇才，怎么会没有资质？一定是血滴的太少了，我再试一次。哎呀，开启圣人模式之后，你这精神抖擞啊！哎呀，作为守活寡8年的楚墨，那自然有自己的修炼之法。青年人嘛，能理解。宿主如此行径，系统表示鄙视。鄙视你大爷呀！老子们为了改手气好抽奖。哎，我记得昨天获得你时得到了1次抽奖机会是吧？到底能抽到啥东西啊？很多，除了盘古血抽不到，其他东西都能抽到。哎呦我操！哎呦，我这么多好宝贝呀！我只能抽奖抽着吗？不一定，签到奖励也是在这随机领取的，只不过抽奖获得真品的几率要比签到来的高。宿主刚解决一发，手气应该不错，是否选择抽奖？你不废话吗？那必须得抽啊！接着女仆，接着女仆！我操，神兽白虎，神兽白虎！哎呦我，你他娘倒是停啊你！老子他妈第一次，你可别给我抽个垃圾！你他妈这嗖嗖在家转的，我操，啥玩意儿？我操你！不，你他妈啥逼玩意儿？你这垃圾都不给我呀？你要不要这么无情啊？你们这是不是系统做的扣啊？就咋抽都是谢谢参与啊？那你逗我玩干什么玩意儿啊？这话还没骂完呢，脑子里忽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楚灵儿即将面临体质激活，请宿主投放特殊的体质，以便女儿更快、更好、更稳的发育。啥玩意儿？激活体质？不是，我女儿现在到底混哪儿去了？怎么越来越高级了呢？这楚墨的目光也不由得移向了楚灵儿的属性面板。此刻楚灵儿体质的这一栏竟写着平庸2个字。哎呀，我们果然是平平无奇的妇女。你说天生就没有那些牛逼体质也就罢了，如今抽奖也没抽着。你说哎呀，你说这玩意儿让我拿啥投啊？我投个嘚儿啊？我啥体质？我他妈过敏体质，咋投啊？哎，话音刚落，那已经停下的指针似乎受到了外力的推动，居然往前面，它就挪了头发丝儿那么一点的距离。恭喜宿主首次抽奖获得神体血煞之体，请问是否发放给楚灵儿使用？不是咋回事啊？不是已经停了吗？这咋还忽然动了呢？哎，等会儿，你刚才说啥？血煞之体？神体？哎呦我去你大爷，这么牛逼啊！不愧为神体啊！那我女儿有了，那等于我也有了呀！如此神体不用他妈留着吃灰啊！另外进行今日份签到，把奖励一起给他送过去。签到成功，获得烧鸡1只，物品已发放成功。说罢，楚灵儿拿起了刀，准备再次的割身一下。就在这时啊，体内忽然涌起了一股暖暖的能量，原本体内的血似乎被那股能量吞噬代替。刹那之间，晶石是大放光彩。这是怎么回事？刚刚晶石还没有什么反应，可现在为什么又变得五颜六色了？难道这阵法坏了？还是说这丫头有资质？坏是不可能坏的，你们死了，这东西也不会坏。这丫头一定是觉醒了什么了不得的资质，老夫测了上百年资质，还未见过如此光芒。这到底是什么级别呀？诸位等等，容某翻看一下古籍，找到了。
我操，这小丫头竟然是此等资质！根据记载，这小丫头的资质远在天阶之上，因为她觉醒了特殊体质，一种史上仅出现过一次的体质——血煞之体。什么？血煞之体？就是那只要杀戮就能吸收死者一部分功力的体质，而且战斗起来，血煞之气还能无视敌人的防御，并且借助血气恢复自身内力，简直堪称天生的杀戮之神呐！据记载，上次出现这种体质，还是在万年前的修罗王身上。修罗王亦正亦邪，凭着这一神体，仅只用了10几年时间，便踏足了一个无人能及的高度，连天阶高手都只能仰望他。甚至当时武道极为鼎盛的6大古国汇聚所有天阶地阶强者去围剿，都被修罗王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直至高手全部灭绝。灭了6国后，他当了几十年皇帝，觉得无聊，便打破虚空，从此不知去向，留下了一地的烂摊子。没想到啊，万年以后的今天，居然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如此神体，真是死而无憾呐！哼，让你们说我没有资质，让你们看不起我，现在无话可说了吧？我爹爹那么厉害，我岂会没有资质？恭喜陛下喜获如此天才，不过还望陛下将其好好的保护。只有活下来修炼有成的才叫天才，半途夭折的可什么也不是呢。这就不劳镇北王关心了，镇守北疆才是你的职责所在。你，灵儿既有如此资质，想来众爱卿也不会反对朕将其收为义女，并加封梅公主吧？恭喜陛下，恭喜小公主！好，百官听令，昭告天下，从今日起，朕封灵儿为永乐公主。另外，关于灵儿资质的消息，谁若是敢泄露半分，那就别怪朕不讲情面。陛下，末将思考许久，可能猜到灵儿他爹是谁了。是谁？可说来听听。陛下，师父，你们可还记得，昨天灵儿说过一句话，说他爹天下无敌，想当年一人一剑横扫燕、赵、楚等6国，当了几十年皇帝，最后踏破虚空离开。灵儿好像是说过这话，怎么，有什么问题吗？陛下，今日检测天资时，那古籍上也曾记载着，万年前修罗王横扫6大古国，也当了许久的帝王，最后踏破虚空离开这个世界。这一幕是不是和灵儿爹的经历很相似啊？此外，修罗王拥有血煞之体。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此等体质万年不出一次，可一出现竟出现在灵儿身上，所以末将在想，灵儿与那修罗王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又或者说灵儿他爹与那修罗王……等等，修罗王是万年前的人物，而灵儿他爹才500多岁，应该不可能吧？不，达到一人镇一界那种地步的强者，或许破碎的不是虚空，而是时空。时空？真有人能斩断时间长河？你的意思是，他是从上古时代就跳出时空长河来到了现在，他本生年龄才500多岁。我也只是听我师父说过，武者强大到一定程度能跳出时间的长河，不过也不能因此确定灵儿爹就是修罗王。灵儿能有这等资质，他爹就算不是修罗王，也定然是个强大的武者。可能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中，他也有绝对的实力，能在灵儿有危险时赶到救援。否则，这么小又拥有这么强资质的女儿出来闯荡江湖，哪个当爹的能放心呢？诸位不必太紧张，若灵儿他爹真是那样的高手，我们对灵儿越好，未来得到的回报也将更多。再说了，朕也是灵儿的义母，保护她宠她都来不及呢，
又岂会伤害他？未来的日子里，还望诸位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全心全意的去保护教导灵儿，莫要让那尊大神失望。我操，这鸡屁股与我以前吃过的都不一样。擦点没洗干净，还有鸡屎不成？那你可赚大了。毕竟人不能光明正大吃鸡屎，但你这种喜欢吃鸡屁股的，却有幸尝之。灵儿啊，你这鸡肉实在是太好吃了，能不能再给李爷爷一块肉啊？实在不行，把你手里那骨头给我嗦一下。哎呀，师傅，您老是天阶高手，风度啊！不行的话，咱们回去做一桌烧鸡吧，怎么样？你说做一桌子什么？烧鸡？哎呀，算了，您还是烧骨头吧。你们懂个锤子，烧什么都不如灵儿手里的鸡好吃。并不是我李淳风爱吃鸡屁股，而是这鸡肉能修补我的内伤，并能增寿。一个鸡屁股就让你觉得能治伤，还能延寿，笑死我了！你不会是馋鸡屁股馋疯了吧？灵儿，你看，好呀，漂亮娘亲，这只鸡腿给你。上官姐姐，这块鸡肝还有胸脯肉给你。灵儿吃另一只腿就能吃饱了，其他的肉李爷爷和赛哥哥一起分吧。我操，果然如你所说，能修补天阶高手的内伤，还能延寿，如此至宝，已经超出天才地宝的范围了。灵儿，这真是你爹给你做的烧鸡吗？对啊，就是我爹爹给我的，而且是现做的，我拿到手时还热乎呢。灵儿，你爹他什么时候来过？娘亲还说拜访一下你爹呢，顺便瞻仰一下天下第一高手的尊荣。没有啊，爹爹没来，是通过这个乾坤袋给我的。老三，知道灵儿手里这鸡肉是什么品种的鸡吗？这东西对我大有裨益，若是能找到这种鸡，我要圈养一些啊。什么品种的鸡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居然还想圈养这等奇物，你他娘的找揍什么？能不能好好说话了？老夫养个鸡怎么了？这恐怕不是鸡肉啊，这和古籍中记载的神兽朱雀肉的功效简直一模一样。我怀疑灵儿手里的这鸡就是传说中的朱雀。是什么朱雀？那可是远超天阶的神兽啊！这怎么可能啊？怎么不可能？除了朱雀，天地之间你还能找出其他禽兽能让你旧伤痊愈？又有灵兽能蕴含如此之多的生命力吗？一只烧鸡被分食完毕，李淳风的内伤完全的恢复了，还增加了10年的阳寿，而赛华佗也因此突破到了天阶后期。女帝同样突破到天阶中期了，进阶了一个小境界。至于上官燕，已经打破了自身资质的束缚，突破到天阶初期了。以朱雀当烧鸡，灵儿他爹真是好强的手笔。谢前辈大礼，我等必倾心培养灵儿丫头。灵儿怎么了？娘亲，你们吃了鸡肉都变强了，为什么灵儿除了觉得肚子饱了以外，没有任何感觉啊？插进去拔出来，然后便突破了。这修炼要不要如此简单？我操，不愧为传说中的神体呀！力气变大了好多哎，这种感觉真好。娘亲，灵儿算是有武功了吗？有内力了。至于招式呢，娘亲与几位爷爷会抽时间教你的。太好了，等灵儿学有所成，就能学着爹爹浪迹天涯了。恭喜宿主的女儿初步踏入修炼，晋级1品武者，宿主获得反哺，当前境界为2品武者，获奖励抽奖次数加1。哟呵，呀，灵儿这么快就踏入修炼了？哎呀，那我这个爹离无敌还远吗？果然呢，你这养女儿他妈就是有好处。宿主是否选择抽奖？你不废话吗？那必须得抽啊！仙人女仆、魔图管家、金箍棒，你实在不行，给我个迪迦奥特曼的神光棒也行啊！恭喜宿主抽奖获得顶级书法。这是啥玩意儿？书法？不是，你在这修炼者横行的世界，你给我书法有啥用啊？你这要是之前吧，你或许我觉得有书法还能教灵儿，可现在楚代我已经是2品武者了，我他妈想处谁处谁。
我离无敌我还远吗？你给我个书法，你打家属咋的还能用笔杆子戳死人不成啊？哎呀，算了，把这书法技能邮给我家灵儿吧。至于楚大爷我们，我要去试试我恐怖的实力了，看看楚大爷我处死你们，嘿嘿，受死吧八戒，看俺老孙一棒！哎呀，哎呦我操！果然这天蓬元帅他妈不可小觑啊！你说我还是适合写字背背诗啥的，是吧？打打杀杀这种事儿，哎呀，让灵儿去做吧。可恶，可恶！那贱人为何在路边随意的讲这野丫头都能拥有这般的资质？如今神体被那贱人收为了公主，朝中那些老狐狸绝对能看出她的价值和前途，这也势必会引起一些墙头草偏向柳贱人那边，真是气煞我也！你别看我苗三部只是你请来的客卿，我们是合作伙伴，并不是你的下属。要不是看在那堆天才地宝以及赛华佗脑袋的面上，我可不愿趟这趟浑水。拿了老子东西，你他妈就是这么划水的？王爷勿虑，那血煞之体尚未成长，如今只是个没见识的野丫头，正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我们只需安排几个高手伏击，便可轻易将其杀死。到时候没了血煞之体，那贱女人必然少了许多筹码。在王爷与女帝势均力敌的情况下，那些大臣又岂会胡乱站队？如此难题就迎刃而解了。王爷觉得奴家说的如何？如今的野丫头成了老不死他们的宝贝，捧在手里怕化了，岂会不设防啊？你这是想让我麾下主力去送死吗？你是何居心？来人，将称心给本王叫来。王爷，妾身来了。王爷看起来似有仇意啊。还是称心你最懂本王啊！实不相瞒，今日王爷，不就是让女帝威严大损吗？奴婢想为王爷出谋划策，若是成功，或许还能将女帝推下台呢。啊！快说，快说！王爷，您看，如今诸国纷争，女帝上位后又风不调雨不顺，多地难民易子而食，百姓流离失所，而国库却十分空虚，根本拿不出赈灾款。面对天灾人祸，纵然女帝他们实力强悍也无用处。要知道，一个帝王想坐稳皇帝的位置，光有武力可不行，还需得民心，否则民心一旦失去，那么皇气将再不可用。没了皇气护体的女帝，还不如一个地阶。你是说？没错，正如王爷所想。既然如此，王爷为何不利用这一点，让全国百姓对他失望，再将属于女帝的民心给彻底毁掉呢？所以我们只需如此，再这样。好啊，称心，你果然是本王的宝贝，是本王的智囊。来，快趴下，咱俩玩一会儿。你说什么？你不教灵儿了？为何？是灵儿调皮吗？陛下，公主十分乖巧，只是臣自知文学不如公主，连引以为傲的书法以及儒道都远远不如公主，所以不堪此任。另外，臣已经拜公主为师，经过公主的指点，臣已经突破天阶。你是说灵儿指点你的？既然你说你爹文学第一，你又得了他的真传，不如公主殿下就与老臣这个天下第一，切磋比试一下书法，如何？好，若是先生输了，可不许再说自己天下第一，我爹才是。若是老臣在文学上输了，老臣愿意当着百官的面表演倒立拉稀。谁若是怀揣着我这幅字，定和百病不侵，万邪不入。这个妇女之宝写的还行吧，就是字迹太潦草了，比起我爹爹的字就差远喽。公主，这是宾至如归啊，您不会不认识行书？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不吧？怎么会？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字呢？只不过你这几个字写的差了点意思，比起我爹爹教我的那就差多了。既然公主殿下觉得臣写的不行，那还望公主不吝赐教，也写几个字，让臣长长见识。谁怕谁啊？写就写。您的快递顶级书法已送达，请注意查收。哎，楚灵儿甩了甩脑袋，将这莫名的声音赶出了脑袋。不知为何呀，从这一刻起，楚灵儿觉得自己好像对什么字儿都极为熟悉，而且内心隐隐的有种欲望，想多写几个字。楚灵儿随意的挥动小手，笔锋滑动，在纸上写下了一个个黑色的字体。这是怎么回事？我竟然被浩然正气给伤了，这竟是如意。公主殿下，臣能看看你所写的东西吗？朝闻道，惜此可矣。没想到公主的书法造诣竟高到如此程度，感谢公主赏赐机缘，老臣感激不尽。老先生，你刚刚说我给了你机缘，这是什么意思啊？禀公主，事情是这样的，
你是说因为看了我的字，所以突破了？没错，就是这般。也不知这赵文道妻死可矣到底出自哪里？臣觉得这句话比浩然正气大典更适合儒道。嗨，没什么惊讶，这句话其实是爹爹教的。他说出自《论语》，字体也是爹爹教的，说是什么郑恺是他自创的。好一个郑恺！至于这《论语》，应当也是令尊自创的吧？否则凭老臣的见识，为何从未听闻过？令尊大才呀，实乃儒道高人，足为儒道祖师。臣斗胆猜测一番，这朝闻道夕死可以的意思，可是知道了天地间的一切法则道理，即便晚上会死也无憾了。不对，爹爹以前教我不是这样的。他说有谁得罪了他，那么早上知道了去你家的路，晚上就顺着道来打死你。真是这样？咱们儒家不是讲究以德服人吗？就是这样，《论语》嘛，当然得论死敌人啦。爹爹还说儒道可不是跟人一味的讲道理，那个没用。老臣懂了，咱们习文是为了给莽夫讲道理，习武是为了让莽夫听我们讲道理。就是这么个意思。孺子可教也。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太好了，老姑升了天阶，就代表我们实力更加的强劲了。未来对镇北王动手时，成功的几率将更大，而且只要等老夫突破到黄级，咱们就可以无惧镇北王身后的镇魂圣宗了。禀报陛下，今日镇北王有异动。怎么回事？他调度兵马来长安了？回陛下，这倒不是，有镇南王牵制，镇北王倒是不敢乱动兵马。只是今日属下探查到，那镇北王居然派出了不少高手前往全国收集各地的受灾情况。属下不知道他打着什么算盘，故而前来汇报，望陛下定夺。收集受灾情况，他这是想干嘛呀？谁知道呢？反正不可能是他掏腰包去赈灾，他如此做必然是有预谋的，还望陛下小心才是啊！陆指挥使继续让人盯着镇北王与镇魂宗，但凡有风吹草动，第一时间汇报。是陛下，属下先告退了。在血煞之体的变态的加持下，仅2天的时间，靠着屠杀牛羊，这楚灵儿便从一个毫无修为的小丫头，成功的晋级3品武者。灵儿，早点睡啊，娘亲去隔壁处理公务了。随着油灯被吹灭，房间内也是变得黑暗起来。楚灵儿躺在床上，长叹了口气。爹爹，虽然干娘对灵儿很好，老爷爷们也对灵儿很好，可是灵儿还是忍不住想家了。不过灵儿暂时还不能回来，我要借助干娘的力量去找那不负责任的生母。等我找到她，再把干娘拐到手，到时候才会回来给你惊喜。另外，灵儿已经是3品武者了，爹爹你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吧？哎，筒子，你看着没？我家灵儿3品武者了。哎呦我宿主老爷，我也4品了。哎呦我去！果然，你说果然是我的宝贝女儿，继承了我优良的修炼资质，这晋升起来嘛就是快，蹭蹭的。宿主变强不是为了让你练麒麟臂，还望宿主别老是行龌龊之事。不是，我他妈守活寡9年了，我 happy 一下咋的了？我又没撸你。哎呀，也不知道我家灵儿现在爷哪儿去了，都快忘了我这老父亲了吧？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这楚墨是一阵叹息啊。都说女大不中留，可自己女儿才半大就已经留不住了。你说养个女儿真是愁死爹了都。小时候怕弄丢了，长大了又怕被别人家猪拱了。以前有女儿在身边呢，无聊了还有个开心果陪她说说话唠唠嗑啥的。可现在孤家寡人住在深山里，系统又不准她下山，每天就是挖地呀种菜呀，那左右手互搏已经成了她最后的消遣了。哎，对了，我今天还没签到呢吧？我刚充了一发。哎呦我操，现在我这手气可旺了，我正好适合抽奖啊！来吧，既然系统你准备好了，那我就开始动了啊！你在上面还是我在上面？其实宿主可以将签到奖励囤积起来，多次合并为一次的话，可以提高出真品的几率啊！意思我签到以后可以不领取奖励，3、5次合并为一次，然后奖励会更好是不？没错。哦，那行，那就明天再领取奖励吧，反正也大半夜了。下了决定之后，楚墨屏蔽了系统，闭上眼睛美美的睡去。第2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便是将2天签到的奖励合2为1。签到成功，触发奖励升级。恭喜宿主获得神级辅助真实之眼。真实之眼不限使用者等级，可看穿任何幻阵迷阵，亦可看破敌人或者队友的5道缺点以及弱点。哎呦我去，牛掰呀！那有了这牛逼之眼，不是牛逼，是真实之眼是吧？真实之眼不就等于开了外挂吗？那敌人的弱点一眼就看出来了，那这好啊！比如说那人离老远，你看我操没长小鸡子，是不是这意思啊？而且嘛还能帮助队友修行，哪有毛病同样能看得出来。哎呦我去，这简直就是趋吉避凶之利器呀！那惹事
前先看看敌人境界，能碾压就打，打不过的直接就撩呗。那个系统，快把这东西发给我宝贝女儿，快点！陛下，臣有本奏。有何事？禀陛下，臣麾下所属扬州刺史、兖州刺史、交州刺史纷纷发出了求救信号。臣不忍看百姓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今日特冒死而见。自陛下上位以来，这几地先逢洪涝，又逢大旱，如今更是被蝗灾侵扰。这几年中，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加上多地盗匪横行，民不聊生，而各地的官府府库空虚，不足以赈灾，导致百姓们都对陛下颇有怨言。如今几大刺史希望咱们朝廷能够拨款赈灾，否则唯恐民心有变呐。你的意思是朕上位，所以给濒邻国百姓带来了不祥？在旱涝灾害初时，朕不是拨过一大笔的赈灾款吗？都用到了何处？为何没有控制住灾情？陛下，这是那笔赈灾款所用到的地方，事无巨细，臣精确到了每一文钱的落脚之处，请陛下查看。不用，和尚书办事，朕放心。既然灾情严重，那赈灾款就必须再拨下去，务必将灾情稳住，让百姓有一个安稳的家。陛下，户部早已经没有资金了，国库也已空虚，恐怕无法拿出赈灾款了。此话一出，柳青雪瞬间就悟了，难怪这几天镇北王会调查各地受灾的情况，难怪这些从不关心百姓的官员今日会突然的汇报灾情呢。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他柳青雪架在火上烤啊！若是镇北王再在其中煽风点火，那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一时间，柳青雪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看着女帝面色沉重，镇北王抓住机会站了出来。陛下，这多地百姓受苦受难，受灾的人数太过的庞大，若是陛下不趁早的赈灾，让他们有个安稳的家，恐怕会官逼民反呢。到时候我兵临国，分崩离析，陛下可就是罪人。这帝皇之位向来是有德者居之，望陛下莫要辜负了百姓与先皇的信任。镇北王这是在教朕做事，这灾朕必然会去解决。你以为国库空虚，朕就没有办法了吗？不出3天，朕必然会拿出解决之法。朕会用事实告诉你们，这个皇位朕对得起他。哼，散会。陛下，您是女子之身，当帝王也是从未有人开过先例，本就备受质疑，加上连年天灾，多地百姓官员已经有了不小的怨言，认为陛下当不得皇位。此次若是解决不好，恐怕很难善了啊！陛下，臣亲自曾去灾区看过，那里真的是人间地狱。易子而逝这种事太普遍了，臣甚至亲眼看到有人吃观音土撑到肚子破了，然后惨死的。刚刚陛下在朝会时说3天之内必拿出办法，敢问陛下可是有妙计解决此事？想要赈灾，没有大量的资源和金钱根本不可能。如今咱们缺的就是钱，而且赈灾以后重建也需要大量的钱，凭朕手里的资源，恐怕暂时还没有办法解决。上官姐姐，你快来追我呀！你要是追上灵儿，那灵儿就给你吃好吃的。哎，灵儿，别闹，陛下他们应该遇到难题了，正在处理大事呢。姐姐等会儿陪你玩，你先安静坐一会儿。娘亲这是碰到难题了呀！爹爹教过我不少东西，若是灵儿能用爹爹教的知识去解决漂亮干娘的难题，那干娘会不会越来越崇拜并依赖爹爹呢？到时候灵儿回家找爹爹，干娘会不会也跟着去呢？娘亲，您是碰到什么难题了吗？要不您给灵儿讲讲呗？爹爹说了，灵儿打小聪明，也许能帮娘亲出出主意，也不一定啊。灵儿给各位哥哥姐姐报告，想提前看小灵儿勇闯江湖精彩故事的，可以下载左下角番茄小说，搜索亲爹之光。哥哥姐姐记得要登录番茄小说后，搜索亲爹之光才行，别搜错啦。灵儿等待与你们相见哦。对，我女儿说的对，楚墨也等你们哦。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瞒天过海，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一望无垠的古战场上，几十万大军，黑压压一片，望不到头。地上留下了无数的断肢残臂。双方势均力敌，几番争斗之下，谁也奈何不得谁，只得鸣金收兵，改用计谋。之后的岁月里，双方军师都是绞尽了脑汁，用出了自己的计策，不断的坑杀敌人。而上官燕与朱俊成了一方势力的将军，亲眼目睹并参与了大大小小数百场的战争。闭上眼睛，体悟着两方军师曾使用过的所有的计策之后，这朱俊的眼睛猛然的瞪大了。这些妙计，纵然是老夫也想不到吧？好一个瞒天过海，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方为上乘啊！撩面麻痹敌人，实则暗地施为，妙啊，实在是妙啊！这一刻，朱俊明白了这几个计策的妙处。正当他还欲跟着那军师想学习其他计策时，
那几十万兵马好似发现了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全部调转马头朝他与上官燕冲了。他俩想要躲避，却发现修为全无，最终二人被乱军分尸，踏于马下了。二人醒来，胸口好似遭受了重创，一口血喷了出来，将地板都染红了。这是战役的反噬吧？意味着他们身体扛不住接下来的计策，若是坚持往下看，必然是生死道消啊！公主殿下，你这计策实在是……哎，等等，我快到天阶中期了，我才突破初期没几天啊，境界都还未稳呢，如今为何这么快突破了？啊！我的修为竟也到半步天阶了，掐了我几十年未得寸进的修为，居然动了。二人没想到，仅仅因为看了一眼这几个计策，就让自己突破了。上官姐姐，你们真是吵死了，吵得灵儿都没办法思考问题了。抱歉啊，灵儿，姐姐不是故意的，实在是感觉到了没法控制啊。对了，灵儿，你具体写了多少计策啊？这不都在纸上了吗？姐姐自己看就好了，看完正好给灵儿还有老先生对比一下，看看谁的更厉害。3个计策带来的战役，他们都受不了了，那就更别提后面那些了。这个姐姐数不太清楚啊。灵儿，你告诉姐姐吧。灵儿写了35个计策，还有最后一计没有来得及写呢，就被你们2个打断了。公主殿下，是老臣坐进观天幕中无人了，与公主和令尊一比，老臣就如那萤火一般微不足道，老臣的兵法更是粗鄙不堪。在此，老臣向公主与令尊大人认错。哼，让你瞧不起我爹爹，跟我那个姓顾的老徒弟一样自大。现在好了吧，知道差距了？我就说我爹爹万能的，什么都天下无敌。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嘿嘿。谢谢公主殿下原谅。对了，公主殿下，您刚刚说的还有第36计没写出，敢问这一计是何计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36计，走为上计。我爹说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走为上计，这不愧为顶级的兵法，进可攻，退可守。如果老夫能突破天阶，年轻个几十年，再掌握这36计的话，定要重回战场，驰骋天下。可惜啊，这功法与经脉，不说也罢。朱尚书，您的功法虽可以借兵士来修炼，可毕竟只是残篇，连我师傅都没办法为你补全最后那一页，也没法助你突破，实在是可惜。是啊，连国师这等高手都没有办法，世间怕也再没人能帮我了。今日要不是灵儿公主赐了我一场大机缘，老夫可能一辈子都不得寸进。要是朱尚书能够突破天阶的话，陛下这边战力就可以大增了，到时候再对镇北王动手，体系更加充足。上官姐姐说，这教书先生突破后对干娘有大用，如果灵儿能用爹爹教的知识帮上忙，该多好啊！这样干娘就会对爹爹越来越感激。可是灵儿并不知道她哪里出问题了呀，怎么办才好？您的快递真实之言已送到，请注意查收。灵儿，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没事，上官姐姐不用担心。楚灵儿揉了揉眼睛，满脸的疑惑。这道声音好像响起过2次了吧？这到底是谁送来的？难道是爹爹吗？也对呀，只有爹爹那么疼灵儿，能通过乾坤袋送东西。在上官燕用关切的目光打量楚灵儿时，楚灵儿同样是睁大了眼睛瞪着他。忽然，楚灵儿眼中闪烁了一道金光，眼前的上官燕就变成了一个活动的骷髅架子，上面无数的经脉和血管，连上官燕哪里有暗伤，甚至内力在体内如何流转的，楚灵儿的眼睛都看得清清楚楚。感受到这一变故，这楚灵儿惊愕的又揉了揉眼睛，马上经脉有消失，上官燕再度变成了人。可是当楚灵儿全神贯注的看时，经脉便再次的出现。聪明的楚灵儿顿时明白了这真实之眼的使用方法。死过姨太神奇了吧！啊，死过姨，灵儿，你姨她死了？没有啦，这是爹爹教我的话。死过姨的意思就是很厉害。朱先生，灵儿要是说，其实灵儿能看出来朱先生哪里出了问题，能帮你突破天阶的话，你们信不信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灵儿，你才3品武者，如何看得透这半步天阶的朱大人呢？上官姐姐，肩部肋骨下方3寸有暗伤，小腹部位置有淤血，而且快流出来了。另外，姐姐胸其实很小，只有灵儿拳头大，之所以看起来大，其实是用了内甲撑起来的。灵儿说的对不对？灵儿，你怎么知道的？我这暗伤只有陛下知道，我记得我没跟你说过，而且我的胸确实……什么玩意儿？血不血用，凶不凶的，不懂，一点都不懂。灵儿本来是不知道的，是爹爹刚刚告诉我的。这话一出啊，上官燕修的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堂堂修罗王，你说红阶以上的大手的，你居然偷窥他这个小女人，而
而且还他妈将他看光了，你这玩意儿1分钱都没给，什么揍的这是？那照这么说来，自己岂不是一点隐私都没了吗？跟光溜溜的有啥区别呀？你说这玩意儿还没法防，咋防啊？这穿衣服跟光腚也没啥区别。上官燕脸色是一阵青一阵红，心里都骂开了花了，怎么站都觉得不自在，就好像虚空之中有一对眼睛在嘲笑他的胸一样。你真是个渣男！我操，原来上官燕快来事儿了，不是那个啊，隔空就能看透天阶强者的暗伤，以及月氏还有凶。妈呀，哎呦我这公主她爹竟然强到这个程度了！以前是干妇科的不，我竟然不能发现对方的身影？难道对方用的是神念看透的？哎呦我操，不愧是嘛妇科，不愧是为修罗王啊！那这世间还有什么事儿能瞒得过他呀？那这么说来，公主说能帮我突破，那不是儿戏啊！那啥，上官将军，你的胸真的只有公主殿下的拳头大？哎呦我操，他妈这老头真勇，人家是小脑发育不完全，你是大脑完全不发育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抱歉，冒失了，公主殿下。嗨，放心好了，你再运转一下内力给我看看。你这里有一根经脉不通，经脉中的内力并不能达到此处，所以限制了你的境界，让你无法突破。这不就相当于说朱尚书脑子缺根筋吗？我说他咋能问出这话呢？公主说的一点都没错，每次冲击天阶，我都感觉那道屏障近在咫尺，却又无法触及，还望公主指点。想要突破，那就只能打破屏障，但你的内力因为功法原因无法冲击到这个经脉处。我觉得朱先生可以改变内力运转方式，试着将内力倒转，这样就能从另一面反向突破屏障了。啥玩意儿改变路线，内力倒转？不是你这玩意儿靠谱不？内力运转那都是根据内功决定的，胡乱的改变运转方式，那万一内力失控相冲，轻则重伤，重则那爆体而亡个屁的了。公主真要这么做？灵儿，这可不是儿戏啊，莫要胡来。应该不会有事的。我爹说过，人要有逆向思维，有些事情正面解决不了的话，换个方式或许会有奇效。既然公主殿下与令尊都这么说了，那老臣便舍命去试试，大不了身死道消。老臣也不愿一直待在地阶，那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朱俊深吸了一口气，心一狠，控制着内力，对那坚不可摧的屏障就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了。找你干他！哎呀我操！反向冲击却是轻而易举的就打破了屏障，一瞬间呢，内力如同江河直奔丹田这片海，这海洋之中顿时形成了一股灵气的漩涡了，将周身的灵气全都吸收了过来。这就是天阶吗？原来最后缺失的那层功法，竟是要让内力倒转。老臣叩谢公主与令尊的再造之恩，如公主不弃，臣愿拜公主为师，哪怕记名弟子也好。朱先生你快起来！你怎么也像我那老徒弟一样，动不动就跪拜呢？灵儿已经有个老徒弟了，不能再收徒了。殿下，反正您都收顾阳武了，也不差我这一个徒弟吧？他是天阶，我如今也是了，他能尊师到我也能，绝对把殿下当姑奶奶一样厚着。只希望殿下莫要嫌弃，把我收入师门吧。好吧，那我为师就收下你了。既然拜我为师，那就记得要尊师重道哦。我爹爹从小教我，不尊师重道的人没有好下场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徒儿定然不忘。这才是好孩子。来，上次你大师兄拜师，我为师送了一份字帖，今日为师看你喜欢兵法，就将这36计交给你吧，此乃师门重点，要好生保管哦。好了，到中午为师要午睡了，徒儿你就先回去吧。那徒儿先退下了。点个订阅吧。王爷，据属下这几天探查，陛下并没有什么大动作，想来是无计可施了。王爷的大业将成啊，今日过后，女帝之位恐怕得挪了。属下提前恭祝王爷登基。他一个臭娘们儿，凭什么和我斗？就看那老不死的李淳风，他算什么东西？我柳志虽说实力不如他柳清雪，但我身后的势力他是拍马莫及。那是，王爷雄姿英发，心有沟壑，这是一介女子能比的。说的没错，其实臣等内心只有一个主子，那就是王爷您呐。陛下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众爱卿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陛下，臣有本奏。陛下，敢问3天前臣上奏关于赈灾一事，陛下可有办法？灾情大于天，陛下可不能对那些灾民坐视不管，这实非明君之所为呀。陛下，难道不该给大家一个解释吗？先皇将地
地位传给你，不是让你任性而为的。若陛下德不配位，恐怕难以服众啊！我等绝不会坐视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3天前，陛下可是亲口承诺解决灾区的问题，均无戏言呐。朕一生行事，何须向他人解释？朕又如何任性妄为了？灾区的事无需你们关心插手，朕早已派人带着物资过去，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朕岂会拿百姓儿戏？你们只需要静待佳音便可。这国库不是没东西了吗？户部也无资金，陛下哪来的物资去赈灾？另外，陛下何时派人去的？我等怎么不知？朕自有办法弄来物资，难道朕做事还要向你镇北王汇报？你没有这么大的面子。你。王爷，户部的钱不都是进你兜了吗？朕哪来的东西给他？冤枉啊！是不是那几个老不死凑出来的？陛下倒是神通广大呀，只不过你那些资源够赈灾、够重建灾区吗？这就不用镇北王管了，朕自有办法。另外，今天朕还要处理一件大事，来人，给我将户部尚书和珅绑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陛下为何绑臣呐？和珅，你可认罪？敢问陛下，臣乃2朝元老，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兵临国付出，我的青春全都交给了兵临国，臣何罪之有啊？真要我说，陆指挥使，既然何大人不认罪，那就由你来宣判吧。是，陛下，经锦衣卫全方位的调查，户部尚书和珅15年前升任司州总督后，贪污赈灾款100万两白银，致司州饿死百姓7万余人。10年前升为尚书之后，陆陆续续的贪污赃款共700万两，并于3年前转移户部所有税收资源。以上共计72条罪证，铁证如山。敢问何大人有什么话说？一派胡言！我和珅一生坦荡，何曾做过这样的事？陆炳，我警告你，不要给本官做假证，否则本官与王爷都饶不了你。我劝你想清楚，本王可不是你一个小小的锦衣卫能比的。另外，本王最讨厌胡编乱造之人，最欣赏识时务的。不承认？你以为你做的事密不透风，只是包不住火的？来人呐，将户部侍郎刘表请上来。臣户部侍郎刘表拜见陛下。刘表，老子待你不薄，为何出卖我？你以为你出卖了我就能善终？别忘了，我做的一切你都有份儿。抱歉了，何大人，下官一直以来都是陛下的臣子，识君之路，忠君之事。之所以跟你同流合污，那只是为了收集你的罪证。至于那些赃款，下官早秘密的交给陛下了。如今何大人可还有辩解之词？若是没有的话，那便请何大人随某去剑阁一趟了。王爷救我！陛下，何大人乃是2朝元老，你带走怕是不合适吧？就算是何大人同意，本王也不同意；本王同意，诸位大臣也不同意。是啊，陛下。还望陛下三思，何大人身居要职，若是被处刑，偌大的户部谁来掌管？说的没错，户部统筹天下税收以及一切的开支，何大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这样做岂不让诸位同僚寒心了？你们不同意又有什么用啊？怎么这个天下朕做不了主了？斩一个罪臣的权利都没了？兵临国的皇帝是朕，而不是你镇北王。你只是一个王爷，你有何权利插手国事？兵临国的一切是朕说了算。他和珅铁证如山，朕若是不斩，律法又有何用？户部离了他，和珅就不赚了吗？陆炳，拖下去，于宫外就地正法，谁敢阻拦，按同犯罪处置，一并杀了。刘清雪，你敢？你只要敢杀和珅，本王就敢将兵临国捅个窟窿。你知道的，本王背后有这个实力。哼，镇北王，你这是准备造反吗？不敢，本王只是为了维护2朝元老的安危，阻止朝纲崩溃。区区小错就要杀人，以后谁为帝王卖命啊？听本王一句劝，这里面水太深了，你把握不住。拉出去砍了。今日朕倒是要看看你是如何将这片天捅破的。你真的要撕破脸皮，你就不怕我身后的镇魂宗？我老实告诉你，凭李淳风那个老不死的，根本挡不住我宗3大护法，更别说我镇魂宗还有闭关快出来的荒劫老祖，你拿什么跟我斗？斩！王爷，救我呀！我不想死，不想。禀陛下，奸臣和珅已俯首，这是他的人头，陛下请过目。丢出去喂狗吧。另外，带人去何家满门抄斩，朕等着你捅破天。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们镇魂宗的主力暂时出不来。另外，收起你的小动作，否则朕不介意和你鱼死网破。从今日起，户部尚书职位由刘表接任，退朝。
点个订阅吧。宝贝儿，你说本王该怎么对付那娘们儿？如今和珅一死，本王魏氏大弱，其他的狗腿子也都是人人自危，不敢乱来。哎呀，王爷，这有何难？奴婢有一法，可让王朝顷刻间瓦解。若是王爷想，奴婢还能让那女帝成为王爷的禁臠。哦，宝贝儿啊，你有办法能让冰灵国瓦解？没错，王爷，奴婢何时骗过你啊？不过本王处心积虑这么多年，只是为了把这冰灵国搞到手，再当个人人敬仰的皇帝。你要是弄瓦解了，这本王的行动还有什么意义啊？你再想想，怎么才能既让柳清雪退位，那冰灵国也不至于瓦解？这件事办好了，本王今夜一定好好的宠幸你。讨厌，王爷别使坏，这天还没黑呢，容奴婢好好想想。要弄垮女帝，又不能弄垮冰灵国，可不好掌握呢。王爷，奴婢有办法了。哦，是吗？快说给本王听听。王爷，若是那女帝被解决，王爷能不能把她赏给妾身一个晚上？怎么，你开始喜欢女色了？不，王爷误会了，奴婢心里只有王爷，谁会喜欢女人这种恶心生物？我只是想好好欺辱她。这可是高高在上的女帝，冰灵国第一美人，欺辱起来肯定很有成就感。王爷，你就答应奴家嘛，今晚奴家好好伺候你便是。难道奴家对你的心你还不知道吗？哦，好，本王答应你便是。不过你要记住啊，你只属于本王，胆敢喜欢女人，那就别怪本王不念旧情了。哎呀，快说说办法吧，本王实在是受不了今天的这股气啊！想到柳清雪那冷傲高贵绝美的模样和身姿，这称心眼中闪过了一抹银芒，舌头轻轻舔了舔嘴唇，那是放浪至极啊。不过他不敢在镇北王的面前表现。王爷，您看，现在和珅死了，那些大臣人人自危，不管赈灾能否成功，都已经形不成大气候了。想要凭内部力量扳倒他，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外部力量？你是说？没错，咱们可以找火灵国与金灵国这两个与女帝有仇的帝国合作，借他们的力量来逼他退位。你开什么玩笑？我把他们两国弄进来，岂不是与虎谋皮吗？只怕到时候我骨头渣子都没了。我跟那娘们对抗，终究是冰灵国内部的斗争。若是把外人引来，那性质就不一样了。王爷，此言差矣。若是换个人来与他们合作，那的确是与虎谋皮，但您就不一样了。别忘了，您身后可是镇魂宗，大旗一扯，他们还敢乱来吗？那倒是，有镇魂宗这庞然巨物在其他帝国多少会给点面子。而且接到消息，我宗老祖赵德柱应该最近也快出关了，有他在，一定能罩得住啊。不过照你这么说，他们半点好处没捞到，岂会费力不讨好的与我合作呢？那当然得有好处了，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没好处谁来趟浑水？王爷可以答应他们两国，事成之后割让一些领土与金银珠宝给他们。这样的话，我想他们肯定会乐意的。凭女帝的势力，能抵抗两国联手不成？到时候王爷既能推翻了他，又将大部分领土留下来，掌控在自己手里，两全其美啊！如此大功，若是传回镇魂宗，那么王爷母亲的地位岂不是还能再往上爬一爬？这计划好是好，我用一些贫瘠之地就能获得一个帝国，可是怎么才能确保这火金帝国的人不会事后反水？我可不想干那种引狼入室的活啊！王爷难道忘记了武道誓约？对呀，真是当局者迷，我怎么把武道誓约给忘了？只要合作前签下誓约，他们敢反水对我不利，天道也不会饶过他们。宝贝儿，你可真是我的贴心好宝贝儿啊！来看本王是如何雄姿勃发的。哎呀，王爷讨厌，您就不商量一下具体计划，看看咱们该怎么合作？哎呀，你商量什么呀？怼过完了再说。让他们怼过一会儿，我缓缓。你们听说了吗？陛下今日斩了一个大贪官，户部尚书呢。啊，是吗？这么大的官也会被杀呀？那可不是，那些锦衣卫超凶的，我亲眼看见他们冲进了何家灭门，2000多人，没有一个活口，那脑袋都在那挂着呢。这算什么？锦衣卫一冲进去，何家的狗因为叫唤了几句，都挨了2个大逼斗，狗头都打肿了。启禀陛下，何家满门无一活口，金银珠宝共得800万两黄金，物资正在户部门口等待陛下的过目。资产入库一事，陆指挥使负责监督即可。另外，让刘表去采购粮草，继续送往灾区。有了和珅这笔钱，国库也因此充盈了不少。对了，国师，你的境界可有进展？今日朕与柳志撕破脸皮，以他的性子，绝对不会忍气吞声的。就怕他会去镇魂宗带人来，到时候咱们能撑住吗？陛下放心，除非他们荒街老祖赵德柱出关，否则镇魂宗没有能力介入我冰灵国。凭那3个天阶顶峰的护法，臣有把握对抗。另外，臣已是半步荒阶，只差一个契机便能突破。到时候他们来多少，我杀
差多少？对了，陛下，臣闭关这几天，灵儿丫头怎么样了？灵儿很努力，白天睡起来后都会去狩猎场捕杀一些小动物，目前已经晋升到了5品武者。这让魏忠贤抓了一些灵兽混杂在里面，以供灵儿修炼。灵兽，灵儿能对付了？不会有危险？不会，有魏忠贤在。另外，小燕也是寸步不离的，时刻关注着灵儿的安危。狩猎场周边，这也让御林军围了起来，很安全。修炼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文学这方面，这丫头着实让朕伤透了脑筋啊！学不了，那就不学了呗。等有空了，老臣去教灵儿剑法。看着灵儿那乖巧的样子，老臣不由得想起了殿下的亲女儿。唉，也不知那丫头现在过得如何。若非当初情况不适合带她回来，恐怕她如今也能过得很快乐吧。陛下也就不用受那么多相思之苦了。也不知夫君过得可好，应该也有在思念我，同样受着相思之苦吧。丫头跟着夫君虽然平凡，可是夫君那体贴的性格，一定会将她照顾得好好的。等朕平定了局面，便要将她接来皇城，到时候谁也无法阻拦朕一家人团聚。哎呀，怎么捣鼓我呢？点个订阅。我去你大爷，这都啥逼玩意儿？我他妈砸死你！妈的，你个狗系统！不是这几天签到你都给了什么破玩意儿啊？一件袍子，一仓大米，完还有一什么狗屁的打铁术。我他妈现在可是个修炼者，我堂堂6品的大手子，你给我一个打铁术有个屁用啊？你最主要的，你这东西还他妈这么费事，什么玩意儿？修正一下，是冬暖夏凉免洗款的青色长袍与飞转基因大米，还有至尊打铁术。请宿主不要降低系统的逼格。另外，宣布改飞，非球就该有非球的觉悟。其实系统也是为了宿主好，是想给宿主提高生活质量。你想啊，你在山里不得出去，总要用一些锅碗瓢盆、菜刀、柴刀、斧头之类的吧？有了打铁术，你就可以自己打了，自给自足不好吗？你给我上一边去！他妈搁老子的，你他妈有个屁的逼格！你哪来个逼脸？你不是你哪来个脸？他妈说为我好，你昧着良心说话，你电路板不疼啊？你他妈早晚得冒烟！你瞅着的，老子用你这么打铁术打铁，居然他妈用力砸了1万锤子才能出一把菜刀，真他妈日了狗了都！你这还不如他妈放我下山买一把他妈便宜呢，多钱个逼玩意儿啊！加油努力！宿主已经锤了9999下了，就差最后1下了。宿主的第1把处女座神灯就要诞生啦！不是你狗叫啥呀？咋咋呼呼的，你给我灌了一堆鸡汤，一把破菜刀而已。你以为绝世神兵啊？哪怕砸他妈2万下，它也是个菜刀，永远不可能成为屠龙宝刀。娘的，就他妈知道坑老子！要不是以前的菜刀嘛，拍蒜拍2半了，谁愿意锤1万下子去打菜刀去？我去你妹的，哪他妈凉快哪待着，老子蒸饭去了。哎呀，刚好他妈自家陈米吃完了，今日我尝尝你这破垃圾系统给的破米，我看看味道如何。咣当一下子，粮仓的门被关上。楚墨不知道的是，在他踏进粮仓的那一刻，地上那朴实无华、平平无奇的菜刀，却忽然爆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柱，直冲云霄。太难了，太难了！想要突破到荒阶后期，但遇上青天，难道我赵德柱此生只能困在荒阶中期？明明自己出门前算了一卦，说今日出门必有机缘，可老子寻了一天，有个鸟的机缘呢！话音刚落，一道光柱突现，噗的一声穿透了他身下的云，从他胯下的位置而出，是直射天际。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是一宝出世啊！老子突破的机缘这不就来了吗？娘的，你给这破米真他妈难逃，埋了股胎，淘了我10几盆水才他妈干净。不过这米倒是挺饱满啊！哎，对了，今日宿主爸爸我还没签到呢，这点击签到吧。宿主的手气这么差，确定不多等几天，用多次叠加提高真品的几率？妈，你可拉倒吧！我刚用淘米水洗手了，我一定能出好东西。来吧来吧，我准备好了，你自己动。恭喜宿主获得一只不听话的2哈，宿主可用，请注意查收。哎呀，这系统越来越人性化，这不值钱的东西呢，后边都会主动的加一句宿主可用。我在哪儿呢？不会被你克扣了吧？活物不能存放系统空间，否则就在附近，请宿主自己寻找。6品武者，堂堂武者不求上进也就罢了，居然选择避世隐居，而且这人看起来脑子还有点不太正常，居然自言自语叨叨了半天。算了，反正不关我的事，等我问清楚山中情况，便随手赏点什么吧。这是北原槟榔的气息，而且实力还不弱，竟是半步妖王。此地怎会出现北原槟榔？这玩意儿不是在大陆极北地带吗？难道也是被异宝吸引的？异宝的气息，本皇子游历大陆这么久了，每次都是空手离开那些遗迹，没想到在这里居然碰到了异宝，我一定要获得这异宝，突破妖王境界。等我突破，我就回去夺权，把我爹吊起来打。啊呜啊呜！
哎我操，二蛤蟆这不3把火纯种的，你看那傻逼那眼神，完全能够确认了。好家伙，这块头就挺大，实力可能也不弱吧。这楚墨并没有害怕这实力极强的二哈，在他的心里，这可是系统召唤出来，咋的还能咬死他不成啊？你看谁家系统给的东西能上宿主的呀？分不清谁是大小王啊，咋的呀？瞧那傻狗那小眼睛里的兴奋，这肯定是看到自己新主人之后情难自控啊！楚墨就挡在了院子门口，满脸微笑的就张开了手，等待这狗子扑进他怀里，来个异世界人狗相认。而对面狂奔过来的北原槟榔呢，看到眼前有个区区6品的武者，竟张开手想阻拦他，顿时气的是头冒青烟呢！可恶，敢阻拦本皇子夺取一宝，找死！既然不长眼，狼爷就刨死你！呀，这死狗果然够蠢哈！你他妈是把老子当主人还是当小弟呀？你看老子不打死你！来，使我一记接话发，嘿，闪电5连鞭！我去，怎么回事？天哪，那居然是法则之力！他一个6品武者，怎么会拥有法则，而且还如此浑厚？前辈好强的实力，居然能把这北原槟榔一场收拾了，晚辈颇为震撼呐！我操，光阶中期，我这样的大佬怎么来我这儿了？他会不会看我太帅吗？嫉妒我，然后一掌给我劈死？我该怎么办才能哄住他呢？我在线等，我挺急的啊！哦，那个钱，哎，等等，这家伙拥有这么强的实力，却叫我一个6品武者做前辈，还夸奖我这3脚猫的功夫厉害，玩我呢？如果他真的要玩我，那我该咋办呢？我认了。哎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那个客气了，小事一桩，区区一条狗子而已，要抽他还不是手到擒来嘛，是吧？那个来者是客，既然相遇，那就是缘呐，不妨随我进家里坐坐。看着对方真的没动手，楚墨是长舒了一口气，而院子外的赵德柱同样是长舒了口气。哎呀，没想到眼前这大手子居然那么好相处，果然呐，这种级别的高手都返璞归真了，不会轻易的发火的。既然前辈盛情邀请，晚辈那就却之不恭了。走到院子门口时，赵德柱便被大门上的牌匾给吸引了。我操，这是什么鬼？居然能爆发法则，厉害！连一个牌匾都能散发出如此强大的规则之力，逼得我都无法招架。要知道，我可是能纵横天下的存在，今日居然干不过一块牌匾，看来我还是低估这前辈了。喂，愣着干啥呢？别客气啊，快进来坐，难得有个活人跟我聊天。那个院里有凳子，你坐一会儿，我先去把狗子捆好了。好嘞。对了，前辈，我听说这北原槟榔种族很强啊，在北原一带是个超级大族，族内似乎还有宙级老祖活着，前辈不怕他们报仇吗？二哈居然还有这么好听的名字，北原槟榔。前世的二哈原本好像是西伯利亚什么雪橇犬吧，这说北原好像也对，而且嘛，这货看起来也比较像狼啊。没事，北原槟榔嘛，我知道的，精力充沛，就喜欢拆家。原来前辈知道他的来历啊，那倒是晚辈多嘴了。前辈敢这样养他，肯定是有足够的实力的。我当然知道了，与他齐名的还有那个萨摩耶，还有阿拉斯加这2种傻了吧唧的狗子。以后要是有机会了，我要将这3种狗子凑齐了，一起来养。这可是雪橇3傻呀，养着这3种最爱蹦跶的狗子，那生活一定是充满了乐趣。前辈说的可是冰原白狐，还有雪地冰狮？冰原白狐，雪地冰狮，我去，这异界版的3傻狗居然有如此霸气的名字。没错，就是他们俩。没想到你也知道啊，这2个强悍的种族，他又如何不知呢？加上北原槟榔，那可是北地3大霸主啊，3大种族称霸北原，威风凛凛，无人敢涉其锋芒。而且这3大族都有堪比宙级强者的妖皇坐镇，实力是恐怖至极的。若不是他们只喜欢极寒之地，并不会往外扩张，恐怕能与他们对抗的势力并不多呀。而眼前这前辈居然妄图养齐3大族，那这话传出去，他就不怕被3族找上门灭了吗？晚辈也是略有耳闻。来，这家中的酒刚好被我喝完了，无酒招待，便喝点茶水吧。前辈不渴，还是晚辈来吧。对了，敢问贵姓啊？前辈免贵姓赵，晚辈赵德柱。好名字，我姓楚，就是到处楚的，不是楚墨的楚，楚墨的墨，能在深山之中相遇，也算是缘分了啊。赵德柱，我去，楚墨是连夸了几声，想笑又觉得有些不合时宜，万一对方恼羞成怒把我劈了咋办呢？前辈实力如此高深，身后应该是有大宗门的吧？敢问前辈为何会隐居在山中呢？前辈这个称呼吧，谈不上，身后也没有宗门，主要还是在外边过腻了，在深山之中聆听着蝉鸣鸟叫，其实也挺好，种地，打猎，一辈子一晃而过嘛，开心就行了嘛。这外面和山里不都一样吗？是吧？前辈好心境，晚辈佩服。天下间能有如此想法之人，可从未见过。赵德柱内心是羞愧无比，这就是强者的心态吗？明明实力滔天，却身怀这种不骄不躁、与世无争的性格，这实在是淡泊名利呀。或许只有这般返璞归
为真之人才能领悟武道的真谛吧。与前辈一比，自己的心境差的简直不是一星半点。那个别光聊天啊，你吃这么多干呢，喝茶啊，把我这就当自己家，别客气，你先喝着啊。我厨房煮了饭，我去找点菜，我做几个好菜，晚上吃点再走啊。家中难得来个客人。楚墨的嘴角微翘，他深知一个道理，酒桌之上交朋友，那是喝一个中一个，只要绑住了这大佬的胃，那自己以后出山岂不是有了靠山了吗？这波值啊！前辈可真是大方好客，我如此弱小，既然也把我当成了同辈之人，若是能和前辈成为朋友，定能从前辈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好，我日，这茶难道是传说中珍贵无比的悟道茶，能助人领悟规则之力？前辈居然用这种宝贝来招待我，难怪他说能在深山相遇就是缘，这是友情赐给我机缘呐！可我赵德柱哪里配呀？赵德柱再度的喝了一口茶，一股稀薄的规则之力在嘴里流转，最后渐渐的消散。他虽然切身的接受到了这种温和的规则之力，但是却吸收不了多少，还是心境不够啊，空有机缘却无法把握。唉，真是愧对了前辈对我的栽培。不过这仅仅吸收到的一丝规则之力，都比我闭关苦练30年来的有效啊！赵德柱选择将杯子里未喝完的茶用一个极品的玉瓶郑重其事的装了起来，并放进了储物袋里。他知道凭目前的修为啊，根本就吸收不了，与其喝下去浪费，倒不如把机会留给未来呢。至于茶壶中剩下的悟道茶嘛，他却是没敢再倒了。如此珍贵的奇宝，人家能拿出来让他尝一下，已经是莫大的机缘了。看到赵德柱端端正正的坐在石凳上，楚墨不由得点了点头，好一个坐如钟啊！哎，不愧为修炼者。那个正好前几天宰了一头野猪，今日让客人尝着这鲜美的野猪肉，你再坐一会儿啊，我扒点豆子拿来炒辣椒。哎呀，这前辈怎么可能为了包豆子而包豆子，而且还特地搬到我面前来包？妈呀，这定是有深意啊！哎，等等，搬到我面前包，神情还如此的认真，他一个超级高手都能如此接地气儿的去包豆子。哎呀，难道他是想告诉我，无论做大事还是小事，都要放下自己的身份，把自己当普通人，用最认真的心态去做，才能做好？前辈是想让我摆正心态呀，这前辈果然是用心良苦。只是，哎呀，他为何要对我这么好呢？是看上我了？难不成觉得我赵德柱是个可造之才，又或者心善特地指点？看来是了。如果不是我悟性高，我又怎能看懂前辈的栽培呢？前辈大恩，晚辈再次谢过。楚墨愣了几秒，看了看手里的菜，又懵逼的看了看对方的表情。嗨，没什么大不了的，一顿饭而已，反正我一个人也要吃，就多你一双筷子罢了。难得这来个活人进家里做客了，你倒也能说说话，挺好。那个前辈，要不我帮你？这怎么好意思呢？你要不那啥吧，你帮我把野猪肉给切一下吧。哎呀，见对方答应的如此爽快，赵德柱明显是一怔啊。不是我就客套客套，你咋还认真了呢？还真让我干活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咋样，锋不锋利？这是我第一次打造菜刀，刚刚才完工的，倒是让客人你见笑了哈。不过我相信，我多打造几次以后啊，一定让造型和质量变得更好。我操，他他妈说啥呢？什么虎狼之子，如此的神兵利器，居然说是他自个儿打造的？前辈，您这刀卖吗？如果不卖的话，晚辈倾尽所有来换也行。是啥玩意儿？卖刀？不行，你这刀是我第一次打造的，费了可大劲儿，而且品质还不好，也只能我自己将就着用用。你说我要是拿去卖给你或者换给你，那岂不是坑你吗？你这可使不得，我楚墨一向诚实。其二的话，你说我自己菜刀也断了，所以呢，抱歉了啊，我要不给你我没用的了。楚墨略带歉意的道，他主要还是担心呢，这修炼者力气大，万一拿他的菜刀拍蒜拍断了，那会恼羞成怒跑回来将他这奸商给他宰了。你就是不宰了，万一给个差评啥也犯不上啊。倒是晚辈唐突了，如此好刀，当时也只有前辈配用。哎呀，看得出你挺想要一把菜刀的是吧？你说咱俩也算有缘了。要不这样吧，你下次来串门的时候，我送你一把更好的，全当交个朋友。不过你得多带点酒来啊，我就好这一口。这大佬说啥？说送我一把更好的神兵，还说要和我交朋友。前辈大恩大德，晚辈必当铭记在心。晚辈以武道之心发誓，若以后谁敢得罪前辈或者前辈的后人，在下定让他一家死无葬身之地。小事而已，不值一提。那啥，咱还是先做饭吧，记得肉那个切大片点啊，吃起来带劲。得到楚墨的话，这赵德柱欣然的拿起了刀，准备切面前的这野猪肉。不过这菜刀就像是一个无底洞，
不断的吞噬着他体内的力量，每切一刀都仿佛使出全力一击，丹田的内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吸空了，哪怕耗尽全身的内力，眼前的猪肉都才切了一小半。哎呦，你说这修炼者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啊！切人他会，你切菜就不行了。果然你说术业有专攻，还得看我自己啊！你这杀手和厨子就没个比。那个，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闻言，赵德柱也没推辞，他确实是到了极限了。就在他喘息运功恢复时，却发现体内那干涸的丹田竟然拓宽了几分，而且那久久不曾动弹过的境界居然松动了。原来前辈是借着切菜的名义在给我机缘，想栽培我、锻炼我。可惜我赵德柱无能，竟然接不下送至眼前的机缘，真是愧对了前辈的栽培啊！晚辈有愧，竟没能完成前辈交代的任务，让前辈失望了，还请责罚。啊，任务啊？你说切肉啊？哎呀，没事儿，瞅你的架势，以前也没干过这种活吧？第一次难免有点生疏嘛，你多来几次，你就会找到诀窍了。你这啥时候该进去深点，啥时候该进去浅点，到时候你都会明白。第一次呢，时间短，正常。晚辈在此谢过前辈栽培之恩。哎呀，这有啥的，举手之劳罢了。你先坐一会儿，我上厨房做菜去。前辈不用了，您对我如此大恩，晚辈却没什么可以报答的。这顿饭要不就下次吃吧，下次晚辈定带上厚礼前来，如此吃起来也就不会这般愧疚了。不是咋的？这菜都整好了，你不吃了再回家呀？不了，多谢前辈好意。对了，之前听前辈说家中无酒了，适才晚辈在储物空间中发现了一些陈年老酿，要不前辈看看喜不喜欢？前辈还望不要嫌弃。哎呀，好酒啊！哎，这酒很贵重吧？不贵，前辈喜欢就好。下次晚辈要是能弄到的话，就再带来点。这可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石灵猴一族之中偷出来的极品的猴酒，他自己每次都只舍得喝一小点。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你说来还留东西，这下次来别带这么多了，你少带点就行。好，那晚辈就不叨扰了。对了，前辈，既然您身后没有宗门，那敢问身边可有亲人？若是晚辈遇见的话，当行礼问声好啊。这家人嘛，从妻子跑了之后，就只剩下一个8岁的女儿了。不过女儿也跑江湖上闯荡去了，现在不知在何方。那另外叫何名字呢？不是那个，他出去以后用了假名字，叫赵灵儿，长得这般。好，晚辈记住了。前辈放心，在这南域一带，我还是有几分实力和影响力的。晚辈敢保证，但凡叫赵灵儿的姑娘，绝对不会有人敢找麻烦。哎呀，也不知啥时候我才能飞呀！女儿啊，你快努力带爹飞吧。老祖，您终于出关了，徒儿们期待已久，不知老祖这次突破可成功？没突破，但是也快了，我的境界松动了。师尊，那您还要继续闭关吗？不闭关了，老祖已经明白，到了这个境界，闭死关没用。其实我已经出关好几天了，一直在南域周边游荡，寻求突破的契机。好在昨日让我寻找到了，这是老祖我一生中最深厚的机缘了。老祖可是寻到了天才地宝。非也，老祖其实是遇到了一位超级高手，一位至少达到了宙级巅峰的大佬。什么？宙级巅峰？那等强者传说中都未出现过几个啊？那岂不是达到了手握日月摘星辰的地步了？世间还有这样的猛人？是不是手握日月我不知道，但却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斥着意境和规则之力。光是他周身的规则就让我难以企及，家门口的一块牌匾便能轻易将我重伤。另外，随手打造一把菜刀，都是自带浓烈刀意的神兵利器。此人乃是我见过，不，可能是当世最强之人。宙级强者恐怖如斯，真想去见识一下这样的高手长什么样，可惜没有机会。放心，有机会的。老祖我与那位前辈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我们还约好下次一起吃饭呢。老祖厉害啊，能与这等强者做朋友，那还有谁敢动我们镇魂宗？就是有前辈和老祖撑腰，咱们再也不用怕被气宗以及天一门堵门了。说起那天一门可真是过分，布阵都布到我们宗内的茅坑里来了，居然趁着弟子们拉屎用阵法轰茅坑，真是可恶啊！老子只是闭个关，不知道的还以为老子死了。妹儿，将最近的事禀报给为师。火妹儿点了点头，事无巨细的全部都交代了出来。老子知道了，回头我会亲自去找他两家大人谈谈话的。对了，妹儿，你去将宗门内值钱珍贵的东西都列好清单，今晚让人送给我。老祖，您是要天才地宝突破了吗？当然不是，老祖是为了挑点珍宝，好带你去前辈家串门。我听前辈说，他现在还在单身，若你能入前辈法眼，好处不用我说了吧？师尊，这您知道妹儿想法的。你还挑三拣四，你也要看看人家前辈看不
不看得上你。老实跟你说吧，前辈不仅实力高深莫测，其本人也是帅的一逼。如果帅要罚款，我想以前辈的容颜，应该会被罚到破产。带你去串门也只是试试，估计前辈都不会正眼看你。说你胖，你还喘上了这是。哦，对了，吩咐下去，若是谁碰见了叫赵灵儿的8岁小姑娘，给老子当姑奶奶一样伺候着，谁敢得罪对方，老子刨他祖坟。拜访赵级前辈啊，这是何等殊荣啊！等我儿悄悄夺下冰灵国后，我想老祖大概也会念及大功，将我一同带去吧。万一那前辈喜欢成熟女人，那我胡月娥还能飞上枝头。去，将此信速速带给我冰灵国的儿子。我从老祖出山了，我若能夺下冰灵国，无疑是立下大功啊！雪刀，去通知火灵国与金灵国，让他们尽早行动，本王等着他们共谋大事。草你老木！眼睁睁看着剑气攻击而来，想要躲避，却根本就挪不开身子。无法躲避，无法防御，一根草竟有如此强大的威力。灵儿，国师，快，请赛事一来。好。李淳风一个闪身消失，5秒钟之后又扛着一个轮椅从天而降，那轮椅上还坐着一个一脸懵逼的赛华佗呢。并无大事，看症状是用了大杀招导致脱力了而已。你们做了什么？柳青雪见状，大体的给赛华佗解释了一番。陛下，你是说小灵儿的剑意比老不死还强数倍？这怎么可能？老不死虽然人品不怎么样，长得也丑，可一手剑法还是拿得出手的。一个没练过剑的8岁小丫头，就因为一个梦，然后领悟了剑意，这也就罢了，剑意还远超苦练几百年的剑神。我操，还有没有天理？修罗王传道这么牛逼的吗？我想问问，如果我叫他一声爹，他肯答应吗？会不会也教我一下剑意？你他娘的在想屁吃呢！修罗王怎么会看得上你这小虾米？要不你叫我爹吧，我教你也行。快把你的灵丹妙药拿出来，给小灵儿补补体力啊！赛华佗从储物戒指里摸出了一只卤猪肘子，然后剔下肉，一点点的喂给了楚灵儿。你他妈，老子让你给灵丹妙药，你给猪肘子？你懂个屁！这是老子独家秘方制的药肘子，几口下去就恢复体力了。这玩意儿我自己都不舍得吃，给小丫头的东西我怎敢含糊？好吃，大哥哥这个真好吃。对了，李爷爷，我爹的剑法厉不厉害？你爹的剑法远胜于我，与他那草字剑诀一比，我这修罗剑法完全成了入门剑法了。老夫从未想过，这区区的一株草能成为剑气的载具，也能拥有如此强悍的威力。我以为人剑合一就是剑道的终点，倒是我坐井观天了。在我的见识中，你这草字剑诀可谓是天下第一剑法。李爷爷，按草字剑诀里面说的，人剑合一才是起点呢。真正的大成是做到万物皆剑，一草一木都能当成武器。而剑道登顶的话，就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心剑才是最厉害的。一个念头过去，剑气便能斩出，无剑胜有剑，直接斩破灵魂。不过灵儿行为不够，还做不到这一点。我想爹爹应该能轻而易举的做到。听完楚灵儿的话之后，李淳风是浑身巨震，那久久不动的剑道居然开始松动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好喝，酸酸甜甜的，真好喝。灵儿，你这果汁的瓶盖能否让我舔一下？怎么了，老东西？这果汁有何不妥呀？我还不确定，得看过尝过才知道。希望是那一物吧。灵儿，看在大哥哥和你是朋友的份上，要不你喝完剩下的瓶子给我嗦一口。大哥哥，你嘴馋了吧？爹爹做的果汁可好喝了，昨夜我喝了这个就睡得很香呢。灵儿可喜欢了。但是我不能给你舔瓶子。也是，闻一闻都能让我天残腿有感知，竟是奇珍异宝，我与你非亲非故，又岂能多想？哦，大哥哥你别急呀，灵儿话还没说完呢。我只说不让你舔瓶子，没说不让你喝呀。爹爹常教导我，对待好朋友不能太小气，而且爹爹那么厉害，肯定是能轻松弄到这个果汁的。灵儿不怕没得喝，既然大哥哥有用，那这小半瓶就当灵儿送给你了。如此宝贝，真给我？当然了，大哥哥腿好了的话，就能陪灵儿捉迷藏了。等大哥哥好了，一定天天陪灵儿玩。赛前辈，灵儿这果汁究竟是何物？真能治好你的腿吗？我穷极一生，查阅无数典籍，都只能找到一个办法，让我的腿恢复。但这个办法需要一种至宝，而凭我们的实力，想获得的几率为零。这一物便是石灵猴族猴王亲手酿制的猴王酒。你是说，那荒级以上实力的猴王汇集数千种珍贵的灵果，一生只酿制一次的猴王酒？
没错，能让我的腿有反应的，放眼天下只有这一物了。这是我一生都未曾见过一次的至宝，没想到修罗王竟拿如此至宝给灵儿当果汁喝，真是好大的手笔。不过放眼天下，怕是也只有修罗王拥有这等实力，能轻易获得猴儿酒吧。得亏赵德柱没听到这话，否则肯定大吼起来：“这是老子拼命偷来的，跟他爹有个屁关系！300年了，老夫终于感受到了腿的存在了。灵儿，此恩形同再造，我以武道之心发誓，从今往后，大哥哥这条命就是你的。大哥哥严重了。对了，你这腿为何还是站不起来呢？无伤大雅，其实已经恢复了，但是几百年来从未走过路，还有些不适应，需要锻炼。我估摸着，再过一段时间，应该就可以彻底行走的。不仅如此，腿部经脉被修复以后，我的境界成功突破到达半步荒阶了。老家伙，我现在与你一样。前辈恢复了便好，如今正有你与国师坐镇，想来那些宵小也不敢再乱跳了。放心，陛下既是灵儿的干娘，我便会全力相助的。谁敢来犯，我灭谁！不好了，陛下，属下刚收到最新情报，火灵国与金灵国联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什么？金火两国要来我冰灵国造访？消息是真是假？陛下，属下所言句句属实。如今两国的使者都已派过来了。使者有没有说具体来做什么？回陛下，使者只说是来进行友好的国事访谈，但来造访的主要人物却是两国的国师以及本国的长公主。陛下，属下觉得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友好国事访谈？我们冰灵国与他们金火两国有什么友好可谈的？他们恨不得攻破我们冰灵国的疆域，这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猜错的话，火源和金上两个老东西应该也是突破到半步荒界，想来对老子耀武扬威，从而压迫我冰灵国割让领土，甚至投降。国师所言极是，若是半个月前他们来袭，我们可能真的抵御不住。但是如今，国师与赛前辈都是半步荒阶了，这又有何惧？这一次定让他们铩羽而归。陛下无需多虑，有我二人在，万事无虞。不过听到这话，一旁的上官燕脸上凝重不仅没有舒缓，反而有些欲言又止。上官姐姐，你怎么了？脸色好难看啊，是不是姨妈来了？没有，只是有个消息可能对我们很不利。小燕，难道还有何事能比两国来访更坏的？陛下，据消息说，金火两国似乎前几天被七宗和天一门吞并，属下担心他们此番突然造访，其实是得了两大宗门的手艺。光是两国的高手，我们自然不惧，可属下担心，若使团当中会有两大宗门的高手。此外，镇魂宗老祖也出关了，这个情况对我冰灵国似乎不大利。若真是宗门来人了，怕是不好办啊。陛下放心，有臣在，哪怕是拼尽所有，臣也要保住冰灵国。娘亲，要不灵儿想办法联系爹爹，让爹爹帮帮忙，只要爹爹肯出手，再多人也不怕的。灵儿不用，娘亲与你爹爹非亲非故的，已经欠了很多人情了，怎么能再让他费神管这种小事呢？而且修罗王既然已经隐世了，那娘亲就不该打扰他的清静啊。这是我冰灵国的事儿，灵儿的好意娘亲心领了，我们还是自己解决吧。娘亲，要不你嫁给爹爹呗，这样咱们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人了。娘亲有难，爹爹绝对出山镇场去，到时候哪个来我们修理哪个，你说好不好呀？娘亲其实是有夫君的，只是暂时不能去寻他，所以娘亲不能嫁给你爹爹呀。原来娘亲嫁过人了。哎呀，那爹爹岂不是更爱她了吗？那是最爱呀。记得爹爹有一次喝多了之后，他说过，他与《三国演义》中的曹孟德无异，贼喜欢那个20-30岁的人妻。好像我爹说了，说人妻什么还很润，好像还就怎么是暖和，就是善解人意，好玩，反正就是差不多就是人妻可好。完了，我爹好像还说过，说万一碰着短的，里边还是9成新呢，那赚大发。你别玩性价比了吧，这家伙真会过。就在楚灵儿胡思乱想之际，柳青雪长舒了一口气，没事，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程度，走一步看一步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希望镇魂宗暂时别入场插手，这样我们会稍微好过一些。陛下，镇魂宗可能这段时间不会入场了，因为昨夜他们老祖赵德柱好像为宗门弟子出头时打伤了七宗，恰好天一门老祖也在其中，于是两人联手把他击退了。以他那护短的性格，必然会先想办法出这口恶气。闻言，众人是相视了一眼，眼神顿亮，这无疑是他们几个今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水月魂代表着冰灵国越安全呢。点个订阅吧。娘子，天一门那狗日的，居然窝子气死！他们是连体巨婴吗？而且他俩还敢对老祖我动手，吃了雄心豹子胆。那个师尊，且息怒啊！实在不行，弟子们这口气就不出了吧。他们两宗老祖也都出关了，并不太好惹。不行，这已经不是你们的事了。他们打了我赵德柱的脸，若这仇不报，以后世人都知道我赵德柱罩不住宗门弟子。你们让我的脸搁哪里？师尊，他们两个狼狈为奸，您实力虽比他们强，可一人不好对付他们两个同级强者呀。双
全难敌4手，尤其气宗那个老不死的，最近还炼制了一柄荒阶长枪，老祖武器不如他们也不好打。对呀，武器，我若是能借到那位前辈的神刀，要宰他们俩还不是轻而易举？快，妹儿，准备一下，跟我去拜访前辈。哎，对了，记得穿身好看点的裙子，打扮得漂亮性感点。什么？师尊，你说我们要去做什么？走你，记得穿得漂亮点。师尊，怎么样？徒儿这裙子够正式吧？你怎么越来越不会打扮了？太不懂事了！这么长的裙子，哪个高手会喜欢？换身短点的，快去！妹儿，我跟你说，到了前辈家里，漠视了礼数，另外将你的优点长处尽量展现出来。知道了，师尊，在心里徒儿都排练无数遍了，保证不会惹前辈不快的。不要嫌为师唠叨，若是表现得好，能入前辈法眼，哪怕能赐你一杯茶水，你都稳赚不赔的。师尊，这就是前辈的住所吗？没错，你别指着牌位！我操，你干什么？这字很一般嘛，我看这院子主人书法也不怎么样，哪有师尊说的神奇啊？这字怎么会这么强？连我都无法抵抗半分。我不是让你别乱来吗？上次我来牌匾还都不抽我，这次却连我一起干，肯定是你出言不逊，惹恼了前辈。早知道为师就不带你来了。不会吧？前辈真知道我们之间的谈话？废话，那可是超级高手，早已有了神识，只要前辈想，哪怕你今日穿什么颜色的戒衣，他都能知道。师父，那我们现在进还是不进啊？你这冒冒失失的性可得改啊！怎么当了这么多年的宗主，一点变化都没有？唉，不管如何，你惹前辈生气了，怎么的也得进去诚恳的道个歉。等我俩挑鸡饭，整理好仪容，再去试试，看前辈让不让我们进吧。等本姑娘当了小院主女，成了人上人，第一个把你这牌匾拆了。点个订阅吧。这一个人忙活吧，始终太累了。若是有空，你说这享受一番大保健，能有谁给我按摩按摩该多好？你说说。哎呀，这一时啥都好，就是他妈没钱做大保健去。哪管做个足疗、拍个奶啥的也行，啥也没有。哦，我明白了，怪不得他不杀我，原来如此。这魔鬼就是想将我留下来给他摸。操你个娘气屁的！你他妈这狗嚎也就罢了，你居然敢用那凶狠的眼神看着我，真他妈是打不怕的恶犬哈！惹急了今日老子毙了你，我他妈造狗肉了！我操，大佬，你要干什么？我看起来凶神恶煞，那是因为我是匹来自北方孤独的狼啊！我并不是狗子，完犊子了！这魔鬼彻底失去耐心了，这是得不到我就要彻底毁掉我，好狠的心呐！我英明神武的白凤皇子就要被一锤子打死了，这可是打造雨姬至宝的铁锤，规则之力都能被他牵引，我这小身板哪里能扛得住一下呀？看来我命中有此大劫呀！意识到事情不妙的他，赶紧抛弃了心中的坚持。他舔着舌头，一脸谄媚的摇着尾巴，嘴里还发出轻呜声。你看，妈的，你这怂狗，他妈吵架没输过，打架没赢过是吧？不得不说呀，你说二哈的颜值还是很高的，真他妈像一匹狼啊，狼模狼样的，你瞅瞅。不过，哎呀，你说这小玩意儿，你说你这啥造型呢？挺别致啊！你对我那破剑干啥五体投地呢？哎呀，果然这棍棒底下出好狗啊！我还是喜欢你刚开始那桀骜不驯的样子。要不你恢复一下？哎呀，你说荒街的狗子，以后老子能人仗狗势了是吧？谁他妈敢惹我，老子放狗咬死你！哎，行了，老子们没空搭理你，我睡会儿。白风很识趣，赶忙过来用他的弱化版的狼牙风风拳给楚墨按摩捶背了。本皇子先虚与委蛇，借他之力多突破一些实力之后，再寻机会报仇。我白风定要翻身做主人。哎呀，得劲！哎呀，我去，这力度！来，再给爷用点力，晚上赏你块大骨头。哎，你说果然有聪明的主人，他就有聪明的狗子，五心甚慰呀！哎呀，前辈，晚辈赵德柱今日带徒儿特来拜访，还望前辈莫要生气。哎呀妈呀，你不是几天前送我酒那个吗？快请进！前辈，这是我那不孝徒弟火妹儿。火妹儿见过前辈。姑娘你好，来者是客，快请坐。谢谢前辈，前辈客气了。那啥，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刚才打铁来着，家里没茶水，容我洗个手，我再泡点茶先啊。哎，好的，谢前辈不用那么客气的，我跟师傅喝什么都行，泡茶太麻烦了，要不就喝水吧。那行吧，上次泡了一壶，你师傅都没喝多少，想来那茶嘛好像不合胃口是吧？那喝水吧，我倒去啊。我还以为前辈七老八十，没想到又帅又接地气，连走路都这么潇洒，而且也没计较本姑娘之前的无礼，真好。好你奶奶家的二大爷，老子怎么就收了你这么个败家玩意儿？要被你气死了！师傅咋了？还咋了？你为什么要拒绝前辈的茶水？你知道那是什么茶吗？那可是悟道茶呀！悟道茶？要不我去跟前辈说说，还是喝茶算了。你也是一宗之主了，能不能别像个小姑娘一样，想法那么天真？那可是悟道茶，前辈赐你居远，你却拒绝，现在又
要回去。你把前辈当什么人了？可是师傅，你一再告诉我要客气，要尊重前辈的呀。徒儿可是按照你说的做的。我去你妈！你该让你尊重的时候，你他妈指着牌匾满脸不屑，在那叭叭的，害他妈我被抽了一顿。不该你尊重的时候，你他娘比谁都拒绝的快。你是什么玩意儿？你干啥来了？这赵德柱是痛心疾首的捂着胸口，一言不发。活了几百年的他明白，跟女人争辩，哪怕他妈是个年纪不大的女人，你也吵不赢啊。他们除了会承认自己嫁错人之外，不会承认任何的错误。要不是眼前这丫头是自己一把屎一把尿给他喂大的，他早他妈一刀给他劈了。你等回去了，我他妈再一把屎一把尿再喂你啊！这么好看，点个师傅，你看那边有只帅气的狗子在打铁呀，而且两只狗爪子挥着铁锤，还挥得狗模狗样的，真像那么回事。前辈家养的这条狗好生聪明啊，而且特别强壮，徒儿也想要那么一只狗了。你想养它，你嫌命长了吧？你再好好看看，那是什么？什么？3把火，蓝色眼眸，荒阶气势，这是北原槟榔！我的天，前辈居然用妖王级别的槟榔当苦力打铁，好大的手笔！妹儿啊，你别这么咋咋呼呼的，老实点坐着不行吗？不行，好不容易见识到这种活着的超级强者，还不能让徒儿我好好看看他的洞府吗？徒儿又不拿前辈的东西，就看看而已。哎，你呀，什么时候才能成熟长大呀？话说这槟榔上次都才半步荒阶，如今居然突破了。也对，在前辈手下当狗子，能不突破吗？师傅，你快看，粉色长剑来，从没见过的颜色和款式，好漂亮啊！你是要给你师傅送终吗？别碰！师傅，怎么了？痛死我了！好奇心害死猫啊！本皇子躲着这把剑都来不及，你们居然还敢凑上去！师傅，这到底是什么？好像是刚打造出来的。师傅，你这枕头咋回事？你还有脸问怎么回事？老子要不是有先见之明，带着你这不孝徒弟，迟早被坑死。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坐在这儿等前辈？这里可不是自己宗门，你可别咋咋呼呼的了，可维持规矩点。这不是宝剑太好看了吗？忍不住，所以就……师傅，你说前辈这宝剑到底什么级别呀？为何如此强大？若是能窃到的话，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宰了天一门和气宗？你可真是比熊孩子还要熊孩子，消停点成不？小祖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级别，但似乎比上次前辈打造的菜刀要更厉害呀！我若能获得这至宝，那可是蝌蚪变蝴蝶，变态到起飞，在天一门与气宗有何难？这前辈可真厉害，不仅武功盖世，还会打造超级武器，长得帅也就罢了，人品还极佳。师傅，你可不知道，看到徒儿我的姿色，前辈居然目不斜视，此等人品和定力，简直前所未见。说到前辈，他进房间也许久了吧？怎么还没出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让二位客人久等了啊！你说这打铁整的身上埋了灰牌的，给我擦了擦，耽误点时间哈。来，既然二位不喝茶，那喝点水吧。这山泉水很不错的，我都觉得可棒了。谢谢前辈的水。前辈这次又打造了一件极品宝贝啊！宝贝啊！你说这个呀，这给我女儿打的。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家姑娘在外边闯荡江湖呢，武器必须得有。不过这打造手法有些粗浅哈，铁剑也上不得台面，让二位见笑了。哎，前辈，你有道侣和女儿了？对。那前辈介不介意多个女儿？要是我喊前辈一声爹，前辈能不能也送个上不得台面的剑？什么玩意儿？不是那啥，姑娘你别开玩乐啊，咱俩年纪差不多，怎么能叫我爹呢？你要是喜欢这剑的话，下次你来，我再送你一把便是呗，又不是啥值钱东西。不过你得自己带铁矿石来啊，我家没铁了。前辈，妹儿生性活泼，爱开玩笑，前辈别搭理她。如此之宝，岂能是她配得上的？来，咱们喝水吧，喝水。前辈，妹儿敬您。师傅，这水竟拥有悟性之力。等等，喝了前辈这宝贝后，我好像来感觉了，就这么突破了。真能提升几分钟时间的悟性啊！没猜错，这是传说中五台山被大家俗称万岁泉智慧水的般若泉吧？啥玩意儿？智慧水？妈呀，我这水这么牛吗？老子喝了半缸水都不见有吗半点用，你们喝一杯就突破了？不是，难道这水是真就不简单？一桶不得卖20多呀？你说这狗系统他妈连物品介绍都没有，真那么坑啊？三泉还有点甜，怎么没听过？不过这效果是真厉害，都快比得上上次前辈给我喝的那个悟道茶了。师傅，你就别痴心妄想了，这农服三泉效果这般强大，想来前辈获得也不容易，能给你喝一口就不错了，咋还挑3拣4？不是，这并不难获得呀。那旁边那井里不都是这水吗？你们要想喝，拿桶打就是了呗。这管够。虽说自己喝了没用，但是对方有用的话，他也不介意结个善缘嘛。就冲你俩这么能吹，这朋友我他妈交定了。我通体舒坦，要不是系统时刻提醒我是个废物，我都快以为我是超级强者。你说这对师徒俩既有本领，说话还有趣，超喜欢他俩。你俩有那个账号啥的没？那直播的那个啥，这还是德云社卖票的，我去。前辈，上次来院子里还没这口井吧？没有，昨天早上我才把这井搬来的。你别说，这水还真好喝。师傅，这种极品灵泉应该都有高阶护宝妖兽守着的吧？那是自然，品阶越高的宝贝，守护兽将越强。等等，那前辈获得这泉水费了很多的力气。
气啊。哎呀，不费力气，我这有双麒麟臂在，我就获得这口井了。没说错，自己签到之前吧，都习惯冲一发，完增加手气嘛，是吧？我可真是诚实小郎君呢。虽然说起来有点难为情，但是我从不说谎啊，是吧？史上闻言，这师徒二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可是这大路上也没听到哪儿死了这老些生灵啊？难道我的妈，他竟然破碎虚空去了别的地方，在其他位面杀的？哎呦我天哪，羽级大佬啊，恐怖如斯，不敢想都。哎，对了，老赵啊，我听你的话，咋的？你喜欢上次那茶呀？晚辈很喜欢，本来带了一杯回去，想分妹儿尝尝的，但那茶太好喝，太珍贵，一不小心被我喝没了。嗨，你们早说呀，那玩意儿珍贵个。你回去的时候我再给你带点回去。看你上次生那老些，我以为你们不喜欢喝呢。原来是舍不得呀。你跟妹儿姑娘等等啊，这茶叶我挺多呢，我给你拿点来。妹儿，我见前辈挺喜欢你的，眼神时不时瞅瞅你，这次倒是得了你的面子，为师才能获得呀。前辈确实挺平易近人的，妹儿也挺喜欢他，但是前辈有女儿有妻子了，弟子有些犹豫，这样总觉得不太好。前辈您这是茶叶啊？你跟妹儿姑娘不是喜欢喝这茶吗？作为朋友，我全当送你了，也不值钱。望着这一幕，赵德柱就觉得脑袋一阵的眩晕，心脏都仿佛窒息了，马上就嘎了。这可是悟道茶呀，这哪怕是红级高手能拥有1、2片，那都会当宝一样的珍藏起来，那指不定哪天卡瓶颈了就能用得上。可是自己这面前却是满满的一麻袋，你这玩意儿传出去，不知道能造成多大的轰动呢。赵德柱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旁边的火妹儿却是俏脸涨红，兴奋的尖叫着，一把就扑了上来。点个订阅吧。好多悟道茶，前辈你太大方了。你干什么玩意儿？前辈，这悟道茶都是给我们的吗？悟道茶，这叫悟道茶呀？是我孤陋寡闻了。那啥，不过在我看来，这不是多值钱东西，和普通茶叶没啥区别。我仓库里还有好几百斤呢。啥玩意儿？普通茶叶？我去！这赵德柱和火妹儿惊呆了，这就是大佬的气魄吗？别人的悟道茶都是按片算，这大佬居然是按斤算。哎呦，那服了，彻底服了。哎呀，这一定是前辈在试探我和妹儿的品性，否则我们非亲非故的，他怎么可能送我们如此多的悟道茶呢？总不能看我们的实力就想交个朋友吧？如果没猜错，只要我接下这一袋茶叶，恐怕我们师徒就在这场测试之中被淘汰个的了。前辈也将对我彻底的失望，这以后想来串门将再无可能了，更别说等会儿提出借刀这种过分的请求了。所以我赵德柱务必要秉承本心，不能让贪欲占据理智。想透了一切之后，赵德柱眼中露出了智慧的光芒。前辈，这太多了，无功不受禄，我们拿几片叶子就好。说罢呀，便用手在里边捡了10来片那个样子。不是我给你就拿着呗，又不是你管我要的。你这小子们又不是第一次来了，你太客气了吧？跟我客气啥呀？我拿着茶叶不顶用，还他妈占我位置。妹儿姑娘啊，既然你师傅不要，那这东西我送你吧，你拿回去给你师傅没事泡点，慢慢喝啊。好，谢谢前辈，我可不像师傅那样，明明就很喜欢，却遮遮掩掩。另外，这是前辈给的，所谓长者赐不可辞。如果前辈需要什么的话，大可以告诉晚辈，晚辈定尽一切力量为前辈取来。只不过我们可能会拿不出价值媲美悟道茶的东西了，毕竟晚辈的手段无法跟前辈比。完了，BBQ 了，以后别想来前辈家里了。平时要你干活了，咋不见你手这么快？哎，你这才是年轻人嘛，少讲点规矩和客套。你该开玩笑开玩笑，你处起来轻松多了。这玩意儿，你像老赵那老头子太古板，实在没劲。不是老赵啊，不是我说你啊，区区一点喝茶叶，你跟我客气个啥呀？或许对你们很值钱，但对我它不值钱。你要实在过意不去，你下次多给我带点酒就行了呗。说完，楚墨又给两人倒了一些井水泡好的茶。赵德柱端起茶，双手剧烈的颤抖，边喝边打量楚墨的表情。见对方真的没有发怒，赵德柱明显愣住了。哎呀，难道自己吗？猜错了？哎，等等，自己肯定没猜错。前辈之所以拿着茶叶给妹儿，难道是在暗示我他看中这妹儿了？想到这儿，赵德柱这手也不抖了，人也不颤了，腰杆子挺直，格外的精神。哎呀，哎我去，太他妈好了！不枉老夫养他这老些年，你说说，养女多年，老夫和前辈的关系稳了，妥了。对了，前辈，您送我们这么多至宝与机缘，我们真的无以为报。我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宝贝，要不我高攀一下前辈，将我宝贝徒弟妹儿嫁给您当小妾咋样？实在不行当个丫鬟也可以的。这什么玩意儿？长见识！修炼者都这么直爽吗？就是你们。可是这姑娘她看起来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你说这样的傻婆娘她啥也不能干呢？这话有问题吗？没啥问题。你说我要她啥用吧？那个老赵啊，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在下已经是有家室有女儿了，只能说抱歉了。对了，媚儿姑娘，你和老赵是哪个戏班子的啊？不是啊，呸，那个是哪个宗门出来的呀？我们啊，来自镇魂宗，南域3大顶级宗门之一。不过在前辈眼里，就跟蚂蚁过家家一样，不足挂齿。对了，前辈，为何突然问宗门呢？可是有事啊？是这样的，那啥，我目前也有6品境界了嘛哈，所以想了解一下附近的宗门。等2年以后，我从山里出去了，也想进个宗门啥的。楚墨有着自己的打算，系统要困他2年，这2年自己能到什么境界，完全取决于自己女儿楚灵儿。再说了，现在女儿在哪儿他都不知道。若是他能靠着熟人的关系提前进个宗门，也能方便他寻找女儿啊，并为他提供一个稳靠一点的修炼环境。听到这话，火媚儿与赵德柱相视了一眼，内心狂震，满脑子都是一句话：前辈没有宗门，前辈想进宗门。至于楚墨说的他只有6品武者，则被他俩自动就无视了。一个6品武者能把悟道茶当枯树叶处理，能打造超级武器，能轻而易举的将半部荒街的槟榔就给弄突破了。你闹呢？前辈，您真想要入宗门啊？那个，如果宗门不嫌弃我的话，你说能进那就进个呗啊！只是，哎呀，我怕没有宗门收我呀，我对外界势力我也都不了解，你说这咋整？前辈，实不相瞒，我正是镇魂宗的宗主。若是前辈看得上的话，不如来镇魂宗，我愿意退位，将宗主之位让给前辈。从今往后，您就是我们镇魂宗宗主了。媚儿甘当前辈身边的副手，为前辈打打杂，好好伺候前辈的饮食起居，您看怎么样？不行不行，我不当宗主。哎呀妈呀，这咋咋呼呼这大御姐竟然是啥一宗之主，她居然让我接她位置，你开什么玩乐啊？听到对方拒绝，火媚儿是黛眉微皱，在她的眼里，这是前辈嫌弃这职位太低呀。也对，如此高手岂能只当个宗主呢？赵德柱显然也看懂了。前辈，宗主是万万配不上您的，要不您当个太上长老？不是，哎呦我。那茶有度数吗？几个菜呀？你宗主他都嫌位置高了，这老家伙还让他当什么太上长老？你这不故意坑他吗？见他沉默翻白眼，火媚儿美眸一眯，暗暗的打量了赵德柱一眼，心里下了个决定。前辈，不如这样吧，我以宗主之名让我师父退出开山老祖之位，您来当宗门老祖，咋样？哎呦我笑啊！你看我这徒弟，这可笑死老赵头了。楚墨明显被这话吓到了，不光嘴角抽搐，连脖子都痉挛了，导致脑袋一点一点的看着楚墨点头，这火媚儿与赵德柱都是大喜过望。太好了，感谢前辈赏脸，从今往后您就是我镇魂宗唯一的老祖了，而我赵德柱甘愿降成太上长老，为前辈鞍前马后。不是，这俩师徒真是脑子瓦的了吧？这叫什么坏了？竟让我一个6品武者当啥？当老祖？你该不会是老赵头自己懒，不想处理宗门事务，所以特地找个垫背的吧？老子万万不能着了你的道。那个不是你们是当真的吗？当真，比真经还真。我先说好啊，我这几年不能出山，所以我想就住这儿，可以不？另外宗门的事儿我也不管，还是你俩搞定，你行不？当然，您现在是老祖，您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对了，老祖前辈，您需要侍女吗？我让媚儿留下来。那啥，不带了。那个媚儿姑娘身为宗主，你说必然很多事儿需要处理，岂能与我待在这深山里？那成啥了？楚墨可不敢让对方留下，如此孤男寡女相处一世，岂能不擦枪走火啊？最重要的，未来妻子柳清雪与女儿楚灵儿若是回来，自己该怎么交代呢？他可不是一个滥情之人，只想保持原有的家庭。赵德柱叹了口气，也并没有太过沮丧。为什么呢？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他家火媚儿有的是机会，都是一个宗门的人了，可以时不时的回来探亲嘛。这探着那不就亲上了吗？对了，前辈，晚辈最近弄到了一个宝贝，您见多识广，帮晚辈长长眼，看看是啥。若是前辈喜欢的话，就留在家中吧，全当晚辈送个礼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赵德柱从储物空间掏出了一个拳头大、通体晶莹、散发着火光的大宝珠，这玩意儿可是他们镇魂宗的至宝，南明离火珠，他怎么可能不认识呢？这也不过是特意的找个借口，想送给楚墨当还礼的。楚墨接过一看，珠子上散发着热量，就像抱着一团火炉一样。另外，珠子的火光也是十分的亮，有些像夜明珠，但是比夜明珠亮了100倍不止。在哪儿见过呢？赵德柱和火媚儿相视了一眼，重重的松了口气。哎呀，看来前辈是认出了这宝贝的珍贵之处啊！前辈怎么样？可喜欢？我喜欢倒是喜欢，只是我觉得这玩意儿这么眼熟呢。眼熟？这怎么可能？晚辈查了一下古籍，好像说这个叫南明离火珠啊。古籍上说，南明离火珠整个大陆都只有1颗呢。不是
我真觉得挺眼熟。那个，你容我好好想想，我蒙住了。我这岁数大了，记性不太好。楚墨敲了敲头，脑中灵光一闪，似乎想起了自己在哪儿见过这种珠子。哎，老赵，你说这珠子全天下独一无二？没错，古籍是这么记载的。要是普通货色，晚辈也不好意思拿出来找前辈鉴定啊。闻言，楚墨的脸色变得一阵怪异，在二人的注视之下，转身走进了屋内。10几秒之后，抱着一个破旧的火盆子走了出来。老赵啊，那你帮我看看，我这是啥呀？前辈，你这我那他什么情况？南明离火珠这么大一个，不是说这珠子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吗？为何前辈你家也有一颗呀？我也不知道啊，我在我家门口捡的，我见它挺烫，完了我就拿来当炭火烤了。那你也知道，这一个人睡天有点冷，有这珠子我睡得可踏实了。其实啊，这是系统签到得来的，除了当小太阳照明取暖，一点卵用也没有，所以一直就没被他放在心上。可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大来头呢，啥独一无二？哎呀妈呀！但是现在它不是了，它二了。自己当成至宝的东西，结果在前辈的家里却成了普普通通的火盆子。所以在前辈的眼里，南明离火珠等于炭火，烤肉用的。赵德柱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啥，这珠子我接下了，反正呢茅房也需要一盏灯了，不然晚上如厕太黑了，容易掉粪坑里头。楚墨在心中补充了一句，看他们俩那么稀罕这珠子，他可不敢将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哎，对了，你有啥事你就直说行不？咱别整这一套正儿八经的。老祖，实不相瞒，这次前来，晚辈的确有一个不情之请，敢问老祖能否借上次那把神刀给晚辈一用？晚辈想斩些歪门邪道，以定宗门之安。刀？什么刀？前辈，就是我上次来拜访时您打造出来的那把青菜刀啊！您还说是第一次打造，就那把。其实上次楚墨还说要送他一把的，不过他不敢问呢，毕竟此等神器岂有送人之理，供起来当祖宗都来不及呢。哎呀，妈，太狠了啊！就那把你说很牛的菜刀啊，那咋的？你要借他呀？不到底咋回事啊？不，你家还有摆流水席啊，红白事啊？咋的？刀还不够用啊？见楚墨问话，赵德柱事无巨细的将天一门与气宗的欺压之举说了出来。就是这样，他们不仅欺压咱们镇魂宗的弟子，晚辈上门讨公道，还被他们联手用重宝击退，所以晚辈才想借老祖您那把刀，用来给宗门找面子，给那俩家伙一个教训。但是恐怕只有您的刀才能压得住他们的武器了。如果有此刀，晚辈必能胜过他们啊！行，哎呦，嫌多大事儿，拿去吧，反正我又打到了一把款式更好的。既然你执意回家，那我也就不强求了。那有空你多来做客啊。前辈，我们走了，下次妹儿再来伺候你。对了，筒子，签个到吧。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儿童款金缕玉衣一件。金缕玉衣质地柔软丝滑，冬暖夏凉，可随穿戴者1年，变化成任何儿童款式，水火不侵，防御惊人。另外免洗。好东西啊！哎呀，快点，把这衣服邮给我宝贝女儿顺风啊！防御惊人这一点那就很重要，有了这衣服，我女儿安全就得到保障了。哎，对了，筒子，你将我之前打造那把剑也一并带上啊！完，你快点送加急，我给你5星好评啊！邮寄成功，已完成妥头，请宿主收好回执单。禀陛下，两国国师与两国长公主已经快踏入皇城，目前还有3里路，我等该如何是好啊？终于来了吗？诸位爱卿，尔等怎么看？该怎么招待这群来客？话音落下，角落里的镇北王柳志嘴角一翘，朝着自己的狗腿子们使了个眼神。陛下，既然两国派人前来，又说是进行友好国事访问的，那么臣以为陛下当亲自去皇宫门口接待，并摆好仪仗，大力欢迎。我兵临国乃是大国，陛下又是仁义之君，万万不能失了礼数，而且这可是促进咱们3国友好的大好机会。我们与两国一直以来战事不时，边疆民不聊生，若是因为礼数问题得罪两国，使关系更加恶劣，导致战事多发的话，陛下恐怕对不住兵临国上下所有百姓呢，还望陛下深思而定。放你娘的狗屁！陛下乃是什么身份？他们又是什么身份？区几个国师和长公主给陛下去接，而且我们几国频发战乱，关系早已差到不行。加之近日两国国师突破实力，此番前来定是为了惹我国威。若陛下亲迎，岂不正中下怀，显得我们怕了？既然常尚书也说咱们兵临国是大国，那么我以为当严阵以待，摆出最强的武装力量，让他们知道我们兵临国的决心与底蕴。若是因为礼数而开战，那只能说我们不够强硬。那么战又何妨？如此多的先烈战死沙场，尚且不怕，我等岂能贪生怕死而弱了威风？我兵临国没有怕死的将军，至于某些狗怕不怕死，我就不
不知道了。你骂谁是狗？谁接话骂的就是谁。老子脊梁骨没有断，可不像某些狗只会贪生怕死、卑躬屈膝。朱俊身上天阶初期的气势炸裂，常威顿时哑了。毕竟呢，他不会武功啊，不敢造次。臣等附议。好，陆炳、朱俊、魏忠贤，你们三人将锦衣卫御林军以及西场所有地阶以上的精锐都给朕调来，务必摆出朕兵临国的威风。其余人随朕在殿中等候即可。陛下，此事不。来人，插出去。且让你得意一番吧。等这两国将你地位掀翻，本王便去求见我镇魂宗的老祖，将两国之人也给宰了。到时候这三大帝国便都是我柳志的囊中之物，而你柳清雪也只能当个阶下囚。本王要将你埋进青楼。这么好看，演个两位国师与公主远道而来，两国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可莫要说是为了国家有益，朕断然是不会相信的。既然陛下问及，那我等也不隐瞒了。一直以来都听闻陛下的兵临国人才济济，所以老夫便奉我皇命令，带着长公主前来交流拜访。只是今日一见，似乎没见到什么人才呀。除了镇北王能入老夫眼以外，难道兵临国的人都死光了，或者说被陛下给藏起来了？我等远道而来，还望陛下莫要吝啬，让咱们三国互相切磋一番，增进一番友谊，如何？你俩果然是突破了，而且一来就动手。你们两个老东西，以为老夫这个国师是死了吗？身为臣子，既然是来拜访我皇，见到我皇何不下跪行礼？真是越活越回去啊！不管你们有何目的，先给老夫跪下说话吧。还敢上门踢场子？你们也不过如此啊！你老不死，你也突破了，都是我们小瞧你了。想把我兵临国当软柿子，弃我朝纲无人，要来拜访就做好，要挑事就开干。见二人偃旗息鼓，李淳风也是悄然地退至女帝的身旁，身子忍不住的微微有些颤抖。别人没发现，但是柳清雪发现了，李淳风的手都抖得跟帕金森一样了。老师，你怎么样？他二人实力不弱，我硬扛他俩，受了些许的轻伤，我要调息一会儿。陛下您先看着办，不用担心。陛下若有危险，您身前必有老臣在。久闻女帝行事果断，现神性格霸道凌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二位公主也是胆气过人，竟敢与两大国师深入朕的兵临国。以三国之间的关系，你们就不怕朕将你们永远留在此处？我想陛下是绝不会做这么没品位的事。两国交战，尚且不斩来使，而且我们此次前来岂能没有准备？另外，我们来兵临国拜访陛下，也是来送礼，缓解三国之间紧张关系的。送礼？没错，送礼。陛下请看，此乃万年寒冰所凝结的冰魄灵珠，效果和珍贵程度不用我们解释了吧？这珠子就是我们两国送陛下之大礼，还望陛下莫要嫌弃。此物朕很喜欢，那么朕就收下了。陛下且慢，这礼可不是这么轻易就送的呀。世人都传边邻国智者无数，今日我等想见识一下。我这宝珠乃是在极北之地获得的，珠子有两个小口，一个进，一个出，里面9曲18弯。我父皇在临行前说了，若是边邻国有人能在不损坏宝珠的情况下将此珠用线穿好，那这珠子就送给陛下。送得起就送，送不起拿着珠子就滚蛋。你们什么意思？也是陛下脾气好，可我早把你们这群虚伪的家伙撵出去了。朕的兵临国自然是智者无数，能人巧匠更是不少，用线穿过区区一个珠子，又有何难？哦，是吗？陛下可真是信心十足啊！不如这样吧，咱们在这件事上加点彩头如何？说是陛下能穿过灵珠，这珠子便送给陛下；若穿不透，那么陛下就得让出2州之地给我们2个帝国，如何？你们打算盘的声音，北域都听到了。陛下，您不会是不敢吧？看来这堂堂女帝也有吹嘘实力的时候啊，连如此小小挑战都不敢接，还真是。柳清雪丝毫不怒，这兵临国总共有13个州，而对方开口就是2个，显然这珠子不会那么容易穿过。但如果不应战，那到时候便会丢了国家的气势，会导致他在军民两界威望降低的，届时不利于他的帝王之气啊！所以这挑战不接也得接。朕接了又何妨？不过你们光用一个珠子就想空手套白狼，这可不行。不如这样吧，若是朕麾下之人穿透珠子，你们同样一国拿出靠近边疆的1州之地送给我兵临国，可敢否？好，那就这么定了，还请陛下签下天道誓约。来人呐，将宫中的绣娘全部带来。陛下有旨，谁能不破坏珠子，并将线穿透这2端，陛下将有重赏。来，排好队，一个个来。一听有重赏，这绣娘们都兴奋不已，卯足了劲。可是几十个心灵手巧的绣娘怎么也无法将这线穿透珠子，一群人满头大汗的围在一起，叽叽喳喳的商量个不停，都没能拿出主意来。要不百度搜一下子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
上官姐姐，加飞快点，这会儿飞的感觉真好，太刺激了。哎呀，灵儿，姐姐刚突破没多久，内力还不够浑厚呢，陪你飞了一天，内力都耗差不多了，你让姐姐下去休息一下嘛。哎，陛下跟师傅来了，我们下去看看。娘亲，你也是来送灵儿上天，与太阳肩并肩的吗？娘亲遇到难题了，暂时没空陪灵儿呢，灵儿自己先去玩一会儿吧。娘亲，遇到什么难题了？给灵儿说说呗。爹爹说我打小就聪明，也许灵儿这次也能像上次一样帮到娘亲呢。就是这样的，若是娘亲不能用线穿透这个珠子，那么就要输走很多领土，而且地威也将大受打击，到时候国家内部会变得更乱，百姓也会离心离德的。但是娘亲想尽了办法，找遍了能人巧匠，都无法解决。好编啊！夏天又来做编针水果，再合适不过了。灵儿，你喜欢的话，要不你就拿着玩一晚上吧，明天母亲再拿去退给那两果。对，灵儿喜欢这个珠子，而且感觉娘亲跟这个珠子也很契合呢。我爹说过，别人的东西只要弄到手，那就是自己的，哪怕坑蒙拐骗来的都得留下。我凭本事弄来的，我为啥要退？可是娘亲立国听到是约的，不退就会五雷轰顶而死。不行的话就退给他们，娘亲晚点再集结高手去强行抢过来。娘亲不用这样的，其实只要把珠子穿过去就行了，这样珠子就光明正大的归我们了。可是娘亲，这玩意儿并不难啊，以前在家里爹爹给我玩过的那些鲁班锁呀、七巧板、大魔方，比这个难多了。这都是灵儿玩剩下的花样，轻而易举就能够将线穿过去。什么？灵儿，你说你玩过这个珠子？对啊，说起来也很容易，这珠子想用人力穿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嘛。其他办法？灵儿最聪明了，快教教娘亲。娘亲，这可是我的独门绝技，我要是做到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行，只要不是太过分的事儿，娘亲都答应你。以后灵儿让娘亲回去嫁给爹爹，这他总不能拒绝了吧？这可是他亲口应下的。嘿嘿，娘亲听好了，我们可以找个大黑蚂蚁，用柔软的细线绑在它的腰上，然后再把珠子另一端抹上一点蜂蜜或者糖霜，蚂蚁就会顺着气味爬到另一端，这样一来，这线不就过去了吗？好办法，不过小灵儿，你怎么确定蚂蚁不会在里面的迷宫中迷路呢？到时候走错路线，就会将退路堵死，那不就又失败了吗？所以说啊，需要一种特别细又光滑柔软的线了，这样就不会堵死后路。可是这种线去哪儿找啊？蚕丝很细，但是它会粘，到时候站在珠子里，蚂蚁一扯就断了。柳青雪犯了难了，这金属线蚂蚁拖不动，蛛丝蚕丝又不行，这其他的丝线又怕被蚂蚁咬断。哦，娘亲，灵儿想到了，您看灵儿衣服上不就有吗？说是爹爹昨晚给我的新衣服，不仅能随意变换款式，而且质量触感非常好哟，特别的丝滑，连上官姐姐的剑都划不开我新衣服呢。如果用这衣服上的线，是不是很合适？没错，我用尽全力也没能割掉灵儿裙上吊牌，而且不仅如此，还将我的剑割出个缺口。姐姐为什么总想割我的吊牌呢？你把我吊牌割了，谁知道我穿的是新裙子？你说这孩子，哎呀，你说的真么有道理。你别说你打小聪明，好像果然没说错。可是我们连吊牌都割不掉，又如何能取下你衣服上的丝线呢？灵儿有办法，昨夜爹爹还送了我一把新武器，特别锋利呢，应该可以割下一点点丝线，感觉这个衣服也挺听话。楚灵儿拿起了剑，准备割个线头下来，不过还不带着剑落在衣服上，那衣服就像有灵气一样，自动弹开了一个线头，并抽出了一根丝线来，飘在楚灵儿的手里。一行人便抓来了一只苦逼的黑蚂蚁，按灵儿所说的办法，经历了半个小时之后，这蚂蚁终于带着线穿透珠子内的迷宫，达到了另一边。点个订阅吧。天知道本皇子这几天是怎么过的，从未见过这么阴险卑鄙之人，每次一睁眼还不吼上一句，就是一板砖给老子砸了，反反复复，已经第48次了。这次你总算没发现又醒了吧？可如此对我，我白风定要将你撕成碎片。1万下终于砸满了，破剑给我滚一边凉快去！难道这发现我了？怎么可能啊？你管他那么多，发现了又怎么样？他还能是我的对手不成？受死吧！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动不了了？我的心肝脾肺肾好疼啊！传闻超级至宝问世时需要用特殊的灵血来开刃，他故意留我不杀，难道是准备用我体内皇族血脉祭剑？白风双眼血红，用尽全身力气，艰难地抬起头来，想将眼前的恶魔的样子记在心里。可是当他抬头看到对方打铁的画面时，却是狼躯一震。楚墨拿着锤子，卖力地敲打着剑胚，每一锤落下，都会将天地间的规则之力给吸引过来，然后全部的压缩进剑胚之中。楚墨的头上已然形成了恐怖的规则漩涡了的。望着这一幕，白风是惊恐万分。规则之力他可是熟悉的很，他爹就掌握了一些，所以当了妖皇。但是他爹的规则之力与这恶魔一比，简直就是萤火与皓月呀！我的个娘哎，好恐怖的魔鬼！可是忽然之间，他好像从那似重非重
重的锤法之中领悟了点什么。这看似很重的锤子，在他手里完全就是轻描淡写。难道这就是举重若轻？举重若轻啊！自己苦研多少年都没领悟，他居然如此熟练的掌握。白风眼都不敢眨了，死死盯着楚墨的动作，看了10几分钟之后，忽然他的狼躯一震，卡了他几10年的半步妖王之境，居然就这般的突破了妖王荒阶强者，并且还掌握了一丝规则。感受到境界变强，白风面色复杂，沦为阶下囚，居然还因祸得福了，这有何用啊？这玩意儿，一股悲伤之情就跃然于胸了。自己还没有和老不死的告别呢。就在这白风绝望之际，不远处的楚墨却是将锤子一放，叹了口气：女帝陛下叫我们来，所谓何事？难道是想好分哪2个州给我们了？分地盘，南阳公主怕是想多了吧？好，陛下可是立过天道契约的，难道不打算履行？就这区区一个珠子，我们早就穿好了。该划地盘出来的是你们，该履行契约的同样是你们。什么？穿好了？这怎么可能？陛下怎么穿过的？这并不是朕来解决的，朕日理万机，还没有空来管这小珠子。这么简单的东西，朕的女儿永乐公主随手穿一只蚂蚁就轻松解决了。哼，蚂蚁穿线我们早就试过了，根本就过不去，只要走错路线就会堵死洞口。你们2国有这种结实有丝滑还轻巧的丝线？金凤眉头一皱，用力的扯了一下线，可谁知楚灵儿衣服上那线呢，居然极为的锋利的嵌进了金凤的肉里，险些割到骨头。你们2国倒是慷慨，千里送地盘，以轻请一重。既然如此，这宝珠朕就接下了。另外，还请2位公主和国师履行契约，将地盘划分出来吧，正好择日子过去接手。怎么办？难道真要割地履行契约？本宫不服。不服又怎么样？契约都已经签了，难道你想被反噬，将国运败掉吗？不过真是没想到，他竟真能解决冰魄珠。不过我也有办法，让他把吃下去的地盘吐出来更多。陛下，地盘已经划好了，你们可以随时拿着我们的契约过去接手。对此我们父皇早有交代，一切事宜我们与国师可以全权负责，陛下大可以放心。这次你们过来，难道只是给我们送地盘和宝物的？当然不是啊！听说这冰灵国文武兼备，又有顾炎武这琴棋书画都精通的大儒存在。正巧我火灵国太傅祝枝山与对子王对川长今日都来了，故而想借此机会向冰灵国全体学者讨教一番诗词歌赋。不过彩头的话，这次加一点，便用2州之地来赌如何？陛下，只要你们赢了，就等于再得我们2国4州之地；可若输了的话，不仅要将赢走的地盘退回来，还得向我们2国各赔偿1州。陛下，如此送上门的地盘，您不会不敢答应吧？什么？祝枝山？他就是那当年碾压南域文坛、怒夺南域4大才子第2名之后选择隐退的祝枝山。还以为他死了，没想到他竟去了火灵国当了太傅。这可是礼部尚书顾炎武都不敢说稳胜的对手啊！而且这对川长也在啊。听闻这100年前木灵国第1才子在与其对联赌命时，就被对得肠胃穿孔流血而亡啊！有这2人在，怪不得他们敢挑战我们冰灵国，艺高人胆大呀！这几年冰灵国灾乱不断，帝国无力培养，确实没有出什么人才。加上如今顾炎武赈灾去了，不在这皇城，他们想不出还有谁能与这2人抗衡的。偌大一个冰灵国，又有诸多大儒在此，竟怕了我一个小女子。看来这冰灵国文坛真是一塌糊涂啊！看来这次回去我得告诫所有学子了，这冰灵国的清华学院竟是个摆设，误人子弟呀，还真是可悲可叹呢。冰灵国尚武，文学方面也确实是短板。好，朕应下了。来人，将各大学院的顶尖学子以及大儒大文豪们通通请来。陛下，此举不妥，若是失败，那丢的可是4州之地，哪怕有之前赢来的那2州，咱们自己也还是得搭上2州，还望3思，万万不可着了对方的道。丞相，他国上门挑战，朕若是避而不战，那么传出去，冰灵国的文坛将置于何地？朕麾下的泱泱学子们，未来又岂能抬得起头来？柳青雪心如明镜，帝国文坛本就是人才不多，若是再受到重大的打击，国人对文坛和学院彻底的失望，那么这广大学子恐怕会出国去其他帝国学习，到时候人才流失率将更大，这是顾了眼前失了未来呀！陛下，若实在是要战，不妨派人将顾炎武从灾区叫回来。天阶飞起来很快，应该晚上也能到了，有他坐镇，当稳妥些许。既然馆陶公主要与朕麾下的所有文豪切磋，那么来人，快去灾区将礼部尚书召回来。时间一晃1个小时过去了，冰灵国最顶尖的那批才子和先生都已到齐。陛下，既然人来的差不多了，那就开始吧。题就由陛下来出，在下一并接着就是，尔等可以一起上，亦可一个一个来。
可恶，竟敢大言不惭！我等定要好好会一会你这狂妄之人。哪怕你是4大才子又如何？我们还不信了。这么多人比不过你祝枝山一个。就你们想击败我，还要早2万年。在柳青雪的出题下，两方斗的是有来有回，但是几首诗词热身下来，冰灵国一方很快就处于了下风了。哪怕学院那些先生都被碾压了，一行人被逼得头冒冷汗，焦急不已。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都退下！此战我顾炎武来接手。两人一首接一首，足以流芳百世的诗就这么脱口而出，斗得你来我往。1个小时转瞬而过，他们发现顾炎武的额头已经有了一丝汗水。这可如何是好？难道真冰灵国真无一人能在诗文方面相对抗？若是输了，可是4州之地啊，真怕是要沦为罪人，为列祖列宗丢脸了。娘亲，要不让灵儿去试试？灵儿，这可是国家大事，但凡斗诗失败，输的可就是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不能儿戏。娘亲，灵儿其实会一些诗词歌赋的，爹爹有让我经历什么9年义务教育，我都在爹爹那里学了4年半了，再有4年半都毕业了，灵儿可以的。而且灵儿觉得爹爹的诗词歌赋比这个朱什么善的厉害很多呢。灵儿啊，这事娘亲真不能让你掺和，事关重大。娘亲，你信我吗？爹爹都说灵儿是天才，我真的会啊。灵儿很诚实的，从来不骗人。那灵儿，你就用天才这2个字随便做句诗吧。天才？哎，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娘亲，怎么样？有天也有才。灵儿，你还是好好坐着吧，别添乱了。二狗子，你快点拉，火再大点，快整！哎，没错，风枪就是要这么快速的抽一下插一下，完了才有大风进来，表现不错啊！今晚上赏你块带肉的排骨。有了打铁术之后，这楚墨每天吃完饭呢，就会在山上挖一些铁矿回来，打造农具。也不知道那老赵头啥时候再来玩这，酒都快没了。算了，这老赵应该忙着嘛，厨神大比了吧？既然他没空来看我，那本老爷这个7品大手子，我就来宠幸捅的你吧。恭喜宿主手气超烂，获得唐诗宋词对联全篇，附带小学到高3所有的考试试卷，现已发放，请注意查收。什么玩意儿？我以为穿越以后就不用做卷子，没想到真是世事无常，大肠包小肠啊！楚墨拿着卷子与唐诗宋词，他犯了难了。那做那是不可能做的，这辈子都不会再做题了。可是卷子和书，你这玩意儿也不能浪费呀。我那宝贝女儿正是学习的好年纪啊。虽说老父亲不在身边吧，可身为父亲，总得让他体会到爸爸对他的爱呀。那个筒子，给我把这小学试卷还有唐诗宋词通通给我发过去，就当是爸爸给他努力修炼的奖励了。另外再送个小纸条过去啊，叮嘱我女儿卷子不能丢啊。以后我这个当爹的，我要一张张检查。那个宿主啊，你这样真的好吗？有谁奖励给试卷的？我怕老了以后灵儿把你养气管啊！我怕啥呀？以前我被试卷折磨了10多年呢，我都没把我爹养气管子。要不重新答一下，体验一下。那如今我有女儿了，我还不能看她做试卷，我好好乐呵乐呵？没体会过3年模拟5年高考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好吧，你头妥。另外试卷已经按宿主要求进行绑定，灵儿丫头想丢也丢不掉，摊上你这样的爹，灵儿要是知道了，她不如当时就让你胡墙上呢。你们上一边给你胡墙上。一炷香时间到了，顾大儒，您可是没做出超越祝太傅的诗来啊，真是可惜。哎呀，还是愿赌服输，将地盘交出来吧。这冰灵国文坛呐，当真是不堪一击，不堪一击。你们冰灵国不行啊，加起来都不够我一个人打。望着祝枝山那极尽嚣张的模样，连柳青雪这般清冷的女子都是眉目一凝，恨不得拿剑。就在众人暴怒之际，身旁的楚灵儿的身子莫名的一抖，一道熟悉的声音再次在脑海响起：唐诗宋词对联大全已到账，并进行自动灌输。哎，对面的，刚刚我大徒弟是输在咏雪与孤独这一题材上是吧？那你给本公主听好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轰一下子，这诗一出啊，宛若朝那平静的湖面丢了一吨 TNT 的炸药，惊得众人是汗毛倒竖，头皮一阵发麻。所有人都没想过楚灵儿真的会作诗啊！巧瞧你了，诗倒是不错，只是缺了一丝意境。祝枝山话音刚落下，下一秒，一股庞大的意境却是从天而降，大殿被笼罩在其中，殿内的画面顿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众人早已不在皇宫之中，而是来到了白雪皑皑的江边。要走一声长叹穿透天地，紧接着一股孤独之意朝着众人笼罩袭来，并冲破所有人防线，直达心扉，让他们都感受到了这种荒凉到极致的孤独。怎么可能？这是失忆，这是失忆啊！我穷极一生也只能窥探到一丝棱角，而你一个小丫头怎么可能拥有？一句惊吼将所有人从冰天雪地的江边给拉了回来。祝太傅，这丫头诗很厉害吗？会不会是盗来的？否则一8岁丫头怎么会作诗啊？不可能是盗来的，她若是盗的诗，岂会有诗
失忆，断然不可能。那个失忆，朱大佬，何为失忆啊？为什么你这么惊讶？失忆啊，与你们习武的剑艺、刀艺、拳艺一般，只有在诗词方面达到相当高的境界，方能领悟。一旦领悟诗意，所作之诗都将被赋予灵魂，能左右听诗人的情绪，让他感同身受，甚至还能用诗将人带去诗意中，悄无声息的杀死。这就是俗称的用笔杆子戳你的脊梁骨。而且拥有诗意之人，未来踏入荒界，那就是板上钉钉了。若是感悟的深厚，甚至还能冲一冲红界，成为大陆一方巨擘。就说吧，我的小师傅诗词横扫群雄，你们还不信？打脸了吧？那个谁，你认不认输啊？不过胜了一首诗而已，最多算是个平手。老夫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明明是你输了，何来平局一说呀？有本事你也做一首带诗意的诗来，输了不敢当。朱俊言辞犀利，祝枝山被怼的脸色是一阵青一阵白，理亏之下竟不知如何辩解。此言差矣，所谓斗诗呢，有来有往才叫斗嘛，所以不能只有你们出题啊，我们也得出。而且接下来呢，为不出现平局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加个规则，真正的诗人不仅得有好诗，还能做出大量的诗来。由我来出题，在有限时间范围内，看谁作诗做得多，这样如何？你们可敢比？霍云溪的一番话算是点醒了祝枝山。对呀，那小丫头有诗意，我干不过；质量不行，我就数量来凑。馆陶公主说的没错，要斗诗自然得比速度，而且我们这次还得加赌注，那就是赌上这条命。输了的不仅要交出地盘，还得当场自刎领死。小公主，你可敢？祝枝山眼神一寒，表情略显狰狞。既然选择无耻了，那么再无耻一些又何妨呢？他若输给8岁的小丫头，传出去，他一辈子辛苦营造出的名声，那就全给这小丫头当踏脚石了。灵儿回来，这祝枝山不简单，作诗是出了名的快，他的速度整个南域无人能出其左右。不，娘亲，灵儿有把握，泣不成诗算什么？我听爹爹说，当年他闯荡江湖时，诗文一道就已经封神。灵儿得到爹爹真传，不说超越爹爹，就是时不时诗，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他们敢如此欺我漂亮干娘，就敢这么打击我的老徒弟，灵儿不弄死他们，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爹爹说了，杀人就要诛心，在敌人最擅长的领域击败他，才是最好的报复。娘亲，你们看好憋实，灵儿为你们撑腰。整整9首诗啊！恭喜祝太傅再次突破自己记录了。9首啊！遗嘱箱的时间质量还都这么好，不愧是大才子，名不虚传呐！永乐公主，该你了。你不是说你能时不时诗吗？在下可就拭目以待了。哼，得意什么呀？时不时诗又有何难？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似乎不是充数的诗啊，好像比祝枝山的还强一分呢。小迎秋露一枝心，不占园中最上春。桃李无言又何在？相逢天下艳阳人。一步一首，首首不一样，每次众人都好像被意境笼罩过，又好像没笼罩。这是冬天，哟的，又夏天了，你们还咋回事？这进山里了？哎呀，这句好啊！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倒拔垂杨柳。我去，不对啊，整岔别了吧？整串笼子了。而祝枝山的脸色也在楚灵儿开始作诗之后，由不屑变成了皱眉，皱眉又变成了凝重，凝重最后又化为了惊恐和不可思议了。直到第9首，他的身体和神智已经遭受了意境数次的碾压了，变得有些不堪重负了。毕竟他是楚灵儿重点照顾之人呢，能接触意境虽好，但是也得看他意境是不是在折磨攻击他。看到楚灵儿踏出第10步，祝枝山面无血色，惊恐无比。不要，求求你不要再作诗了。不做，这怎么行？人无信不立。灵儿是个诚实的孩子，说时不时诗，那就得做到。楚灵儿眼神一肃，带着几许杀羊之后练就的杀意，再度的踏前了一步，诗文混杂着杀意就脱口而出了。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临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临安乃是火灵国的都城，楚灵儿将原本的长安给略微改动了一番，毕竟总不能踏了自家娘亲的长安吧。诗文一出，一股骇人心神的冲天杀意就凭空的出现，众人眼前的画面一转，处在了战场之上，对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军队，每一个士兵都是身着着黄金甲，悍不畏死的朝着他们冲来。他们想逃，却怎么也逃不掉。而祝枝山则是重点照顾之人，那血气滔天、手握长枪的金甲军队有9成都杀向了他，还不待他挣扎呢，几10把长枪便从他身上扎了过去。不仅如此，扎完还拔出来继续扎。这么好看，点个怎么样？真输了吗？10首诗，本公主可是做了，这香也才燃烧不到一半。你要觉得还不够，我再给你来10首。10步10诗，你真的做到了。祝枝山眼神空洞，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意境虽不能伤他肉身，但却伤了他的神魂。加上众人的冷嘲热讽，祝枝山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了。怎么样？真输不？
你给我起来！千万别承认自己认输了，祝枝山，你要是敢认输，不仅你会丢了性命，你还是我火灵国的千古罪人，我会把你写进史册，让你遗臭万年。到那个时候，你的子子孙孙都会受人唾弃。闻言，原本失魂落魄的祝枝山猛然的回过头来，不敢置信的看着火云溪气人，心里瞬间就是凉到了极点。自己为他们拿命去拼呢，结果呢，得到了这样的回报。火云溪的一番话，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祝枝山深吸了一口气，转头看向了楚灵儿。我认输，无论是诗的质量还是速度，你都远胜于我。我祝枝山心服口服。祝枝山，你敢？你跟我比，你怎么可能比得赢？灵师出高徒，我爹爹文学天下第一，身为他女儿岂能差？对了，赌注呢？你们答应我娘亲的地盘该兑现了吧？奖励你得问他们要。另外，能不能问一句，你爹到底是何人？我听我爹说过，他当年纵横文坛时用的笔名叫做李白，字太白，人送外号诗仙。至于诗名，不第后赋菊。灵儿，你爹不是外号九剑仙吗？咋又多了个名字呀？哎呀，一个笔名，一个是武名。我爹说人在江湖飘嘛，多几个马甲稳靠。李太白，祝某从未听过呀，没想到还有这等奇人，果然是人外有人。诗仙能教出你这样的女儿，他确实担得起不第后赋菊。好啊！祝枝山边说着边踉跄地走向了大殿门口，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祝枝山抬起头，仰天大吼了起来：“老天哪！既生白，何生山？”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冠桃公主，你两国代表已经输了，现在是不是该履行契约？一国再拿出2州之地交给朕了。你弟陛下，这契约我一定会履行的。可在此之前，敢问陛下，敢再斗一场吗？这一次斗对联，赌注是4州之地，怎么样？两国公主再输，那你们两国领土可就要收掉一半了。那又如何？我还就不信了，我们两国能次都输了，想赢我也得看陛下有没有那个实力。不好意思，朕不。娘亲，赌对联，灵儿也会。真的假的？灵儿有把握吗？真的，就跟我爹爹喜欢美女一样真。好，朕应下了。出战者还是朕的女儿永乐公主。来人，签誓约吧。陛下还真是好胆识啊！既然出战之人已敲定了，那便开始吧。今日啊，让陛下好好见识见识何谓对子界第一人。参谋长，接下来看你表演了。表演？我倒是费力表演了，赢了好追你们，背锅送死的就归我去，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祝枝山咋死的，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说句身败名裂、惨死大殿也不为过呀。鬼知道这小丫头在对联一道的成就是不是也是高深无比啊？不行，我不能冒这个险。这一刻，对穿肠忍不住为自己的未来打起了算盘。见过殿下，那个公主殿下，你先还是我先呢？对穿肠，你干什么？这是比试，给老夫严肃点。哎呀，我就是打个招呼，你别这么凶人家嘛，我也是有尊严的。有一句话是这么说，比赛第2，友谊第1嘛，是吧？主要是重在参与。公主殿下，您说对吧？这番话下来，两国使团直接气得七窍生烟，脸色铁青了。要不是看他还有用，几人都想嘛拎着他脖子，用匕首将他肠子给怼穿孔了。我们这是设局侵略呢，你告诉我友谊第1，重在参与，你以为小孩练画画呢？这是赌命啊，大哥！我爹说了，有礼貌的人才招人喜欢。既然这样，本公主就让你输得好看点，你先出上联吧，不然我一开口你就对不上来了。那行，那我便出招了。公主殿下小心啊，此对联乃是千古绝对，不是我自负啊，我敢说当世绝无一人能答得出来。100年前我便是想到这上联了，但是至今我都没能对得出下联。众人神色毅力，能被对穿肠如此慎重对待的上联，定然不简单呢。连他都答不出，那这8岁的永乐公主能行吗？灵儿，你娘亲放心，他强任他强，有事我爹扛。那个有礼貌的炮说，快出吧。好，那公主听好了啊，上联是烟锁池塘柳。烟锁池塘柳什么意思？看起来不怎么样啊。为什么对穿肠大佬会说这是千古绝对？好上联，果真是好上联啊！不愧为对穿肠，岂能想出此等绝对？老三说这玩意儿什么意思呀？烟能锁得住柳树，咋听起来这么扯淡呢？就像你的裤子一样，能锁得住那想找巢吐白沫的小鸟。说到这儿，朱俊的眉头又一挑，似乎想到了一个了不得的东西。等等，我想到下联了，龙困库中雕。点个订阅吧。不如陛下认输了吧，这种千古绝对，就连对穿肠都对不上，恐怕这世上啊，也不可能有人对得上的。灵儿，答不出就算了吧，有娘亲在，谁也动不了你。这么说，陛下，您打算毁约了？陛下，您担得起天道惩罚吗？娘亲，这个并不难，灵儿已经想到了，而且不止一个下联。本公主从小饱读诗书的，这对子有多么深奥，我一清二楚的。你这个小丫头若能对得出来，我倒立拉，我与南阳公主当场削发为尼，怎么样啊？好，这可是你们说的哦，灵儿还没见过尼姑呢。听好了，第1副炮震海城楼。
是不是觉得这个不满意？也是啊，此对联还有一些美中不足的。下联的正和上联的所都属于仄声，音调相同，在平仄方面火候欠佳。不过没关系，灵儿还有呢。登山村四中，大胖说，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这对穿肠很想哭，我自己一个都对不出来，这丫头居然整出来俩，我这哪是不满意呀？我这反应不过来了，脑瓜子有点嗡嗡的。还不行啊，这个你也不满意？那陶然锦江堤、竹鹃和霸松这两个咋样？妈呀，你别说了，那啥，祖宗不用了。那个永乐公主大彩呀，你是大彩呀，你这简直是神对啊！这下服了。既然胖叔叔觉得可以，那么这两位厚脸皮公主是不是该履行承诺当尼姑了？这金凤与火云仙二女脸色阴沉的可怕，支支吾吾的，却是没有动手剃头。见二人打算耍赖，心直口快的朱剧顿时冷哼了起来。咋？等着我们帮忙动手？要知道，你们出来可是代表着两国的身份，若是说出口的话不去做，以后很难让人对你们两国信服啊！二女是心中不屑，我又没力气约束必须剃头，我就赖了，你能咋的呀？刚刚两位公主对赌时，在下早就用留影石全程记录了下来。二位公主也不想今日的事儿被大家知道吧？我都录视频了，你俩再滋吧，我一键发送。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二位公主还不知道吗？算你狠！二女眼神阴狠，恨不得虐杀了朱剧。在对方的威胁下，二女不得已的拿出长剑，相互剃了个头。原来这就是尼姑呀，真难看，还是有头发的女人好看点。接下来我该出上联了吧？那你听好了，这次我出一个我爹爹李太白写的绝对：青林口摆铁匠，生红炉烧黑炭，坐南朝北打东西。这么好看，点个订以阅吧。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个好人。实不相瞒，陛下以女子之身治理国家，实乃雄才大略呀！我一直以来都是十分敬仰陛下。我对穿肠乃是身在金火，心在冰啊！数次想弃暗投明，转投陛下，却苦于没有门道。好在这一次，草民利用这俩妖女的信任，成功见到了陛下，还望陛下成全。对穿肠知道，只要是被柳青雪收下，便不用自刎谢罪了，也不用担心被金火两国当成弃子。至于和楚灵儿对联儿，妈呀，他也想啊，奈何他实力不允许啊！我拿啥跟人家对呀？对碰啊！哎，你这个死肥猪，你做什么呢？给本公主起来，不然定你死罪！面对二人的问话，对穿肠那是一言不发，只是将头抵在地上，保持磕头状。柳青雪眉头一皱，目光看向了丞相管仲。路走宽了呀，陛下，这家伙可以收下打杂。一来对方态度还算不错，二来对方乃是敌国的文状元。若是陛下在这种场合将其收下，咱们再稍微操作渲染一下，您想这威望不就来了吗？标题臣都想好了，震惊敌国文状元不远千里，经怒县八州之地。他才学虽不及永乐公主，但是用来当个学院老师还是不错的，而且也能因此衬托陛下的仁慈大度。您说呢？女帝点了点头，对穿肠是死是活并不重要，但是利用他的身份却是可以造势的，能大大加固他的地位，而且还能给金火两国一次重大的打击。好，既然你有心相投，那朕便给你一个机会。顾尚书，他交给你安排了。是陛下。灵儿辛苦了。嗨，小意思了，不就做事对联吗？跟杀两个小羊羔一样简单。柳青雪亲昵地刮了刮对方鼻子，心中也是激动无比。自己地盘越大，帝国越宏伟，那么未来将夫君借来吃的软饭也会更软更香。两位公主和国师运毒服输，两国加起来8州之地，该交给我们了吧？闻言，金上几人如同吃了蛆虫一样，脸色是难看至极。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回去面见帝国之人了。契约给你们，我们敢赌就输得起。只是地盘虽大，女帝也得有实力吃下才是，别到手没几天就全部丢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关你屁事，拿来吧你操！洪总，这事儿没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角落里的镇北王阴狠地看了柳青雪一眼，也悄悄退去。恭喜陛下3战3捷，共获两国麾下14州新地盘，我兵临国地盘将因此扩大1倍有余，5国中就是我兵临国最大了。朕新添14州之地，从今日起设宴3天，举国同庆。一位速度奇快还穿着镇魂宗宗服的修炼者从天而降，看到那熟悉的信使，镇北王神情一肃，掏出10两黄金就递了上去。哎呀，辛苦了。柳公子客气了，奉胡长老之命，特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天一门与气宗被我宗老祖重创，如今宗门高层都腾出手来了。胡长老托我交代你，若需要帮助便传信给他，他自会带着大批人马前来，而且偷偷告诉你，老祖这些天傍上了一个超级强者，足以毁天灭地的那种。什么毁天灭地的超级强者？你们镇魂宗还击
败了我们天一门与气宗，怎么回事？实不相瞒，老祖赵德柱已经自愿退位成了太上长老，原因是那位强者前辈在他和宗主的多次邀请之下，勉为其难答应当我宗老祖了。所以在新老祖的随手帮助下，太上长老手握神器，轻而易举就将天一门和气宗的老祖斩断了一只手，还追杀了10万8千里。哎呀，宗门有了超级大佬坐镇，那在南域他们岂不是一家独大了吗？那既然如此，我还要个屁的盟友啊！单飞了，帝国我也独吞了。若是操作得当，兴许还能吃下冰灵国之后，将金火两国也给吃了。我柳志要成为南域的千古一帝。这位师兄真是麻烦你了，小小心意，还望莫要推辞啊。对了，这位师兄麻烦回去通知一下我母亲，告诉她我需要支援，就说他儿子在这被人天天欺辱，忍气吞声的，连一个8岁小孩都敢搁我头上拉屎。如今大门不敢出，大气儿也不敢喘了，让他速速带人来帮我。事情紧迫，实则生变。柳志知道，一旦柳清雪这些天将迎来的地盘吃下，拥有庞大的龙气和国运护体，恐怕这镇魂宗太上长老出动都没法突破国运守护，从而击杀柳清雪，所以只能赶紧的卖惨，让他母亲带人过来速战速决呀。好，王爷大可放心，话一定带到。随着信使离开，屋内陷入了一片寂静。我明白了，难怪昨日传讯求救时，老祖会说有人踢场子，原来都是镇魂宗打上门了。最重要的，两宗合力还输得这么惨。二人一阵的唏嘘，没了后盾了。他们不知怎么才能夺回地盘了。如今呢，被他们看不起的柳志却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了。王爷，那我们这次合作，您看？合作？什么合作？我们之间有合作吗？别乱给我造谣啊！小心我告你诽谤。闻言，金上火元二人眉头紧皱，这是对方有了大背景飘了呀，所以他两个失败者已经不配合作，不配分地盘了。若是地盘夺不回来，那他们两个国运就将衰败，必然会被冰灵国蚕食吞并，最后一点渣子都不剩，他二人也将沦为千古罪人，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眼下想要挽回败局，那就只能再找个新的靠山。如今三大宗门只剩镇魂宗一家独大，眼下这柳志不就相当于人傻钱多的富二代吗？王爷且慢，王爷且慢呐！王爷您如此雄姿英发，实乃人中龙凤啊！老朽恰好会算命，我刚给王爷算了一卦，不出意外，您马上就要登基称帝了。等您登基后，肯定会需要附属国的，对不？咱们两个老头子虽然年迈，却也愿意以王爷马首是瞻。但凡您说往西，我们绝对不往东。而且每年过年都会有附属国来朝拜，这说出去面子不是杠杠的。哦，这是你二人的意思，还是两国的意思？听起来似乎不错呀。只是本王怎么那么不信呢？不会是骗本王的吧？这个当然是我们两国的意思了。我们身为国师，又有公主在场，加之帝君也说过，让我们全权负责，完全可以代表两国。王爷您大可放心，只要王爷点头，我们立马签署附属国条约，保证年年进贡。既然你们说当我的附属国，可本王一点诚意都没看到，这我也很难办呐。柳志一脸的为难，隐晦的搓了搓手指。有的。言罢，二人掏出了储物袋，拿了不少的珍贵的宝贝，又对着两个貌美的公主使了个眼色。两女虽说内心极为的不情愿，但是为了国家，也不得不委曲求全。王爷，我二人愿侍奉王爷左右，只求都上一边去，不挨了。我要的诚意是这个，既然不懂事儿，那就算了吧。以本王未来的地位，有的是人追随啊。金上火元面面相觑，没想到这镇北王居然不为女色所动，这也不要，那也不要，那还要啥呀？王爷这是何意呀？我们两个年纪大了，脑瓜子不灵活，有点不太理解，还望王爷明示。离我远点，本王不喜欢别人离我这么近。你等等。话还没说完呢，镇北王诧异的看了看自己的手，又凭空的握了握，目光一抬，才发现自己推的是对方的胸口。哎呀，看不出来呀，胸肌还挺结实的嘛，不错，很不错。王爷，您干嘛呀？我要。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要。王爷，你冷静啊，咱们都是男人呐！我知道我们都是男人，我不过是想看看你的结实的胸肌而已。别紧张，来，让我看看。不要这样子！二人还指望着柳志帮忙弄回国土，并不敢对其动手。你们越反抗，本王越兴奋。这两个国师的内力形成光幕，柳志不得寸进，脸色顿时拉了下来。二位国师，你们也不想地盘收不回来吧？这柳志的一句话，就将两个老头拿捏的死
死死的。金上火元对视了一眼，内心是苦涩无比。犹豫了半晌之后，为了傍大腿，二人只得撤掉了内力。王爷，您这自觉点，咱们去房间里研究一下是怎么把肌肉练这么大的。要不要本王相助收回领土，你们自己好好考虑。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过时不候。二人相视了一眼，咬了咬牙，下了决心了。世上应该没这么恶心的人吧？他说只是研究一下肌肉怎么练的，要不为了国家，为了大业，咱们进去谈谈。两人交换了意见，抬起头看向了柳志。王爷，是不是我俩进去教您怎么锻炼，您就能登基后归还我们领土啊？柳志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根皮带，放在手里不断的掂量，眼神火热的在2个国师的身上来回打量着。先进来，至于领土，日后再说。这二人咬紧了牙关，进去关上了门。哎呀，我去啊！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啊？二人话音刚落，房门嘎吱一下被打开了。不错，这二老果然是老当益壮啊！你们放心好了，等本王登基，属于你们的赏赐绝对少不了。至于援兵嘛，最迟3天便能赶到。疼！哎呀，真好看，点个订阅。什么？赵德柱突破了荒阶后期，还略挫其余2族。这一切确实出乎了他们意料了。按原本的规划，赵德柱实力再强，也不过是荒阶中期。他们收整领土之后，可以直接无视他。但是现在似乎情况有变了。陛下，事情不妙啊！看来老臣必须与欧阳明日那家伙在这几天里赶紧突破了。只有突破荒阶，加上灵儿的那把宝剑，我们或许才能与之对抗。几人交谈之间，已经走到了剑阁。剑阁内，楚灵儿正趴在书桌上，不知道想些什么。看到柳清雪一进门，楚灵儿顿时欢喜的蹦了过来。娘亲，灵儿，他书桌上在做什么呢？对了，你欧阳大哥哥呢？灵儿家做爹爹给的试卷，也就坏死了，讨厌他，还是让他打一辈子光棍得了。至于大哥哥，他好像拔灰去了。怎么可能？为什么会这样？明明这丹药就是锅底灰啊，可是我为何没有感受到解毒之力？难道是我吃的方式不对？你干啥呢？不努力修炼，争取突破后给我扛敌人，一天天抱着锅底灰有什么用啊？这一声招呼也将沉思走神之中的赛华佗拉回了现实。哦，修炼的事儿不急，我是卖力给了你们，不是卖身了，顺其自然呗。该突破时自然会突破的。敌人来了也不要紧，我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我就先逃跑，等你们嗝屁了再回来给你们收尸。你放心好了，你死后乳妻无养之。怎么，回头准备好了，这就打算挖坑把我埋了？不是，我在研究灵儿这颗丹药啊。上次他不是给了我一颗用来钻研吗？他一颗药就能解阎王煞，我若是搞不出配方，我晚上都睡不着。我觉得只要我弄明白其中的炼制手法，我突破荒阶就轻而易举。只是这丹药怎么看都像锅底灰，唉，我这余生估计会扑在这锅底灰上面了。研究不出就算了嘛，等你死了，我让人烧给你，有的是时间研究啊。眼下突破要紧。可是这心事不解决，我感觉没法静心修炼呢。见状，李淳风叹了口气，他也知道赛华佗的性子执拗，实在不行，你自己配点阎王煞吃掉，再用锅底灰试嘛。反正你跟苗三部师出同门，他会的你也会。我怎么没想到，真是个好主意！哎，你们先坐会儿，就当自己家。别客气，我先忙去了。我有预感，这一波操作能让我晋级。说完，这赛华佗抱着锅底灰一溜烟就消失不见了。你哪来的脸说这话呀？剑阁是我的，你还真是不见外呀！骂完了，几人又转过头来，看向了重新坐回书桌前的楚灵儿。灵儿，这几天怎么没见你去杀小羊羔了？练武可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的，要坚持。没时间呀，都怪爹爹让我做试卷，不做完这些，走后头都不让我回家呢。众人相视了一眼，全部都是眯着眼睛笑了起来。试卷，修罗王给的，那没事了，你继续做吧。看着顾炎武几个没心没肺，也不帮自己分担作业，这楚灵儿气炸了。忽然，楚灵儿的脑子里是灵光一闪，两位徒儿，你们拜师多日，为师都没对你们传道授业，这内心颇为自责，所以今日为师要给你们发师门任务，进行培训了。听到这话，这顾炎武、朱俊的内心是一个咯噔，一股不妙的感觉涌上了心间。这里呢有2套试卷，你们拿去好好钻研，争取早点给为师做完。哎呀妈，这咋还能这么干呢？不是你的作业，不是俺们的，到时候老师检查名、笔记啥的都不行啊。那个师尊呐，这样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毕竟是修罗王前辈考验你的。就是，我也没做过试卷，我一个带兵打仗的莽夫，你给我这个专业不对口啊！二人连连摆手，楚灵儿当即就大眼睛一瞪，鼓着嘴，凶巴
巴巴的威胁道：“哼，我不管，反正这是我对你们的考验。”二人无奈的接过了卷子，低头一看，哎呦妈！只见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字，一张语文，一张数学。这顾炎武拿了语文试卷，朱俊接过数学卷子。这二人相视一眼，无奈的叹了口气：“算了，既然是师尊的命令，那我们就做吧。”两人发了一句牢骚，坐在了椅子上。这个什么假水管放水要3小时，乙水管进水要2小时，请问边放边进要几个小时？我靠，这不是水多吗？一进一出的不嫌浪费啊！你说什么？赵德柱结识了一个神秘强者，消息是否靠谱？老祖靠谱，这是镇魂宗一位高层给的消息，9成9是真的。魏川孔脸色一阵变化，显然斥候所说的消息不是他想听到的。这个神秘强者也许将彻底打破南域的平衡。知不知道那强者叫什么？他没叫啊！老祖问名字，好像姓楚。对了，听镇魂宗那位高层说，这个神秘强者并没有去镇魂宗居住，他们连见都没有见过，似乎对方还留在旮旯山中。还在旮旯山中，没去镇魂宗。等等，都当老祖了，还不去宗门作战？这岂不意味着大佬与镇魂宗之间关系也并不是那么好吗？既然赵德柱可以去结识那强者，为何自己等人不行呢？有道是，只要锄头舞得好，没有墙角挖不倒。老梅，我俩要不去看看？万一那神秘人也赏识我们呢？我已经有计划了，咱们先这样，再这样，听懂没？必须得稳妥。来人呐，将叶无心给本老祖叫来。见过老祖。看到来人，二人满意的直点头啊！应该没有男人能忍住不动心吧？这可是男人都喜欢的初恋款。根据脱楚即砍击击定律，凡是棍子遇见动都会很激动，所以此行用美色勾引神秘强者一事成功率很大的。走！二人给女子简单说了一下计划之后，便是冲天而起，直奔旮旯山。与此同时，镇魂宗外闪过了几道流光，也迎来了几个来自东域的大咖。老赵啊，最近你镇魂宗很火呀，连我们都听到风声了。就是，我家探子来报说你还得到了一柄超级宝刀，连梅千画二人都被你撵着到处跑。快，我们大老远的来做客，好歹让我们看看。听到这几道熟悉的声音，赵德柱嗖的一声从屋子里就冲了出来，脸上泛起开心的笑容，迎上了三人。玄德、孟德、仲谋，你们3个大佬怎么想起我这儿了？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我们来看看老朋友也不行，怎么不欢迎啊？三人笑着调侃。没错，这3人正是东域那早已分裂破败不堪的东汉帝国中的3个最强的诸侯：汉王刘备、魏王曹操、吴王孙权。你仨不桃园3结义气跑这儿干？不对啊，你仨不是，整岔劈了。前辈在家吗？我是赵德柱啊，带着好酒来做客。呼喊了几声，这院子里都没半分的动静。兄弟们，咱们来的不是时候，前辈好像今天出门了，要不咱们等等。这话一说，刘备、曹操倒是没什么意见，毕竟年纪大了，比较稳重。而那年轻气盛的孙权就不一样了。拜托，赶了一晚上路才到这里，要是他出远门了，去了好多天不回来呢，我们还在这儿吹西北风。依我看啊，咱们先进去坐坐再说。里面有个石桌，咱们不乱动他家东西，就单纯坐坐，应该不会有事的。反正那前辈不在家，他也不知道。从见到这小破院的那一刻起，孙权就不怎么相信这里能住着大佬了。赵德柱的眉头紧皱，连忙摆手想打消孙权的想法。这可不行，我们是来做客的，岂能不请自进？而且这门没开，我们都进不去。就这普普通通的大门和竹篱笆，又岂能挡得住我们几个高手？随便就飞进去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我孙仲谋先进去瞅瞅，如果没有出彩的地方，我还得赶回去忙公务呢。见状，这赵德柱大惊失色，别乱来，前辈不在家，你根本不可能飞进去的。但是显然他的劝阻没任何的用处，孙权已经是凌空而起。赵德柱面色大惊，连忙跑到了一棵大树下躺了起来。看到这个画面，刘备、曹操与赵云、典韦几个一阵的不解。老赵，你这咋回事啊？不就翻个墙吗？有必要跑那么远吗？你们马上就会知道了。说完又朝着牌匾大喊了一句：匾爷，我是自己人，轻点啊！话音刚落，那破旧大门上的牌匾忽然绽放出了一股磅礴且暴躁的意境，意境将半空中的孙权直接锁定，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轰击过来。孙权是面色大惊，他发现身为荒阶巅峰的自己竟无力抵抗。那你什么鬼？砰一下，这意境轻而易举地将孙权抽飞了，重重地撞在远处赵德柱身后的那棵大树上。噗呲一下子，这孙权一口老血就喷了出来。一伙人虚弱地躺在地上，大眼瞪小眼。这一刻他们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赵德柱会提前躺在这大树下面，
啊，原来那啥，他早就被抽过了，有经验呢，这小子。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都说了，让你们恭敬点，你们不信，惹到扁爷了吧？几人是后怕不已，个个捂着胸口，再也不复之前那般轻视了。我们6个好歹也是东域扛把子级别的人物，尤其是赵云、典韦、甘宁3人，更是红阶的超级高手。哪怕是放在武道鼎盛的中域，也是大佬级别。这强如我们6个，却被一块门牌给玩虐了。这门板有灵，居然也是超级神器，那这院子的主人该多强啊！最起码也是羽级以上吧？难怪能赠你那神刀，我们服了。 6人相视了一眼，挣扎起身，一脸歉意的走到了大门口。请门神原谅我等无礼，我等愿用好酒向楚前辈赔罪，也愿在此耐心等候前辈回家。这话一说，牌匾上的狂暴的意境瞬间就是消弭，转而化为了柔和的意境，将几人笼罩在内。感受到变化的几人浑身巨震，他们知道这是门神原谅了他们，并送他们一场大机缘。几人再度行礼，压住内心的感激和躁动，连忙走到刚刚那棵让他们挨撞的大树上，各自的找了一个树枝，盘腿坐下来，闭着眼，体悟这股深奥的意境。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人家嘛一根藤上7个娃，我家一棵树上7个老爷们儿，这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了？老赵啊，你们干啥呢？诸位前辈来了，前辈，我看你喜欢美酒，所以特地带了几个同样爱酒之人，携极品美酒与您交流一下心得。几人也是顺势拱了拱手，见过前辈。楚墨一听有酒，再看着几人十分有礼貌，脸上的笑容立马绽放。哎呀，果然人以群分呐！这老赵懂礼貌，这群修炼者同样懂礼貌，甚好。只是你这前辈这个称呼咋的？难道是修炼界通用的啊？怎么谁见到他这个渣渣都叫前辈呢？哎，系统，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把我修为给我隐藏了？楚墨严重的怀疑，难道自己本质上其实是个超级大佬？切，也没隐藏，宿主心里没点数吗？你会飞吗？你能开山炼石吗？我不会啊！哎呀，快，诸位快请进，我这人别的都不好，我就爱酒。你说，正好打了只野猪了，今晚上咱们整几个好菜，咱坐下来慢慢喝啊！楚墨骑着2哈飞快的进了院子，见状，众人是眉头一皱。老赵，这就是你说的前辈，虽然坐骑不错，是个荒阶的槟榔，可是他怎么才黄阶后期？这算是哪门子的前辈呀？对呀，黄阶咱放个屁都能崩死，你那宝刀真是他给的，这门匾也是他弄的。赵德柱眨了眨眼，打量了一下楚墨的背影，眉头一挑，哎呀，屁股挺圆呢，挺翘，不愧是前辈，你说身材真好。你们可别因为境界而小看了前辈，刚刚牌匾大爷给的教训还不够，你们看到的那只是前辈想给你们看到的，你们真以为能看透前辈境界？不信你们仔细瞧瞧，能不能看出任何端倪？刘备、曹操等人皱眉一看，却发现不管怎么看，楚墨都是黄阶后期，到了他们这个境界，哪儿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面色不由得一变。我们哪怕可以压住境界，可只要用心去看，还是能够察觉到荒阶气息在泄露，而且境界越高越难压制。但这前辈却没有，横看是黄，竖看也是黄，除了黄的很彻底以外，真的没有一丝一毫其他境界的气息啊！难道前辈对自身气息的把控已经到达了入微的级别了？这岂不是比掩盖气息的至宝还要牛皮呀？赵德柱微笑着点了点头，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嘿嘿，你品，你细品，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东西怎么会在这儿呢？不是，这不是天一门的镇宗之宝吗？大胆点儿，这玩意儿就是天一门的。我与魏川孔交手无数次，哪怕他化成灰，我也能把它拼出来。可这王八壳子不是魏川孔的心头宝吗？为何出现在前辈这儿？众人闻言也是一阵的唏嘘感叹呐。荒阶宝贝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充满了诱惑力，可是这等宝贝却被做成了桌子。等等，主公，你们看那边，就上面挂着几丝烟熏肉那个炉子，好像也很眼熟啊。我去，确实有点眼熟啊，好像也是你们南域的东西。老赵，你看看。赵德柱定睛一看，战术后仰，这不是没千花那老家伙的至宝吗？气宗之所以能打造大量装备和宝贝，就是因为有这山寨炉子。没想到竟被老祖他用来熏腊肉了。几人相视了一眼，全部都是苦涩的笑了起来。真是啊，人比人得气死呀！不过这2件装备在前辈眼里，可不就只能配当桌子和熏腊肉的炉子吗？不过这俩装备好像受了重创，怎么回事呀？看着呢哈，这俩东西嘛好像坏了，不过用来熏肉倒是挺好的。哎呀，让你们见笑了啊！哎，那啥，大家先喝点茶，润润喉咙。前辈太客气了，我们不用喝的，早就辟谷了。我啪一下，这话还没说完呢，赵德柱一个大逼兜就甩在了孙权的脸上，将其接下来的话给他打断了。哎，老祖，他们不喝，我喝，我最爱喝您家这茶了，一天不喝浑身不得劲儿。几人的拒绝让楚墨摸了摸鼻子，在他的眼里，自己的茶好像不太招人喜欢。
呢？这群人穿的是非富即贵，想来喝过更好的茶。不过他也没别的茶叶了，毕竟系统只给了他几百斤这玩意儿，没给其他品种啊。哎呀，老赵啊，你说你来过几次了？你帮我招呼一下几位兄弟啊，我去做个饭去。头2次你都没吃着，今天说啥也得留下吃点。正好我打了野味，我跟你说，这旮旯山的野东西味道可是一绝。放心好了，老祖。对了，这是上次答应给老祖的好酒，就当晚辈孝敬您了。随着那缸几百斤的酒被摆出来，院子里顿时就是充满了香味。哎呦，好酒啊！不过这一大缸是不是太珍贵了点啊？要不那啥，我给你点钱呗，我还有点积蓄的，我扫你啊！不，都是一个宗门的人，能孝敬老祖乃是我的荣幸。况且上次老祖给的刀那么大的恩情，100缸都还不清。楚墨也就没多说，朋友之间太客套，那就写生分了。那行，那啥，下次你要打造啥小玩意儿，你跟我说啊。我最近技术越来越娴熟了，活可好了。虽然打造出来东西你不一定看得上，你对付用呗，是吧？反正估计比你买的强。闻言，这赵德柱是心头狂喜。哎呦我，这老祖这是给了我个承诺是不？答应送我一个自己想要的极品装备。哎呦我，什么玩意儿叫我不一定看得上啊？老祖你太谦虚了。那你这样大佬，你就是在卡布裆里搓个大泥球子，那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啊！你搓多少我倒多少，我都不带就水的，我就干嚼。应该是这里了，我似乎感受到了一丝八卦阵盘的气息，而且我天一门阳风的气息也在这滞留过。没错，我也感受到了3味假火炉的气息了。我徒弟余化也曾出现过，好好找找，此人必定在这山里。2位老祖，你们看那边有人烟。这荒山野岭的也有人家，极有可能是那隐居的高手家。快，咱们下去看看。没错，我的至宝就是在这里面，只是气息好像很萎靡，应该是受到了重创。看来我俩老头不能贸然进入了，以免打草惊蛇。不信，你去打探一下情况。这是我身上最后一件至宝了，可以掩藏修为，只要你带上，哪怕天王老子来了都看不出修为，只当你是普通女子，这样便不会有危险了。进去之后，你找机会接触对方，探查一下修为，再回来告诉我们。好的，老祖，相信弟子定会探查到有用的消息。院子里来喽，小飞棍不对，这个饭来了，你们先盛饭啊，菜马上就好。看到楚墨如此的热情好客，七人受宠若惊，客套的喊道：“前辈，随便整个小菜就行了，咱们对吃不讲究。”哎呀，客气个鸡毛啊！难得有活人过来做客了，那高弟得多整点菜，你等我几分钟就好，我2个锅子一起炒，可快了。活人来做客，难不成前辈还见过死人上门？也是没这个机会。看着楚墨这么平易近人，几人全部都是哈哈大笑起来，也不再那么拘束了。曹操拿起饭勺便开始盛饭。哎呀，前辈家里这饭好白好软，好大颗呀！也不知为何，嗅到这股饭香味，我觉得我那陈年旧疾与体内的丹毒似乎都好上了不少啊。拍马屁也要有个限度，你这是辟谷太久，成饿死鬼了吧你？咱们几个好歹也是身居高位的大诸侯，什么饭菜没吃过呀？曹操都不理他们，与赵德柱相视了一眼，二人用筷子挑了一点米饭放在嘴里，细细的咀嚼了起来。这不嚼不知道，一嚼，哎呦，还不如不嚼，不是那个就觉得这米饭入嘴香甜，一股柔和的力量瞬间就是流转了全身，五脏六腑中的丹毒在这一刻竟是少了些许。二人不敢置信的瞪大了眼睛，有链接吗？就是小黄车里啥的。这2人看了一眼桶里的饭，又看了看那5个还不知情的家伙，暗暗的点头，选择压住了内心的震惊，埋头开始干饭了。这曹操很快便是扒拉完了2碗饭，而且还在盛饭继续吃。刘备几个刚开始还心有不屑，认为曹操在给他们丢脸，可是看着曹操与赵德柱如此拼命的干饭，渐渐的也发现了不对劲儿，于是也跟着盛了一点点。当吃完第1口之后，我以为你曹贼是傻缺，没想到我们几个才是傻缺呀！你居然想独吞大纪元！几人瞬间就开启了干饭模式。当楚墨从厨房端着菜出来，看到那空空如也还在地上滴溜溜打转的木桶时，我操，我饭呢？不是你们几个没菜就把饭全吃了？这他妈来7个饭桶啊！拿我这当工地呢？10块钱管饱，饭随便填。你们好，请问能不能进来讨口水喝？闻言楚墨一愣，居然有人还要讨口水喝！妈呀，这姑娘好重的口味儿！赵德柱几人仅仅看了叶无心一眼，便回过头来盯上了石桌上的菜。米饭都有这么强的功效，那这菜，哎呀，会不会又有其他的作用？哎呦，你仨碰一起真他妈奇葩！那个姑娘进来吧，茶水还是有的。至于旮旯阵嘛，在那个方向。谢谢先生，这荒山野岭的，能碰到你这样的好人，可真是不容易。说话间，叶无心还在抽神打量院子里的众人。由于赵德柱背对着他并没有看到对方，加上几人在楚墨的面前刻意的收敛气息，叶无心又不认识刘备等人。结果这叶无心发现，眼前这院子里就一群毫无修为的普通人，以及一位仅黄阶后期的家伙。那个，你说这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啊！我们刚好吃饭，你要不要也坐下吃点？叶无心则是微微一笑，目光看向了众人齐坐的石桌，俏脸顿时失色，那清纯可人的脸上瞬间没了血色，变得惨白无比，因为他认出了这桌子就是他宗门老祖交给掌门师兄的宝贝八卦阵图。如今宗门宝物落在此处，被人做成了桌子，那
那掌门师兄他岂不是……我去，完了，嗝屁了，肯定的。看着楚墨的修为，叶无心黛眉紧皱，似乎想到了什么。不对呀，他们这群凡人和一个黄阶武者根本杀不了掌门师兄，所以这行凶者另有其人。目光隐晦的扫视了四周一眼，这叶无心又注意到了那一边熏腊肉的炉子，以及炉子旁边的北原槟榔。原来如此，这黄阶槟榔迅捷勇猛，偷袭之下，或许真可能击杀两位掌门呢。只是这黄阶槟榔为何在此呢？看到黄阶家伙的架势，他好像是院子主人，可一个黄阶如何能赠予赵德柱神刀？难道他是意外捡到神刀，就不识货，被赵德柱骗走的？多谢先生好意，不过小女子需赶路去旮旯镇，就不吃饭了。那行吧，那既然你有事儿，那我就不强求了。哎呀，这天阶姑娘也迷路哈，果然路痴不分境界。什么天阶？没想到咱们都看走眼了呀！刚那姑娘居然用宝贝掩藏了修为，前辈不愧是前辈，什么都瞒不住您的双眼。前辈，这饭没事，吃了就吃了吧，咱们就是菜喝酒。哎呀，难得碰到爱酒之人，我忽然你说有感而发，我想吟一下，不是，我想吟一首诗呢。前辈还精通诗文，那我等当洗耳恭听了。反正这系统说了，这个世界并不是华夏世界，两边的人物命运并不重叠。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对，怎么样？众人一听，连忙的大呼好诗，尤其是曹操的内心竟是有了共鸣，就感觉这诗好像和他有缘似的呢。哎呀，没想到前辈的诗文一道，居然如此厉害，不是懂酒之人根本做不出此诗，操服了，操服了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什么情况？禀老祖，两位掌门确实死了，我们两派至宝也确实遗落在此院子，并且至宝严重受损。不仅如此，八卦阵被做成石桌，3枚夹火炉也被弄成熏腊肉的。此话当真？当真，弟子亲眼所见，敢用项上人头担保。什么？真的死了？而且我俩的至宝还……能杀掉手持至宝的天阶巅峰，还能将至宝严重的毁坏，那里面这强者力量该多么强大呀！我们夺宝报仇的希望破灭了，看来只能想办法与他交好了。恨呐！两人的内心充满了悲怆，就地的堆了2个小土堆，以充当杨峰与余化的坟。哎呀，余化呀，我们之间虽是师徒，但也可以说是情同父子了。这杀子夺宝之仇不共戴天，此仇不报，我二人岂配当你们的师傅？所以我二人今日便与你俩断绝师徒关系。你们泉下有知的话，另请高明吧。看到二人如此的姿态，叶无心的嘴角直抽抽。两位老祖，请先不要悲伤，我们的情报可能有误了，里面并无高手，只有7个饭桶和一个黄阶后期武者，最厉害的不过是一只黄阶槟榔。什么？就一个黄阶狼和一个黄阶的人？凭他们岂能杀掉手握重宝的杨峰余化呢？这梅千化二人心中生疑，并没有立马相信。两位老祖，我怀疑那神刀乃是院子里这家伙机缘巧合获取的，然后被赵德柱骗走，而两位掌门进去可能是因为言语冲突，随后院中主人看见至宝，心生出歹意，所以表面上虚与委蛇，然后暗地里偷袭掌门，最后两位掌门重伤垂死之际，以重宝重创为代价发出反击，只可惜被躲过去了。听完他的汇报，魏川孔二人觉得这番分析很有道理，想来这真相与他所言也是8、9不离10的。可恶，竟然人仗狗势，偷袭下药奸杀，呸！虐杀我徒弟，还妄图夺宝，夺宝不成，还敢如此玷污我的徒弟，不是我徒弟，这玷污我的正宗至宝，这无疑就是站在我们头上拉粑粑呀！我自己都舍不得用阵盘，他给我做成了桌子，还拿炉子熏腊肉，我要他不得好死！老梅，随我杀进去干掉他们，我要将他折磨致死，再扔进粪坑泡个7天7夜。院子内酒过3巡，众人相谈甚欢。来前辈家一趟，胜过10年苦修，最大的机缘还是看到那门匾，若能近距离看看，此生当无憾呐。想看呢，那就让你们看个够呗，多大事儿啊！谢门神大恩。愚蠢的垃圾，居然敢杀我弟子，夺走至宝！今日谁来也救不了你与这7个饭桶。老梅，这些人看起来咋那么眼熟呢？他喵的，你们眼睛长屁股上了！辛苦做的菜被你俩给糟蹋了，还有我这院子也被你俩毁了。我就砸了，你能拿我们俩怎么样？来呀，来打我们呢！你个小渣渣！二狗子，快上！咬他们今儿把这小鸡子给他咬下来！从没听过有人提这么过分的要求，咬下来剁成段，炒尖椒吃。看到这一幕，那赵德柱7人仿佛抓住了表现的机会。狼爷且慢，区区小事怎么能让您出手？我们来摆平就好。敢冒犯前辈，不管这俩是谁，死不足惜。这7人合力挥了挥手，4个黄阶巅峰，3个红阶，这怎么可能啊？如此
此大佬怎么会出现在这破烂地方？叶无心不是说院内坐着的是7个饭桶吗？我去你的饭桶！妈，这也算饭桶？那咱俩算个屁呀！快跑！可是荒阶中期的他俩如何能跑得过7个大佬的反击啊？啪，就如同拍苍蝇一样，从天上就被拍了下来，嵌进了地上足足半米深。你赵德柱还有刘备、曹操、孙权，你们几个为什么在这儿啊？魏川孔二人都快哭了，一个赵德柱都能随意的揉捏他俩，别说还有东域这几个平时只能仰望的大佬啊！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们俩可真是钢管捅青蛙，劲呱呱呀！居然有勇气来我镇魂宗老祖家里造次，还敢弄坏老祖家里的东西，你俩找死！那个，我如果说之前的一切都是意外，你们信吗？你自己觉得信吗？我记得你刚刚还说我们是饭桶来着，而且还骂前辈是个小辣鸡，你们可真有勇气！饶命啊，各位大佬，这一切真的就是个误会，你们听我狡辩，不是听我俩解释。敢惊扰到老祖，你们简直罪该万死。不过老祖开口，我等也不敢决定你俩的下场。敢问老祖如何处置这2个不长眼的东西啊？老祖，老赵啊，你认识这俩法外狂徒？回老祖，确实认识，老熟了。而且没猜错的话，老祖这石桌与那炉子都是近日才获得的吧？啊，确实是，就昨天晚上来俩人想要取我狗命，结果被我家狗子反杀了，于是就留下这俩破玩意儿。咋的了？他们之间有关系啊？你和他们有救？这楚墨忽然想到了什么，或许就是小说里说的那样，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可是你说他们为啥要取我狗命啊？我家二狗子到底惹多少祸呀？若是老赵与他们也有救，那事情可就不好办了呀。自己好歹名义上也是镇魂宗的老祖，赵德柱以为楚墨在兴师问罪呢，惶恐不已的连连摆手。怎么会？我与他俩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仇呢。他俩就是上次我找老祖你说的欺压我们镇魂宗的那2派，没想到他们居然跑到这儿来了，想要行刺老祖您，真是活该被杀。妈呀，是啊！楚墨是恍然大悟，再看2人时，眼神也是彻底的冷了下来。这是新仇旧怨一起来了呀！想死想活。想活命也容易，只要你们帮我把院子建设好看点，把农田土地再翻一遍，再把我大门给我修好，我就不杀你们。遵命，我俩一定办得妥妥的，保证让前辈满意。行，去吧。老祖，您真放过这俩货？怎么可能呢？他们家里老老小小都想杀我，我不给他们全家送进火葬场就不错了。我说了我不杀他们，但我没说你不能杀呀。那等会儿该咋做？你明白的。目前先让他们搞搞基建吧。说我家也确实需要修修了，地也该翻了，免费劳动力那不用白不用。老祖英明。哎呀，行了，只可惜啊，妈这顿饭吃不了了。哎呀，没事，也吃得七七八八了。因为前辈这顿饭，我们体内的意境浓郁了不少，最主要单独全消了。如此大恩无以为报，若是能变成女大，我们定以身相许。前辈以后但有吩咐尽管开口，我们几个在东域还是有些势力的，帮前辈跑跑腿应该没啥问题。那个其实啥呢，我还真有点事儿想拜托你们帮个忙。前辈请说。这个我妻子吧，8年前因为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所以离家出走了。你说我在家等了8年，至今都没任何音讯，所以我想拜托大家，若是有空闲的时间，能不能帮我打听留意一下。哎呀，这楚墨长叹了一声，妻子虽然不美，但是却是他心中最好的净土，是他陪伴自己走过了来到异世最迷茫惶恐的岁月，也是他给了自己一个家，给了自己一个女儿，并让他完成了从太变成木这种男孩转男人的蜕变。没问题。敢问前辈夫人她叫什么名字？可有画像？叫柳清雪，没有画像，反正不太好看，不过身材可好了。这8年未见，楚墨对妻子的记忆也停留在了8年之前。那时候的妻子是个被毁了半边容颜的女子，自然不怎么好看呢。前辈你放心，我们会将东域以及周边叫柳清雪的女子都打听出来，到时候我们亲自送画像和资料过来给前辈，您看如何？哎呀，那便多谢各位了。若是他咋说呢？现在要是有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家庭，要是过得好的话，那就不打扰他了。陛下，南方木灵国边界传来消息，镇南王似乎就这2天要回皇城复命了，而且木灵国已经被他的闪电战打得支离破碎，宣布停战。如此大功，老臣只怕他会挟宫向陛下逼婚呢。毕竟他爱慕陛下已经不是1、2天了。无妨，他若是挟宫而归，朕自当重赏。可若是有别的念想，那是断然不可能的。朕已有夫婿，1日为妻，终身都是。听着2人的对话，楚灵儿心中有着紧促感，居然有人要跟灵儿抢漂亮干娘，那个什么镇南王，灵儿要打死他啊！您可来了，孩儿在这受苦受难，被他们快欺负死了。敢欺负我胡月娥的儿子，柳清雪那丫头还真是找死。那皇宫，为娘也是几10年没有回来了，明日便让她易主吧。以后我母子2人便常住于此，共掌着大好盛世。
点个订阅。儿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镇魂宗副宗主高俅。柳志发现这个男人居然和自己有几分相像。师妹，这就是我儿，我师侄都这么大了呀？没错，他就是亲的。高叔，你们星夜赶来很累了吧？这儿立马让人安排洗浴，要搓澡的不？哎，不用，我与你母亲还要商量一些大事，给我们准备一间上房即可。看着高俅与吴月娥走进房间，关上门之后，柳志赶紧是收敛气息，悄悄的附耳到了门上。这怎么挠的？哪儿干仗了？鸡挠的。哎呀，这怎么我妈都喊爸爸了？这高叔这么大辈吗？哎呀，难道这高叔是我姥爷？第二天一大早，来人，去请赛事一来。小鹿，怎么回事啊？陛下，大事不好！镇北王带着一批强者杀进皇宫了，锦衣卫与御林军完全不能抵挡。什么？镇北王？他除了苗三步和血刀，哪里还有什么助力？陆炳敢拦本王的路，本王说了要你趴下，那你就得趴下。刘志，你好大的狗胆！这是金銮殿，不是你放肆的地方。我倒是谁呢？原来是兵部尚书，你个天阶的小垃圾，你有资格直呼本王的大名吗？放肆！本王这也叫放肆？那接下来你会看到更放肆的行为。来人，掌嘴！不愧为成名已久的天阶中期，厉害。不过刘志，血刀老祖就是你的底气，那你也太小看我们了吧？柳志哈哈大笑，对着身后招了招手，顷刻间6、7道天阶气势便是爆发而出，几十道地阶气息紧随其后。难怪他今日爆发不再隐忍，原来如此。看着镇北王如此的强势，百官之中立马有不少的人开始选择立场，对着柳志一阵的溜须拍马。诸位同僚眼光不错呀，今日我柳志的目的，我想以诸位的智慧也能够猜到，支持我柳志，未来可保你们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担心哪天被这娘们给清算了。这话一说，百官中叛变了近半。不过百官叛变这事儿，女帝也并未阻拦，只是给了管仲一个眼神，让他将这些人记录下来。柳清雪，你也看到了，你一个女人将皇朝经营的离心离德，这皇位何不交给我来做呢？这里面的水太深了，你把握不住，听本王一声劝，让位吧。墙倒众人推，没错，皇位有德者居之，臣等恳请陛下禅让皇位。就这点人还不够你爷爷一个人打的呢。刘志，老夫还以为你能沉得住气呢，没想到这点势力就让你飘了。没猜错，这些都是镇魂宗的人吧？不过你既然敢谋反，哪怕你身后是镇魂宗，你今日也难逃一死。赛华佗上前挥了挥手，来把这颗药吃了，回头别忘了告诉我有没有什么效果。不是也是什么玩意儿？你干嘛懂？不是你给我吃的什么玩意儿？这跟村似的，不是这跟大泥巴似的糊嘴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让你搬出师门，让你偷我灵丹，让你偷看我心爱的师妹洗澡，今日老夫遍体师傅打死你这个逆徒！正当着苗三步被一掌击飞时，赛华佗闪电一般的掏出一颗黑漆漆的药丸，朝着对方的嘴里射去。我操！别射嘴里，会出事的！哎呦我完了，能不能怀孕呢？这玩意儿！丹药被成功的吞下去，苗三步立马跪在地上，疯狂的抠着喉咙，却怎么也呕不出来呀！我这宝贝好不好吃？别费劲了，这东西入口即化，终归还是我欧阳明日技高一筹啊！你给老子吃了什么呀你？这是我最近新创的丹药，迟早药丸，此毒无药可解，以后必须3天吃1颗，控制毒性，否则必然毒发8窍流血而死，最后化为血水。而且以你的实力，根本察觉不到毒性躲在哪里。想要活命，就跟着老夫为女帝效命，老夫会3天给你一次丹药，让你续命。你好好考虑考虑。赛华佗有了几分私心，对方虽然不孝，还一直与他为敌，但是本心也不是很坏，再加上是他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师弟，要他真杀了对方，还是有点下不了手的。听到这话，苗三步是面无血色，沉下心努力地感知着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却并未发现有任何的毒素。这一刻，苗三步是阵脚大乱，手足无措了。他与赛华佗积怨已久，他才不信对方是在无的放矢，更不可能会喂假药给他。所以真相只有一个，这药真的无解。师兄，敢问小弟现在投靠陛下，能官居何职啊？先来！剑气如虹，直冲云霄，剑神不愧是剑神，出手就是惊天动地的大杀招啊！没错，这8人能扛得住，怕是要凉喽。镇北王也将如惊鸿一现，再也没有翻盘的希望。那么问题来了，咱们现在打退堂鼓，又回到陛下麾下，还来得及吗？怎么可能？居然有人能挡住国师的藏剑诀！胡飞，你如今居然这么强大了，还真是没想到，国师大人还记得本宫呢，真是受宠若惊了。胡飞，当年父皇最宠的那位贵妃，镇北王的生母，你不是去了镇魂宗吗？如今你出现在这儿，是何用意？难道你不知宗门之人不能进入帝国？你不怕执法殿吗？本宫今日前来，并不是以宗门长老的身份，别忘了，本宫还是皇妃，同时也是镇北王的母亲。执法殿的手还没那么长，本宫看你这小丫头长得还不错，说你识相些交出皇位，本宫或许会考虑将你许配给我儿，当个帝后。
想要皇位也得看看老夫准不准。老夫最近新学了一记旷古烁今的大杀招，正好拿你练练招。曹氏剑诀第一式，曹你老木。这么好看，点个订阅。趁你病，要你命，再吃我一招，要你命3000。吴月娥是大惊失色，声色俱厉的吼道：“球哥，球哥，球哥救我！”哎呀妈呀，球哥救你几个球啊？敢伤我师妹，你们找死！老东西，没事吧？你瞎，没见老子被干得流血了，像没事吗？此人实力奇强，非一人能对抗的。我建议群殴。我附议，那就一起。众人是拔地而起，开始了围殴。那一道又一道的内力朝着高俅就攻击过来。镇北王一惊，想命令身旁所有天阶高手支援，却被高俅喝止住了。不必，突击瓦口罢了，挥手接破。侄儿，你看好了，你高叔的实力到底有多强？说罢，一个闪身便是迎上了兵临国众多的高手。李淳风等人人数占据优势，但局面却是一点好转都没有，众人全被压着打。这还是高俅故意留手，想戏耍众人，否则李淳风一伙人坚持不到10分钟的。小叶，你保护好灵儿，朕去支援国师。爹爹，快帮帮灵儿，老爷爷他们快撑不住了。灵儿不想漂亮干娘打架，万一干娘死了，爹爹你又得活守寡不知道多少年了。另一边呢？检测到楚灵儿有危险，正在向宿主发出求救信号，请宿主尽快支援。楚墨赶紧的将心神弄进了系统。我靠，这还了得！系统，快把我最近签到的宝贝都给我女儿邮过去。那什么大还丹、回蓝丹、疗伤丹，一个也别落下。正在清理包裹进行邮寄，已完成邮寄。灵儿，没事的，娘亲自己能解决，不用麻烦修罗王那边。楚灵儿身上的麻布袋忽然一沉。娘亲等等，爹爹听到灵儿的祈祷，好像给我送宝贝来了。见状，柳青雪看了一眼半空之中，见李淳风几个暂时死不掉，便蹲下来与楚灵儿研究起了这些瓶瓶罐罐。娘亲你看，爹爹给了好多宝贝，这个大还丹厉害啊，3秒内恢复全部内力，这身体等演完居然还能起死回生，这不就是多给了一条命？还有这丝袜，哎，这个居然是外用的，按说明得脱了裤子套腿上。娘亲你快将它套上，能增加威力哦。楚灵儿拿起了黑白丝袜，递给了柳青雪。哎呀妈呀，这多难为情！那套脑袋上行不？柳青雪正思考之间，天空之上发出了一道炸响，李淳风几人宛若风中的落叶，陆续的凋零，从空中砰砰砰的落了下来，就跟下饺子似的。众人齐齐吐血。几个歪瓜裂枣也敢挡我高俅，真把我当成普通皇帝了。地上的李淳风也是进气儿少出气儿多了。上官燕擦了擦嘴角的血，赶紧的冲了过去，将其扶起来。师傅，师傅你怎么样了？李淳风无力言表，颤颤巍巍艰难的抬起手，想将远处的剑捡回来，却怎么也无法做到。上官燕又将李淳风放下，赶忙看了看赛华佗。神医，神医，快来救救我师傅！赛华佗浑身骨头断裂，动动手指都费劲，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肚子乱，快要领盒饭了，你觉得我还能救人吗？看着最强2个战力倒下，这上官燕与顾炎武几个顿时陷入了绝望之中，望着天上的强大无匹的高俅，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是好。难道天要亡我兵临国吗？陛下，我想将来可能无法再为您效力了，我将要去为师父报仇。上官燕视死如归的转头道，眼神渐渐坚定了下来，手握着断剑直视高俅。见状，柳青雪挥了挥手，用那不容反驳的语气冷冷的道：都给朕站住，你们不是对手，朕亲自动手吧。陛下，您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无妨，朕只需抵抗片刻即可，你们听灵儿的安排。说罢，柳青雪直冲云霄，抬手就是杀招，冰封天下。一招出，天空之中忽然下起了大雪，温度直降了几10度，周围的建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直接被冰封了起来。那极致的冷意向着高俅袭来，高俅的眉头一挑，贪婪的看了柳青雪一眼，隐晦的挺了挺腰。好，没想到这女帝居然是如此美色，好极了。小声的嘀咕了一句之后，一掌震碎了柳青雪的攻击，身子一闪，与之战成了一团。二人的速度极快，空中只听到招式碰撞的声音，却是见不到人影。看到敌人被拖住，楚灵儿赶紧的拦住了上官燕几人。上官姐姐别着急，爹爹已经给了宝贝，我将这伸腿灯演完给李爷爷他们喂下，再把大还丹喂下就好了。楚灵儿从坛子里倒出了一颗保龄球大的丹药，用力的一掰，掰成2半。上官燕会意，立马用力握住了李淳风的下巴，让他嘴巴张开。楚灵儿将半个保龄球猛地一塞，全塞进了李淳风的嘴巴里。瞬间呢，这李淳风的眼珠子就瞪得凸了起来，那无力的双手也是再次抬动，疯狂的拍打着自己胸膛，但是却没有起
身。楚灵儿疑惑的挠了挠头，又看了看丹药的介绍。这咋回事？李爷爷你好点没？咋还不能起来打架呢？难道爹爹给的是假药？灵儿，会不会一颗丹药只能救一个人啊？因为掰开了，所以药效不够。要不灵儿，你将另一半塞进去试试看。好主意，不然李爷爷都没法恢复，也没法对敌了。至于欧阳大哥哥，等会儿再救吧。话音落下，就准备将另一半也塞进李淳风的嘴里。这李淳风一脸惊恐，一把从地上弹起来，大呼道：我可以了。李淳风觉得自己再不起来，恐怕要被丹药卡死了。这俩丫头可真是两个虎妞啊，只管往里塞，也不管人家装不装得下，受不受得了，就不能温柔点吗？这老头子。见状，一旁的赛华佗同情的嘀咕道：垂死病中惊坐起，他喊妹妹我可以。看到对方恢复，楚灵儿、上官燕二女大喜，连忙的拿着另一半保龄球直奔着赛华佗，如法炮制。2分钟之后，二人恢复了全胜的状态。正当两人准备再次飞天帮助女帝时，楚灵儿却朝他俩递来2个物品。灵儿，这2条黑的2条白的是袜子，干啥用的呀？没错，这个就是袜子，按说明书写的，把裤子脱掉，光腿穿上，能增加5成的战斗力呢。闻言，李淳风、赛华佗相视了一眼，一脸的怀疑。你说啥？穿上袜子能增加5成的战斗力，有没有搞错呀？而且还得光着腿穿，这么多人都是皇宫之主，多难为情啊！主要不知道这功效是不是真的。5成战斗力呀，该多么恐怖！哪怕皇阶宝贝都做不到。哎呀，情况紧急，你们也不想我娘亲受伤吧？而且这可是我爹爹给的宝贝，他说可以，应该就是可以的，这怎么会骗灵儿呢？听到说是修罗王给的宝贝，李淳风和赛华佗眉头一挑，立马就接过来。修罗王那种惊天动地的高人，那手指缝里漏点东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修罗王这人实在，从不骗人，我们相信他。没错，与射死相比，还是战死更惨。不过只有5成增幅，也不知道能不能干赢那家伙。到时候他身后那一堆高手一拥而上，还有那个荒阶的胡飞在一旁侧应，我们胜算并不高啊。小灵儿，你还有没有别的宝贝啊？楚灵儿赶紧的回头，在自己那堆宝物里找了找，很快便翻出了一条超短裙以及一双高跟鞋。这二人眼睛一亮，果断的出手进行争夺。那袜子都能增强5成的战斗力了，谁知道灵儿手里的东西有多强啊？这种至宝谁都想要。李淳风眼疾手快，抢先一步夺到了手里，拿着2个至宝在赛华佗的面前炫耀道：手快有，手慢无，至宝归我了。赛华佗气得不行，愤恨地骂道：可恶！顾炎武脸色涨红，激动地猛挥衣袖：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呐！你骂归骂，但是我看你咋这么兴奋？难道你想去摸摸国师的大腿？别说，还挺像回事儿。要是给我家小妾穿，那就够人了。那远处的柳枝呢？哎呀，早已被李淳风迷得移不开双眼了，心头是砰砰直跳。哎呀，没想到啊，这仇人居然……等本王抓住他，我定让他好好享受本王的爱。Come on baby！ 在众人惊愕之际，天上的战斗已分胜负了。那原本无敌的高俅，竟被变身之后的李淳风打得节节败退，呕血不止。哪怕爆发了所有的实力，都不能对他形成多少的伤害。怎么可能？为什么打不动？为什么你的攻击这么强？我要举报！我要向执法殿举报你！你修炼邪功，而且你们2个王八蛋，谁有脚气？高俅被一黑一白2条腿给踹成了重伤，胸膛都是凹陷了下去。不仅如此，他还觉得自己胸口被踹过的地方一直散发着浓浓的脚臭味，就像那个就跟那个死鱼似的。胡月娥等人大惊失色，赶忙的上去支援，但是都无一合之敌，瞬间就被李淳风、赛华佗2人给击败。一时间，无敌的2人成了众人眼中的黑白双煞了。敢犯我兵临国，虽强必诛。你以为我们帝国身后没有靠山吗？不，你错了，我们的靠山你惹不起。望着地上的重伤垂死的高俅与胡月娥等人，就在李淳风等人得意无比，准备打出最后一招终结他们时，高俅却是阴恻恻地笑了起来。你们真以为这就赢了吗？你们以为我们就没有靠山了？我宗老祖手握羽级神器，杀你们如土狗，敢伤我们，你们同样是在找死。说罢，高俅是面色一狠，从怀里摸出了一支火箭，并将其迅速的点燃，大吼道：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另一边的嘎达山中，楚墨的院子里，众人看着楚墨面色巨变，都是面面相觑。老祖，您咋了？可是出什么事了？楚墨没有回话，心神沉浸在系统之中。看到楚灵儿那危险的状态恢复正常之后，这才退出系统，重重的松了口气啊！我没啥，那啥，刚才我姑娘出了点危险。什么？您姑娘有危险？哪个敢对小姐动手？我们几个一定扒了她的皮。赵德柱是大惊失色，曹操等人也是面色一变，居然还有人敢对这种超级高手的至亲动手啊！
没事，我刚刚已经解决了，目前我闺女没有危险了。众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对楚墨竖起了大拇指。哎呀，这大佬就是大佬哈，人在家中坐，支援天上来，足不出户就已去打了援助，这一行为又让楚墨在众人心里的形象再次的拔高。哎，你们看，这大白天居然有人放烟花，还我去，这不是我镇魂宗的求救信号吗？不行，老祖，我得赶紧回去看看了。赵德柱起身欲飞往烟花燃放的方向，却被曹操一把拉住。别慌，你这样飞，什么时候才能到啊？等你飞到了，早就晚了。那你说咋办？难道我就在这看着？不是宗门有大事，没人会发求救信号的，毕竟这玩意儿不便宜。赵德柱心急火燎地喊道。刘备几人摸了摸下巴，相视了一眼，点头道：如今大家都是红阶以上的大咖了，加上前辈给你那神刀，或许大家可以合力劈开一条时空隧道，进行短距离的传送，这不比你飞过去节省时间呢？而且有前辈坐镇，我们尝试起来也没有危险。要是掌握了虚空传送术，以后想来前辈这做客，直接传送过来即可。闻言，楚墨愣住了，懵看着几人。这破碎虚空，我要有这能力，我早回地球去了。我还留在这儿吗？种田打猎，我有病啊！你别逗了，你们几个，我们要靠得住，母猪都会上树。不过赵德柱却是一脸的狂喜啊！像临时打通空间隧道这种小事儿，他可不敢劳烦楚墨。赵德柱立马掏出神刀，几人合力于一处，朝着虚空猛的那么一劈，狂暴的刀意砍出了一个狗洞大小的空间传送的隧道了。最强的典韦赵云见状，赶忙用内力强撑着空间口子，以免其合拢。这第一次尝试开辟空间隧道就成功了，倒是让几人一阵的兴奋。刘备等人回过头，朝楚墨道了一声别之后，便一个接一个钻进了这黑漆漆的狗洞里。前辈，我等就先走了，下次再带好酒来拜访啊！好，那啥，记得帮我打听一下我婆娘的下落啊！看着几人消失在眼前，楚墨不得不感叹呢，哎呀，这实力高强者，你说钻起狗洞来都格外的潇洒。金銮殿外，天空之中一阵扭曲，紧接着一道裂缝出现在众人的眼中。柳青雪的脸色沉了下来，一双纤细如同羊脂白玉的嫩手紧紧地握着，诠释着他内心的紧张。难道镇魂宗的援兵来了？居然如此之快！李淳风几个也是手握长剑，全神贯注地盯着空间狗洞，脸上写满了紧张。随着空间裂缝稳固，里边钻出了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男人。男人打量了四周一眼，欣喜的道：“哎呦，这次好像没找错洞啊！毕竟第一次进洞，找不到也正常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就能熟练了。”看到这一幕，柳青雪等人面色一喜，好像不是赵德柱，可是紧接着几人的脸上的喜意瞬间就凝固了，因为随着6位高手出来之后，一位手握神刀、满眼杀气、气息无比狂暴的男人从里面爬了出来。是谁释放了穿云箭？望着这人，李淳风等人是如临大敌，心也是沉到了谷底，嘴里失声尖叫：“这是赵德柱，他居然突破到红阶，这怎么可能呢？黄阶还能打，可这手握羽级至宝的红阶，我们真的有机会吗？”一时间，李淳风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眼下这处境，哪怕是拥有楚灵儿的神剑，哪怕有一身神气，他也是难以取胜啊！怎么打呀？看到赵德柱一出现，地上的高俅与胡月娥赶紧的大声吼了起来：“太上长老，救命！救命啊！是我们放了穿云箭。”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说吧，怎么解决？不管我弟子是对是错，也不管你们是不是在争夺地位，你们把我门下弟子打成这样，我赵德柱若不出面讨个公道，以后怎么在大陆混呢？自知一战无可避免，柳青雪转头看向了楚灵儿：“灵儿，把剑给娘亲一用。”“好，娘亲给你。”柳青雪手握着宝剑，挽了个剑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这玩意儿不是前辈给他女儿打造的那把吗？上次媚儿和我还被神剑压过呀！赵德柱对这把粉色的宝剑可谓是记忆深刻，哪怕这剑化成灰他也能认得出啊。这宝剑为何出现在这儿？难道那小女孩？慢着，先别动手，老夫问你们一个问题。要打就打，我等怕你不成？休想出言侮辱我等！赵德柱则是连连的摆手：“我侮辱你做甚？我还没有那么重的口味，我只是想问一下，小姑娘，这剑是不是你爹爹给你的？你是不是姓楚啊？”赵德柱努力的控制着面部表情，使自己看起来像个好人似的。“你怎么知道是我爹爹给的？又如何知道我姓楚？难道你认识我爹爹？”这话一出啊，这赵德柱是狂喜，姓楚，女帝还叫他做灵儿，这不就是前辈的女儿楚灵儿吗？这赵德柱的内心已经有了90%的把握了，这就是前辈他女儿，毕竟粉色神剑就那么一把，不可能有第二把。怪不得说这俩老头腿上的袜子和鞋子这么眼熟呢，原来都是前辈隔空送过来的。老赵，什么情况？赵德柱对着几人招了招手，附耳过去，将自己的猜测给说了出来。刹那之间，哎呀，这7个人脸上都换成了和蔼可
可亲，就是很谄媚的那种表情。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原来是灵儿小姑奶奶呀！失敬失敬，我们可是找了您很久了呢。实不相瞒，你爹爹跟我们那可是好朋友，老相识了。前一刻我们刚从楚前辈那里吃完饭离开呢。哎呀，那个，哎呀，没想到啊，今日在这儿碰见了小姑奶奶您呢。来，我这有极品的好糖，大白兔、阿尔卑斯啥的。小姑奶奶，你吃点消消气儿啊！看着几人这番突如其来的变化，文武百官以及柳志等人全都惊住了，纷纷感觉自己脑子似乎好像不太好使了呢，迷糊的。陛下，危机好像被灵儿解决了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柳青雪猛然的回神，敷衍了一句之后，又将目光放在了楚灵儿的身上。呀，你说你姓楚，你爹也姓楚，并不姓赵。楚灵儿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对啊，娘亲，这不是一开始闯荡江湖，怕给爹爹惹祸吗？所以用了假名字。我其实不叫赵灵儿，而是叫楚灵儿了。我爹爹也跟我一样姓楚，叫楚墨。什么楚墨？你爹他真叫楚墨吗？是不是长得挺帅的，住在一座山上？对啊，爹爹确实很帅很帅。如果帅要被罚款的话，我爹可能被罚破产了。他自从有了灵儿号，就隐居在了山上。不过山头名字灵儿不能说，万一被人打扰到爹爹的清静，那就不好了。呀，你当初不是说你是出来找你娘亲的吗？那你可知道你娘亲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每次问爹爹，他怕灵儿伤心，都不肯告诉我，只说娘亲并不漂亮，但为人很漂亮，很贤惠，对他也特别体贴和关心。闻言，柳青雪是一阵失望，没想到这最重要的信息居然断了。我就知道，小姑奶奶，您的母亲叫什么名字？楚前辈特意跟我们说过，他还特意交代让我们打听一下她在哪儿呢。老爷爷，你知道我娘亲名字？那你快告诉我呀！哦，对了，你为什么一直叫我小姑奶奶？既然你和爹爹是朋友，那你就叫我名字呗。姑奶奶多难听，我才8岁嘞。嗨，之所以叫你小姑奶奶，那是因为你爹楚前辈与我一见如故，前些天答应当了我镇魂宗老祖，所以按辈分啊，灵儿小姐，你可不就是我们姑奶奶吗？闻言，众人的心头一惊，原来那镇魂宗新任的神秘老祖竟然是修罗王，那这镇魂宗原地起飞了呀！加上灵儿的关系，这镇魂宗不也等于和冰灵国绑在了一起吗？我冰灵国有靠山了。哎呦，赵长老都是自己人，久仰久仰啊！客气了，剑神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咱们不打不相识，今夜当痛饮一宿，不醉不归。原来是这样，我爹爹天下无敌，能当你们老祖，算你们的大机缘了哟。对了，你还没告诉我的生母叫什么？大小姐，您的母亲，我听老祖说是叫柳青雪。啪一下，这赵德柱的这话犹如晴天霹雳，打在众人的头上。柳青雪，这不是？愣了几秒之后，柳青雪惊呼道：“赵长老，你确定灵儿的生母也叫柳青雪？”确定，前辈亲口说的。对了，陛下，你为何要说也？难道你也叫这个名字？柳青雪沉默了，满脑子浆糊，不知如何作答。那清灵的眼眸也是变得茫然失措。见状，李淳风与上官燕叹了口气，将女帝8年前发生的事儿，以及如何遇见楚灵儿这事儿，都说给了赵德柱听。听完之后，这赵德柱也是一阵错愕，不过很快那双眼睛里就被喜意彻底的充满。踏破铁鞋无觅处，车来全不费功夫啊！没想到陛下您就是老祖那日夜思念的夫人。小赵有礼了，不知夫人准备何时回家与前辈相见呢？前辈可是时常对我等诉说他的思念。听到这话，柳青雪甩了甩头，恢复了理智。想到自己夫君那毫无修为的样子，他便是苦笑连连。赵长老，可能您错了，你嘴里那躬身造化的楚前辈，也许并不是真的夫君。陛下别犹豫啊，我猜你也是很怀疑吧？难道您不想和自己的夫君相认？反正老祖那儿离冰灵国不远，何不放下功夫去看看？娘亲，你上次不是说有空要去拜访一下爹爹吗？既然如此，我们就一起去做客吧。娘亲这么漂亮，又嫁过人，爹爹一定会很兴奋，不是，一定会很开心的。二人的劝说让柳青雪心动了。好，那就劳烦赵长老了。朕想了想，不管灵儿他爹是不是朕曾经的那个夫君，朕都应该去拜访一下了。毕竟这些天他帮了朕很多。再说了，这也是灵儿的干娘啊，于情于理都应该去见见。不过能否过1-2天再动身呢？今日朕想将皇宫安定下来，另外需要处理一些乱臣贼子，最后还得准备好厚礼，毕竟见修罗王得隆重的。见柳青雪松口，赵德柱是欣喜若狂。这一票只要干成了，我赵德柱以后将是前辈面前的大红人啊！当然没问题，什么时候去，陛下说了算。至于乱臣贼子，那柳志、高俅、胡月娥等人，能否交给在下处理？宗门出了这些败类，居然瞒着我插手帝国之事，还差点伤到了大小姐与陛下，我这太上长老难辞其咎。好，那这高俅等人就由赵长老处理了。我是李淳风，丞相管仲，吏部尚书顾炎武领命，由锦衣卫配合你们4个，带兵给我将之前叛变的官员全部杀掉。至于职位空缺，从寒门学子里面给我提拔人才出来，胆敢违抗
者，一灭九族。是陛下。陛下饶命啊！饶命啊！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求陛下给个机会。柳青雪是宛如未闻，丝毫不予理会。诸位请吧，先去天牢候着，等锦衣卫查干净你们家底儿了，再决定你们是死是活。看着李淳风押着这群文武百官退下，一旁的赵德柱也是面露寒光，看向了高俅等人。太上长老，我等知错了，我们愿意面壁思过20年，并向女帝诚恳道歉，您看可否？感受到赵德柱眼中的怒意，高俅赶忙的求饶，不过眼底却是没有多少担心。既然是赵德柱安排他们，那肯定是不会杀人的，毕竟他高俅是副宗主，战力也强劲，以赵德柱惜才的性格，岂会杀高端的战力呢？讲到这儿，高俅还对着胡月娥和柳志使了个安心的眼神。你若是得罪了其他人，我或许可以保你，但是你今日得罪了柳夫人和灵儿大小姐，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住你。砰一下，一股浑厚无比的掌印从天而降，将柳志等人像拍苍蝇一样拍死在这金銮殿外的广场上。陛下，这个结果可行？赵长老这铁血手段，朕甚是佩服。只是宗门高层死了，赵长老不心疼吗？柳青雪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对这柳志等人可没半分的好感，尤其胡月娥与高俅还绿了他老爹，这可是大仇啊！是要陛下消气，这几个不长眼的杀了就杀了吧。几位，请今夜当大摆宴席，还请诸位为我讲讲那楚前辈的故事可好？毕竟是灵儿的爹嘛，多了解一些比较好。我对那种超级强者也是有敬仰之心的。刘夫人，此山便是楚前辈所居住的地方，那院子正是他家。这小院被翻新了，没想到梅千画、魏川孔两个速度还挺快的嘛。娘亲，我们快进去吧，爹爹应该在家里。灵儿也好想爹爹哟，尤其想念他做的蛇羹，特别鲜美呢。回头我让爹爹做给你尝尝。不过楚灵儿欢快的邀请却没有得到回应。只见柳青雪望着那小院和四周的环境，怔怔的出神。娘亲，娘亲！无论这楚灵儿怎么叫喊，柳青雪都是没有反应。看着周围熟悉的环境，内心深处那尘封的记忆涌上了心头。8年前，他在银杏树下被李淳风带走。8年之后，他终于回到了小院，看到了这熟悉且无比眷恋的地方。娘亲，你怎么哭了？没事儿，娘亲高兴。灵儿，你说你爹就住在这里面吗？对啊，我从小就跟爹爹在这生活，哪个地方有个坑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呢。好，挺好的，娘亲也特别喜欢这里。柳青雪缓缓地伸出手，想打开小院的大门，可是当那洁白如玉的手触碰到大门时，她又轻咬嘴唇，犹豫了起来。自己失踪了8年，该怎么对夫君解释呢？告诉他实话，我不辞而别其实是在皇宫当了8年皇帝，每天都有人伺候。他会不会因此生气呀？哎呀妈呀，他一定会的。他若生气，我又该怎么哄他呢？会不会因此让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另外，夫君明明是个超级高手，可他为什么瞒着我？为什么不出山寻我？他是有什么苦衷吗？不好使了，不能啊，挺猛的。咋了，刘夫人？前辈就在眼前，推开门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你夫君了。你还在犹豫什么呀？事已至此，我已经有99%的把握确定了，你们嘴里的楚前辈就是我的夫君。可是柳青雪脑海里排练了10000种与楚墨相见的画面，自己到底是直接扑他怀里大哭着喊夫君好呢，还是四目相对不住的流泪，让他把自己拥入怀里，再解释以前的不辞而别？正当他犹豫彷徨之际，院子里2道娇媚的女声传了出来。胡妹子，你滚开，老祖是我的。小豆芽，你撒手！楚先生乃是我的预定的男人，你休想与我抢！妈呀！听到这番动静，柳青雪是面色大变。什么？院子里居然有女人！可恶！砰一下，大门被用力的打开，柳青雪怒气冲冲的闯了进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给吸引住了。当看清楚楚墨的那张日思夜盼的熟悉的帅脸之后，这柳青雪恨不得立马扑进对方怀里，甜甜的喊上一声死鬼，不是相公，不是姑娘，你这是我不是我没欠你钱吧？你为啥把我新装的大门给我毁了啊？点个订阅吧。你终于回来了！没想到你终于把我认出来了，哎呀，小丫头片子，你今天居然舍得回来了，你啊，也够了！柳青雪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双手也是僵在半空之中。爹爹，你看灵儿已经皇接中期了呀！灵儿最厉害了。哎，对了，爹爹身边这姑娘是和你一起来的啊？对啊，她是灵儿认的干娘呢。灵儿下山迷路后就遇见了干娘，也是在她和李爷爷几个的指点下学会修炼的。那个，谢谢姑娘照顾灵儿这么久，灵儿能有你这么漂亮的干娘，真是8辈子修炼的福气。哎，对了，敢问姑娘贵姓？先生客气了，其实我叫柳青雪。什么了？你说你叫这柳青雪？难道此女就是我那失踪8年的妻子？不能和自己妻子相比，眼前的女人除了名字一样，其他啥地方都不一样。没错，我就叫柳青雪，同时也是濒临国的女帝。借此机会，柳青雪将自己身份说了出来，也算是给楚墨打了个预防针。好了，你是这帝国女帝？如假包换。哎呀，不像啊，谁家皇帝穿这衣服？妈，姑娘你别拿我开涮啊！谁规定皇帝就不能穿旧衣服了？难道楚先生不觉
觉得这衣服很熟悉吗？看着对方的穿着，楚墨想到了自己那失踪已久的妻子。当初条件不好，他也只能穿这么一身破烂的衣服。当初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挣点钱，为他买一身漂亮的衣服。可如今自己有条件能送他霓裳了，他却已经不在了。哎呀，那个快请进吧，别在外边吹冷风了。既然你是灵儿干娘，那也就是自己家人。随着柳青雪落座，三女立马就是仇视起来，一个个如临大敌。楚先生，这二位仙子是？楚墨他就觉得从骨子里一阵凉气冒出来，好像自己一旦回答的不好，就会有灾难降临一般。那个他是宗门晚辈来做客的，另一个我不太熟，也是刚来做客的。闻言，柳青雪顿时喜笑颜开了起来，显然对这个回答很是满意。楚先生快坐，青雪给你倒杯茶。看着柳青雪那巧笑嫣然的样子，楚墨是一阵恍惚，好像自己又回到了8年前。每次砍柴打猎回来，自己妻子都会温柔的为自己倒上一杯茶水，甜甜的叫一声夫君，快坐下休息吧。这楚墨甩了甩头，眼神柔和了下来。抱歉啊，失礼了。那个看着姑娘，我就情不自禁的想到了我多年未见的妻子了。没事，思念妻子，人之常情嘛。这不正是证明了先生重情重义吗？看着柳青雪和楚墨在那眉来眼去，一旁的花希月和火媚儿面色巨变。老祖累了一天了，媚儿给你按按头吧。既然媚儿按头，那希月便给先生捏捏腿吧。二女伸出手欲抢占先机。你们两个狐妹子干什么呢？不知道楚先生有妻子吗？关你什么事？你又是什么人？凭什么管我们？柳青雪大怒，恨不得把我是楚墨妻子的这句话拍在二人的脸上。我是灵儿干娘，就凭这点足，你们若是再这样，可别怪我不客气。谁怕谁呀？我们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给我闭嘴！你们够了没？能不能让我安静的坐一会儿？三女立马噤声，不仅没生气，反而觉得哎呀妈呀，此刻的楚墨好 man 呢。柳青雪的脑中灵光一闪，来了一招以退为进。天色也不早了，楚先生，你肚子也饿了吧？我去跟你做饭，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跟你一起吧，毕竟你是客人，而且这么多人的饭一个人做不来。看着楚墨和柳青雪一起进了厨房，花希月二女大呼不妙啊！事已至此，我们都开门见山吧。你是不是也对楚先生抱有目的？火媚儿脸色怪异，沉默不语。这说到目的，缠他精壮的身子算不算呢？你不说话我也知道，我们其实是一路人。不过啊，现在你也看到了，又杀出来一个截胡的。我们俩若是不齐心协力，迟早被他给比下去。你当如何？我以为我们当放下成见，先击败这个什么柳青雪再说。至于其他的，等赶走这个女人后，我们再分。花希月只当着火媚儿与他一样惦记的是楚墨的羽级神器呢。火媚儿一愣啊，这男人还能分吗？难道他想二女共侍一夫？好，你有没有具体计划？有。看清这药粉的名字之后，火媚儿大惊：你准备下药？没错，这便是我们的机会。老祖他这么强，怕是已经百毒不侵了。你这药粉管用吗？管用，我这又不是毒，只是催发最原始欲望的一个引子罢了。为了保险起见，先加上我这个吧。楚先生，您尝尝我这小葱拌豆腐。正在切菜的楚墨转头一看，当即愣住了。小葱拌豆腐，那葱呢？为什么你不放葱啊？因为你不喜欢吃葱啊，所以我才没有放。你不喜欢葱，那么我也不喜欢它了。只有你喜欢的东西，我才喜欢。轰一下子，这话一出，楚墨是如遭雷击。曾经的自己最爱的就是小葱拌豆腐，但是妻子讨厌葱的味道，所以自己做菜时就从来没有放过葱。当初妻子也问过他为何不放葱呢？他的回答便跟眼前的柳青雪一模一样。今日听到这句话，又好像回到了8年前一般，妻子的身影不断的与柳青雪重合再分开。来，你尝一口没有葱的小葱拌豆腐，看看合不合胃口。楚墨下意识的张开了嘴，豆腐入嘴，齁咸呢。但是楚墨却是激动到浑身颤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妻子做菜也是掌握不了盐的轻重的。你怎么会做这个菜？是谁教你的？曾经我遭人迫害，一悬一线，甚至还失忆，毁了容，险些走向生命的尽头。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在绝望之际，我碰见了一个男人，他叫楚墨，他将我捡回了家，并且对我百般宠爱，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就这样，我们俩的感情水到渠成，终于结为了夫妻。没有媒人，没有聘礼，但是我们很幸福。柳青雪说到这儿顿了顿，可是他很傻，明明他自己很喜欢葱，却因为我不喜欢，所以一辈子再也没有吃过，还骗我他也不喜欢。我这菜啊，就是他教我的，只不过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掌握好该放多少盐。你说我是不是很笨啊？楚墨伸出颤抖的手，轻轻地放在柳青雪的肩膀上，惶恐地轻喊了一声：“青雪！”那模样生怕眼前的一切都是泡影。夫君，你输了。望着楚墨嘴角那残留的一点豆腐，柳青雪踮起脚尖，闭上了眼睛，将红唇凑了上去，感受到那熟悉的温柔。楚墨的一双手紧紧
紧搂着对方的细腰，再也舍不得分开。清雪，你这些年……夫君，对不起啊，等晚上我慢慢跟你说好吗？事无巨细，我一点点的都告诉你。如果你听完以后还生气的话，那妾身随你处置，如何？楚墨摸着对方的秀发，酣懒地呼吸着对方身上的香味。好，正好我也有很多话想和清雪你说呢。二人腻歪了一会儿，便如同8年前一样，一个人炒菜，一个人切菜，时不时的回过头来相视一笑，脸上都有无尽的甜蜜。啊，太香了！我去看看我爹和我娘在做啥好吃的。楚灵儿飞快地冲进厨房，不一会儿又贼兮兮地跑了回来，对众人炫耀道：“我爹做的蛇羹哦，是一种金黄色的蛇，我爹管它叫黄金条，肉质很鲜美，昨天才抓到的。前辈的厨艺真不错，一条蛇能做出这种极致的味道。”李淳风几个却是面色古怪，轻声的嘀咕：“恐怕前辈手里的蛇可不一定是蛇呀。不是蛇还能是什么？这楚姑娘都说是蛇了。曾经前辈给了灵儿一只烧鸡，却让重伤垂死的我彻底恢复了生机。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一只凤凰。而如今这蛇羹，你们见过什么蛇能强化肉体的？不仅如此，闻到气味就觉得身体发热，你们不感到诡异？”众人都是高手，瞬间就明白了李淳风的意思。你是说楚前辈他这蛇其实是龙，他用龙肉来招待我们？除了龙肉，世间怕也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控制不住内心的躁动了。今日我们有福了，楚前辈太大方了。听着他们的交谈，花希月更坚定了自己下药的想法。这楚墨他一定要得到。楚先生，你家也来帮帮忙吧。不用，你出去，你能帮什么忙啊？你会炒菜还是做饭啊？别打扰我们就是最大的帮助了。哎呀，我可以帮你们端菜吗？你们忙你们的。花希月厚着脸皮端起2盘菜，他就往外面走去。火妹儿见状，则是拿出了花希月给他的2瓶百花酿，咬咬牙往里面开始加料。老祖，别怪我，肥水不流外人田。火妹儿与花希月将菜和酒分开，这加料的放在自己桌上，没加料的放在另外的一桌。如此一来，也可以避免搞错嘛。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楚墨和柳清雪也是双双的从厨房出来。那个，你们凑一桌吧，和灵儿、清雪还有我家狗子坐一起就行。听到这话，花希月面色微变，立马上前拦住了楚墨。楚先生忙了一天了，快与我们坐下吃饭吧。你这家主不来，我们哪敢动筷子呀？而且奴家这里还有我百花古毒酿的美酒呢，想让先生品鉴一下呢。普天之下能喝到百花酿的可不多呀。不得了，我坐这边挺好。这2女相视了一眼，有着不甘。那既然如此，楚先生，来，奴家给你倒酒，我们2人敬你一杯。这一杯敬往事，也感谢老祖一直以来的厚待。哎呀，你这扯不扯？哎呀，伸手接过酒杯，虽然不太熟，但是礼仪还是得讲的呀。见状，火妹儿和花希月面色大喜，眼神灼热的看着楚墨。那挺香啊！哎，对了，这种好酒你俩也喝呀？这2女心里一个咯噔，为了不让楚墨心生怀疑，再一想到等会儿反正也得3人斗地主嘛，或许自己也喝了之后能表现得让他很满意呢，是吧？这2女把心一横，仰头就直接喝掉了。先生，我们好了，你也快喝吧。哎呦，真痛快！哎呀，厉害，豪爽！既然如此，那楚墨就仰头准备喝掉。2女眼中露出了阴谋得逞的目光来。柳清雪却是眉头紧皱，女人的第6感告诉她这酒有问题。等等，夫君，喝酒对身体不好，所以不准喝。哎，好，我听你的，我不喝。见楚墨拒绝，2女是面色巨变，内心大急。你喝呀，不是说你爱酒如命吗？咋的了？这咋关键时刻掉链子呢？而且这娘为何叫楚前辈做夫君呢？柳清雪满意的一笑，还对2女使了个挑衅的眼神来。那跟我这正牌斗，你们这是老鼠舔猫能念吗？就是反正你们这是没事找刺激啊。而火妹儿2女却是急坏了头，面色难看无比。先生，你真不喝了？这可是百花酒啊，大陆排名前5的。不喝了，我吃头泡了，不行。谢谢你俩好意啊，咱们还是吃菜吧，都是野味儿，这味道可香了。来吃点这个，你看你都瘦了呢。哎，好，你也多吃点肉啊。就在2人眉来眼去之际，一旁的花希月和火妹儿脸色渐渐变得通红，药力发作了。我去，这下怎么办呢？火妹儿也是被纸巾咬。我也不知道。看着2女的变化，楚墨面色一惊。哎妈呀，你俩咋回事啊？这是酒太辣了。哎呀，你俩不能喝，早点说呀。第一次喝酒都是这样式的，要不你俩吃点东西吧？啊，垫不垫吧？这2女宛若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手忙脚乱的夹了一块蛇肉，蛇肉入嘴就如同火焰一样点燃了炸药桶了，药力轰然的爆发，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救命！2女眼神灼热的看着楚
楚墨。柳青雪见状，赶紧的一把拉起楚墨，带着他后跳出去3米远。随着楚墨的消失，两女失去了目标了，看向了对方。哎呀！刹那之间，这场面直接就失控了。看到这一动静，院子内其他正在吃席的众人也全都惊呆了。没想到他俩这么好看，居然是这干啥呀？现场直播呀？非礼勿视，非礼勿视！那啥，大家把桌子搬出去吧，把院子留给他俩，是使劲扑他。亏我还把你俩当情敌呢，没想到是我小肚鸡肠了。二位不要有所顾忌啊，我先走了。不，你们听我们解释，事情不是这样的。院子外面，赵德柱以手扶额，大感无面，恨铁不成钢的骂道：“媚儿居然喜欢女人，难怪几10年不近男色。原来如此，我这师傅今日才知道，是我对他的关爱太少了呀。唉，只是他为何不忍忍呢？非要当着咱们的面暴露？不得不说，哎呀，这天机阁算命真么准呐！说那花姑娘的另一半在旮旯山，在我楚墨家，没想到还真是。你说说，服了！以后有机会一定找天机阁算个命去。时间一晃而过，这一晚众人吃饱之后，找了个山洞将就了一晚上。天亮之后，院子里早就没了2个仙子的身影。这先吃不管，后吃洗碗，碗筷就让灵儿来收拾吧。夫君，我俩去做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娘亲，我是捡来的，对吗？不对，我好像真是你捡来的。爹爹，你忍心让娘亲欺负我吗？让你去你就去呗，就当你离家出走的惩罚了。这时楚墨转头问道：“那啥，你说做啥有纪念意义啊？”我们画个画吧，将我们都画上去，这样一来，我们老了也可以将画拿出来缅怀一番。你觉得如何？画画？不是你这可是我不会画画啊。楚兄，画画这事儿我会啊。啊，你还会画画？你不是只会撩妹吗？想要撩妹，岂能没有一点手段？实不相瞒，在下不仅会画画，还在画道浸淫了1000年之久，一手画技出神入化，更是被西域之人誉为画圣。司马长风掏出了笔墨纸砚，回去吃你的饭。我要我夫君给我画，哪怕他画的再差劲，我也要他给他。而且我要画一套写真集。咋了？我说真的，我真会画画。你呀，闭嘴吧！人家小脸孔亲热撒娇，你凑这么热闹，吃你的饭。夫君，来吧，我姿势已经摆好了。楚墨拿着司马长风的那些笔墨纸砚，犯了难了。快，枸杞桶，快救我！8年没见了，我总不能连我老婆这点小要求我都做不到吧？那个枸杞桶保佑我！看在我最近啥也没牵出来的份上，你让我整个画画技能，不过分吧？系统必须保证公平公正，绝不能虚作假，收到什么就是什么。停！恭喜宿主获得神奇画技，系统附赠各种神兽的实拍图，可供宿主临摹作画。那个谢了啊，枸杞桶。他知道系统这尿性绝对是暗箱操作帮他了。夫人，既然你想画画，那我便给你画，小事一桩而已嘛，保证画的和你本人一模一样。没想到前辈竟隐藏了这么深，还真会画画呀！可惜了，只得其形不得其神。这画没能将柳姑娘眼中的爱意给显露出来，没能赋予画像灵魂。这想法刚落，面前的楚墨摸了摸下巴，似乎也发现了不妥。半醉半醒，这种状态才是最好的嘛！老婆，今日为夫便让你看看什么叫神一般的画技。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好诗啊！一首诗写完，楚墨将笔彻底的放下。难道眼花了？我咋觉得画会动啊？我也有这种感觉，画像在眨眼睛看着楚前辈啊！什么？这是傅灵？怎么可能？难道他啥玩意儿？难道啥呀？传说中堪比羽级强者的第4境，便是诗画互动的浑然最境。可以说，最境强者费尽心血所做的画，完全可以当做羽级神器来用，甚至能成为画中之人的身外化身。这画像便是柳姑娘的化身，画像有灵，柳姑娘可以操纵画像去吸收天地灵气，最后画像反馈给本人，能帮助修炼，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危急时刻也能用画像当替身木偶，免受必死之劫。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咦，爹爹，你在画龙啊？怎么你这个龙没有眼睛呢？是个瞎眼龙吗？对啊，眼睛。楚兄，你这龙没有眼睛。哎呀，你看我这破技巧，画龙怎么能忘记点睛呢？我说完，他再度拿起笔，给那瞎眼龙点上了眼睛，当着眼睛画好。哎呀，那风云忽然变色，一时间是狂风大作，阴云密布，笼罩了整座的旮旯山。哎呦，这妈打雷了，下雨了，这上鬼天气，说变就变呐！灵儿啊，快帮我收衣服啊，我还晒了不少牛肉干呢，一起都给我收了。楚墨带着楚灵儿离开之后啊，那画纸上的龙忽然是腾空而起，不是，就咯咯，后期来吧。
那声音是低沉有力，穿透性极强，让人听了不禁心神战栗。以笔为骨，以纸为躯，以墨为魂，平化造龙魂，这是画之一道的巅峰之境，画境啊！没想到楚兄他的画道竟然达到了仙人之境，岂不是说他就是活着的仙人？在众人发愣之际，龙魂再度的吟叫了一声，一个俯冲回到了那画纸上。这便是神兽的威压吗？仅仅是一道龙魂，让我们无法心生反抗。先前有个门神，现在又多了个龙魂，前辈这院子简直比中域那些圣地的防御力量还要强横啊！这天啥天啊？简直比女人翻脸还快呢！说变就变啊！短短2分钟变了好几次了，呀，一会儿黑一会儿白的。哎，对了，你们刚才聊啥呢？刚才好像听着天上有啥玩意儿叫唤呢，是不是牛还是啥？这楚墨境界太低了，他并不能看到龙魂，毕竟龙这种东西属于高维生物，实力不达到一定的程度是不可能看见的。众人可不信一个能创造龙魂的大能会不知道那是龙吟，他们只当在楚前辈的眼里，可能缔造龙魂不过是弹指的小事罢了。前辈在上，还望不弃，请收在下为徒，愿尽心侍奉左右，只求前辈空闲时能略微指点一下画道。你要拜师，拜我这个渣，不是拜我这个渣渣。前辈若是渣渣，那我等又是什么？还望前辈不弃。大可不必啊，拜师就算了，咱还是兄弟相称吧啊！闻言，这司马长风一脸颓然，果然呢，这仙人是看不上我这垃圾的资质，这是被拒了吗？这不是？你要想学画画，那我教你呗。真的？楚墨点了点头。你要记住啊，这画画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技巧、无境界。作画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画法自然，你不要过于的刻意，方能画出神髓。楚墨的这一番话，好似是鸡蛋灌饼，不是鲤鱼打顶，不是捏壶灌顶，不是醍醐灌顶，让司马长风恍然大悟了起来。这画道之中困扰他500年之久的那层膜，竟啪的一声被人捅破了。来，拿起笔跟我画，说千遍万遍都不如拿起家伙实操一次来得好。只有做过，你下次才能轻松找到窍门，知道不？司马长风便在楚墨的指点下，二人一起画画。这一张张画从两人的手里流出来，画的都是《山海经》的异兽，无数楚墨看不到的异兽祥瑞在院子里飞舞。怎么回事？为何我使不上力了？好像连续冲了10发一样，这腿都是软的。我靠，我也是啊！事出反常必有妖，我怀疑有人对我们下手了。可是楚前辈在这儿，谁又如此胆大包天呢？不用怀疑，就是有人对我们出了手。这阵法没看错，应该是古籍中记载的禁术3绝阵。3绝阵，这是什么鬼东西？这是最丧心病狂的阵法，每布一次阵，最少有2万童男童女会死于非命。能布此阵者，全是丧心病狂之人。只是不知到底何人布阵，又为何布在这旮旯山？难道是前辈的仇人？可恶！如此阴毒之人，杀掉他都算便宜他了。若是落在我手，我定将其抽筋拔骨，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杀我？你杀得了我吗？没想到这里居然有如此角色，竟还是兵破之体，倒是运气啊！等会儿本圣主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欲仙欲死的。什么秋华山圣主武藏，居然是你！这是你搞的鬼，你欲何为？鬼见愁，好久不见呐！我连如此大阵都布出来了，你说我是为了做什么？明知故问呐！你想杀我？你可知此乃何处？又是何人所住？你对我动手，我没意见，但是你敢在此处动手，你便是自取灭亡。我劝你善良。司马长风生怕因为自己的仇怨而打扰了楚墨的清修。我都杀几万童男童女了，你还让我善良？你还是那么天真。至于你说的自取灭亡，我当然知道这里是谁所住，就是躺椅上那个废物嘛。他虽是咒己，又手持神器，但入了我这大阵，你觉得他能奈我何？你看，他连睁眼看我的勇气都没有了。今日便是你们埋骨之日，那一击神器，在我杀了他以后，别笑纳了。看着楚墨浑身规则之力萦绕，武藏却一点惊慌都没有，被3绝阵笼罩，哪里还能调动规则之力啊？这绝对是障眼法无疑了。喂，小怪，怎么看你很慌张？这家伙很强大吗？废话，咒气啊，又有3绝大阵加持，我们已经是砧板上的肉了。那么谁先死呢？就从这家伙开始吧。面对本圣主，居然眼都不带睁，太狂了！哎呀，前辈小心呐！别睡了！众人想推搡这一下楚墨，却发现被阴气所压制，无法动弹。面对武藏的一击，众人都感受到了极强的压迫。受死吧！随着这一击湮灭。楚墨翻了个身，恰好又放了个屁，顿时就将那盖世的攻击给吹得消散崩溃。哎呦，前面这什么招式？这是就不能换个文雅一点的对敌方式吗？院子里那18幅画忽然闪烁了一阵微弱的光芒，一股极为不妙的预感席卷了心头。快逃啊！18道凶兽与神兽的魂魄直冲云霄。好啊，小爬虫，你怎么不跑了？神兽大人们，我与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何要与我们为敌？无冤无仇？你刚刚可是对我们主人出手了，这就是你说的无冤无仇吗？
饶命啊！我只是路过的。在他转头准备下手时，这院子里的楚墨好像出的声音给惊醒了，懵逼的从躺椅上坐了起来。看到这一幕，18个神兽身形一闪，瞬间的回到画中。咋回事啊？啥玩意儿这么吵啊？睡个觉也不安生。那花姑娘在天上磕头呢，扮谁呢？前辈饶命！前辈放过我吧，我愿当牛做马，永远侍奉于你。不是，谁能告诉我啥情况？这一觉起来怎么感觉世界都变了呢？众人交换了一个眼神，这前辈这么做应该是不希望暴露仙人的身份，只愿当个普通人。为了维护前辈与我们的友谊，你们谁把功劳就认了吧？啊，那啥，师傅是这样的，我们司马长风将之前发生的一切全部解释了一番，唯独把神兽出手一事隐瞒了，而功劳自然而然的被他揽在了身上啊！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危险呢！哎呀，倒是辛苦司马兄了。司马长风看着楚墨一脸欣慰，他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哎呀，这师尊的确是不想暴露自己，这是对我顶包的行为高度的赞誉啊！师傅，你看这个女人该如何处置？杀了吧！我留她吃饭，她居然引狼入室，还敢对我们出手，那就已经是仇人了。我觉得就该斩草除根。前辈，你放过我吧，也愿意发天道誓言，从今往后只听前辈的命令，这条命都归前辈的。你让我趴着，我绝不躺着；你让我当坐骑，我也绝对不反抗。若为此事，神魂尽灭，请前辈放过我。师尊还杀不杀？他发天道誓言了啊！天道誓言是啥玩意儿？只要发下此誓，便有天道继行奥义，他的灵魂已经掌握在你的手里。他的脑海里想什么，有什么邪念，你都能第一时间知道。而且只要你愿意，可以捏碎他的神魂，让他魂飞魄散。你就跟着清雪身边当个保镖吧，她是女帝，身边都有个厉害的侍女奴仆啥的。哎，对了，刚才那个司马兄杀的那俩家伙都什么实力啊？尸体在哪儿呢？一个骤级中期，一个半步骤级，尸体都在外面，应该还热乎吧？什么完了？骤级，快！灵儿，快跟上爹，咱趁热乎。爹，你要对尸体趁热吗？没想到前辈就是这样的人呐，连尸体都不放过。不过很快，这柳清雪和李淳风几人想到楚灵儿那杀戮之体的体质，顿时便明白了他的用意。灵儿，快跟你爹去，这乃是不可多得的机缘呢。说完便站在了门口。诸位，这种事还是别看了，涉及他们父女俩的秘密呢。点个订阅，可惜了，要是早点过来，你说咱们父女俩是不是能一步登天？如今已经散了10只7、8了都。爹，你可别不知足，我杀了几千只鸡鸭和小羊羔，都才到6品5整呢。这2块粮的尸体可比那些鸡鸭强多了。哎呀，算了，这瘦死的骆驼也挺大的。姑娘，咱俩快吸的分头行动。这尸体内的灵仙顺着手掌被吸入体内了，而一旁的楚灵儿也是谨遵教诲，拔出长剑给半藏的尸体来了一剑，将对方的脑袋砍了下来。哎，姑娘，你干啥呢？你快吸呀！咋的？他长得丑碍你眼了？不是爹你说的吗？要分头行动，我按你说的做的呀。这么个分头行动啊！哎呀妈呀，还行，分的是他妈大头，这分小头更完了。哎，老妹儿，不是那个姑娘，我让你吸那个黑武士。难道分头行动不是这样？有什么问题？你们男人真是麻烦，不做又说我们女人不听话，做了又挑3拣4，哎，谁受得了你们呀？2台抽油烟机全力的开动，这父女俩的境界也像开了挂一样，蹭蹭的飙涨。玄阶初期、中期、地阶巅峰、天阶，短10分钟不到，这楚灵儿直接涨到了荒阶初期，而楚墨则是变成了荒阶中期。我女儿有大帝之姿啊，果然继承了老爹我的资质。哎呀，这修炼就是如此简单且平淡无奇呀！爹，你不是已经早就无敌了吗？为何现在才荒阶中期啊？不是，我能告诉你，其实我修炼全靠你这女儿吗？那不可能啊！那吹出去的牛，那岂能吹破了啊？楚墨抖了抖衣袍，露出父爱如山的表情来。其实呢，你爹只是隐藏了修为，想陪你一起修炼，重新走一次从普通人变高手的路而已。毕竟女儿只有你一个，在修炼的路上，我这老父亲又岂能让你孤孤单单呢？这楚墨的内心是慌的一批呀！灵儿打小他就聪明，不会被他识破了吧？不过事实证明，楚墨想多了，他实力超绝的这种说法，早已在楚灵儿心里变得根深蒂固了。爹，你真好，你可是灵儿的一片天呐！楚墨松了口气，从楚灵儿的反应足以见得自己吹牛式的洗脑十分的成功啊！哎呀，毕竟爹就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嘛。行了，咱们回院子里吧。师尊这么快就回来了？敢问师尊，那2具尸体啊？你说尸体啊，虽然是仇人，但是人死如灯灭嘛，我还不至于给他们放到院子外边，到时候臭了熏得多恶心呢。所以我和灵儿给尸体做了个无公害的处理。师尊，灵儿小姐还那么小，她不怕尸体吗？司马长风目光转到楚灵儿的身上，他忽然注意到她的修为。等等，灵儿大小姐她的境界，如果没记错，之前的只是黄阶中期的吧？为什么出门10分钟回来就是荒阶了？这玄地天3大阶去哪儿了？大小姐，你怎么升级这么快？都是爹帮我的啦，这升级还是挺轻松的，伸手境界就到达啦。啥玩意儿？伸手就达到了？如听人言否？要不要这么离谱啊？师尊，若不弃，封拜师尊为义父。
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哎，对了，师尊，那个五藏麾下还有个势力叫九华山，需不需要徒儿去将其铲除，再把所有资源带到您这儿来？抄家？哎呦，这事儿我喜欢，抄必须抄。不过得记住一个原则啊，一定不能拿他九华山一针一线。司马长风闻言露出了诧异的目光了。不是，自己这师尊明明强的逆天，怎么一提抄家，这家伙兴奋的跟个土匪似的呢？遵命，徒儿保证将物资全部带来。哎，对了，师尊，那些九华山的弟子怎么处理？是杀是收？愿意投降的，就让他们发下天道誓言。毕竟清雪的帝国也需要人嘛。至于不愿投降的，物理超度了吧，顺便把他们身上的物资弄。另外，与外面那2具尸体有关的，得全部斩杀，以绝后患。好，师尊怎么说，徒儿便怎么做。不过徒儿想问师尊借个人，把花希月借给我。这话一出啊，众人眼神瞬间就变得怪异无比。谁不知道这泡面头其实是个浪子？你们在想什么？这花姑娘是九华山2长老，有她出面，可以更好统领那些俘虏，反抗的力量也会小很多。而且花姑娘是师母的女奴，由她掌控俘虏，那就等于师娘掌握了，也省得以后交接。你去吧，跟着长风收整九华山的势力，然后全部交给清雪。花希月松了口气儿，屈身行礼，跟在了司马长风的身边。得到命令之后，司马长风与花希月各自将2块传音石分别交给了楚墨和柳清雪。师尊师母有吩咐的话，叫我们就响。好，没事多带朋友来做客啊，走好。看着2人离开，心在帝国的李淳风也是拱了拱手。陛下，您出来也有2、3天了，帝国刚经大变故，时局不稳，需要您镇场子，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该回去了？夫君，你跟我一起去帝国吗？我带你去皇宫里过好日子，咱们别窝在山里了，如何？保证让你过得比太上皇还快乐呢。啊，进皇宫，想到电视上演的那些宫廷剧，尤其那什么黄金甲，哎，可以说遍地都是美丽的宫女啊！哎呀，楚墨内心是无比的激动。不过想到系统的约束，这楚墨的眼神又暗淡了下来。我已经习惯了这山野的生活了，而且我和某些存在有着约定，2年半不能出山，所以得2年之后才能出山跟清雪你去皇宫了。众人是心头一凛，前辈说某些存在与他有约定，可是放眼这片天地，怕也只有天道能和仙人平起平坐吧？难道楚前辈他竟然是和天道有约定？哎呀，恐怖啊！没事，我争取尽快回来陪你。赵德柱几人合力开出一条空间隧道，以供柳清雪进入。那个早去早回啊。好，对了，夫君，我问你个事儿。老婆大人，请指示。那个，我跟以前的我，谁更漂亮？你更喜欢谁啊？这个，那啥，都漂亮，我都喜欢。算了，我不逼你了，但下次我回来时，你得告诉我。楚墨刚准备让楚灵儿挥手和他母亲告别时，楚灵儿却是突然撒手。娘亲，等等我，我跟你走。这山上太无聊了，爹爹会逼我读书。爹爹再见，等我玩够了，我会和娘亲回来的。拜见师尊，九华山与百花谷所有听话的成员已带到，另外2宗资源也已全部收整，请师尊定夺。呀，终于回来了！哎呀，今日来了好多姑娘啊！哎呦，小女仆啊，2个宗门就这几10个人吗？殷主人，这只是一部分实力最强的，还有近2万人呢。奴婢怕打扰主人进修，便让他们在山脚等候主人的安排。之前他们发天道誓言时，难道主人没掌握他们灵魂吗？楚墨挠了挠头，赶紧的沉浸心神看了看，果然见有2万来个灵魂小人处于他的脑海之中呢。哎呀，这人确实挺多的啊！我看到里边还有好几千个姑娘呢，都是你麾下宗门的？没错，都是奴婢宗门内的，而且全部改名姓花。哎，好多花姑娘的干活。有些本太君，不是啊，呸！大家别误会啊，其实我本人是个正人君子啊，人称坐怀不乱西门庆，不是柳下惠。柳主人，您若是有需要，尽管吩咐。楚墨满是享受，近万的美女在身边伺候，这去不去皇宫好像已经不重要了。哎，话说这么多人我咋养啊？怎么供他们修炼呢？那光靠长风给的那些资源，若没有别的收入和产业链，怕是也供应不了多久吧？你俩有啥好办法吗？师尊，徒儿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啊？不成熟啊？那等他成熟了再说呀。熟了，已经熟了。徒儿觉得想要养活他们，不如组建一个新宗门，你说咋样？开宗立派，就我行吗？我又不懂怎么创建宗门呢，我没经验呢。而且这玩意儿建立宗门一般都需要风水宝地，要灵气充裕啊。我这也没那地盘搞这些东西。这楚墨是一脸的怀疑，自己一个荒阶的渣渣开什么宗啊？眼前这群人有好几个都是红阶的，自己这个祖师爷实力还不如宗门小弟呢。你说出去不嫌丢人呢？你万一手下的小弟惹来强敌了，那我这老祖是撒丫子跑啊，我还是跑啊，还是什么提裤子跑啊？哎，师尊放心，宗门里都有自己的产业链，师尊只要坐镇当了定海神针就行，其余的我与小花花能搞定，保证给您安排妥妥的。而且这些都是原本宗门人物，又不用磨合，也都熟悉宗门规则，只要师尊一句话下来，咱
咱们立马就能成立新宗门。至于福地洞天，以师尊您的手段，想要将嘎拉山打造出来，一点都不难。您看如何？楚墨有些犹豫和顾虑，前是看了诸多的小说了，那些宗主呢，大多都是被门下的天命之子反噬，要么就是为对方挡灾死掉的。他可不想成为冤种啊！师尊，您在担心什么呢？难不成您不想每天睡醒就有一大帮漂亮的徒子徒孙向您请安？您不想大手一挥就有诸多弟子为您办事？需要什么东西，需要找什么人，下令就行了。闻言，楚墨承认自己被说服了，想得之前找妻子就得罩得住几人帮忙，若自己也有宗门，有徒子徒孙，以后办啥事他都方便呢。那既然这样，物资有了，人有了，管理层也有了，那咱就开山立派。不过您俩得帮我照看点啊！司马长风与花希月狂喜，他们眼里楚墨这话就是在向他们释放信号呢。以后你俩就是宗门的二把手。太好了！徒弟相信以师尊的手段，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让宗门威震大陆。行了，别画大饼了。宗门叫啥名儿？你俩想好没啊？我不会起名字，您问问小花花吧。这事关重大，奴婢不敢起名，主人您自己来吧。见二人推辞，楚墨也不强求，愁眉苦脸的来到了院子外，俯视着山下的那些远离家乡、惶恐无依的弟子，仿佛看见了自己当初刚穿越时那种惶恐不安的样子。楚墨的心中忽有所感，既然他们无依无靠，那么我就努力的让他们有个依靠，宗门将成为他们的靠山。我决定了，咱们就叫靠山宗。对了，主人，咱们宗门有什么门规啊？正好大家都在这儿，要不您将门规告诉我们，大家将铭记于心。这个提议很有建设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对了，你叫啥名？回主人，奴婢花莲月，以月入道，尤善情和萧。哎妈呀，音乐圈的呀！楚墨打量了他几眼，心中微动，有了别样的想法。如今自己可是一宗之主了，身边总得有个能干的秘书为自己做事儿吧？这有事儿秘书干，没事儿干啥都行。擅长琴箫是吧？那啥，催眠曲会不会弹呢？最近我这肝火旺，白天晚上不怎么睡得好。你要是会吹弹的话，你上那个小院子里头找个地方住着。听到这话，司马长风立马对楚墨一阵挤眉弄眼。我懂，徒儿都懂。论享受还得是师尊啊！楚墨的脸色一僵，不是，你们我都服了。行，算了，我懒得解释。主人怎么说，奴婢就怎么做。那行，那我先总结一下门规啊，具体的你们几个再商量细化。但是最重要的得记住啊，宗门弟子外出游历，万万不可得罪林、萧、叶、楚这几个姓氏的人。若真得罪了，那就一定要赶尽杀绝，千万别留后患。这几个姓的都可厉害了。再有呢，就是招收弟子的话，喜欢和戒指啊、玉佩啊、项链自言自语的那样的优先录取啊，大难不死3次以上，而且未婚妻特别神秘的优先录取，被退婚、父母离奇失踪的优先录取啊。对了，那个刚到大门口就被宗门长老刁难针对的优先录取。另外，嘴角喜欢神秘微笑的，他对手喜欢桀怪笑的，你们就直接通知我，我亲自来面试了。好像没啥了。众人一阵点头，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仙人宗主会定如此的规矩，可他们还是全部都记在了心里，不敢有丝毫的疏忽。是，奴婢这就传达下去。你先等等，我还有事没交代完呢。这宗门大门还荒凉无比呢，连个大殿、房子、广场啥的都没有。这说立山头太草率了，还需要好好建设一番呢。接下来一段时间里，还请诸位看树、修房子，争取将山头早点建设好。主人，奴婢先下山，带着弟子们砍树开山了，不是您吩咐一句就好。行，去吧，以后别叫主人了，听着怪别扭的，叫老爷吧。对了，师尊，宗门您准备怎么规划？打算弄些什么宝贝当镇宗之宝啊？楚墨皱了皱眉，他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荒间，哪来的天才地宝以供弟子修炼呢？但是宗门不能没有加速修炼的设施，否则太没牌面了。如今也只能期盼每天签到，系统能给点什么了。这个嘛，容我好好想想，画个图纸先。第一次开山立派必须规划好，至于宝物慢慢来。楚墨兴致勃勃，拿出纸笔开始画宗门的规划图了。夫君，等我处理完了这边的事，将几大帝国彻底整合，收拢了政权，便带着山珍海味回来找你啊。好，我最近也忙得很，刚组建了一个宗门，还得规划呢。下次来多带点工匠啥的，我有大用。宗门几天不见，居然创建宗门了。陛下，主人把九华宗几个势力整合了，并且重建了一个靠山宗。如今陛下一统南域，又有主人在身后当靠山，这西域跟南域可谓是尽在掌握之中。闻言，柳清雪是神色振奋。要知道，几个月前他还在因为一个镇魂宗而担忧无比，可如今呢，已经坐拥西域跟南域，这真是世事无常，大肠套小肠，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传音石对面的那个男人，没有他哪儿来的荣耀啊？夫君，那你先忙吧，记得不许沾花惹草啊，否则……
哎呀，那必须的嘛。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柳青雪都在分封群臣，大肆的奖励那些死忠和老臣。本着杀一批拉一批的原则，几大帝国倒是很快被他重整，更是成立了一个新帝国——靠山国。而柳青雪本人也因为收整五国得到的那庞大的皇气，成功从荒阶后期突破到红阶中期。娘亲，灵儿想爹爹了，我想回家。柳青雪放下了手中的公务，慈爱的笑了笑。好，娘亲让赵王爷他们送你过去，走空间快一点。赵德柱等人也在这些天里成了靠山国的王爷，并加入了靠山宗，成为了一代长老。不嘛，人家不想走公家隧道，我想自己飞着去。自己飞着去不安全吧？嗨，有啥不安全的？有爹爹罩着。再说了，如今这南域都是咱们家的，灵儿又是荒阶强者了，谁敢欺负我？娘亲放心好了，我又不是不认路，就当出门游玩啦。只是灵儿如今也是高手了，那你便去吧，记得带够盘缠啊，路上别饿着了。这是国库的钥匙，不多少零花钱，你自己去拿吧。谢谢娘亲，正好给爹爹买点礼物带回家。那灵儿先走了，等下钥匙我让人送回来。楚灵儿拿着钥匙，踩着欢乐的步伐，欢天喜地的跳了出去。柳青雪摇头失笑，这丫头真是活泼好动。感叹了一声之后，柳青雪又投入了工作。可是她不知道，在楚灵儿拿着大量的零花钱离开皇宫之后，便从怀里摸出了一份从花溪月那儿敲诈来的中域地图。爹爹娘亲，灵儿就不看着你们秀恩爱了，我要去闯荡江湖，让整个大陆也留下我灵儿仙子的传说。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楚灵儿离家第5天，楚墨夫妻俩才在一次通话之中发现了异常了。夫君，你这几天有没有想我？没有和其他女性勾搭吧？再有几天，我这就能放权不管了。你看我在混工地呢，我哪有空勾搭小姐姐呀？那就好。哦，对了，我差点忘记灵儿这丫头了。她到家了吗？她拿了我国库1/3的钱，说回家孝敬你来着。我估摸着应该也差不多到了吧。到了，灵儿回来了，可我没看着啊。我问问她到哪儿了，我派个人去接她呗。楚墨又从怀里摸出了另一块传音石。有了司马长风这个大冤种进宗门之后，那珍贵的传音石啊，也变得不再珍贵了。喂，女儿啊，你现在走到哪儿了？楚墨对着传音石发送了通话，却被提示对方拒绝了与您通话，对方已将您拉黑，并向您扮了个鬼脸儿。哎呀，我去！夫君，什么情况？啥情况？那丫头怎么把我拉黑了？这臭丫头！早知道我就不让她一个人回来了，心太野了。骂了几句之后，柳青雪的内心又不禁担忧了起来。灵儿会不会有危险？这危险嘛，倒是没有。哎呀，算了，不管这逆女了，等她野够了会回来的，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她。我一定让她知道什么叫爸爸那厚重的爱，而且她又能野到哪儿去？除了在南域转转，咋的还能跑中域去不成啊？她连地图都没有，路都找不着。楚墨也并不是很担心，有系统在手，他能实时的掌握楚灵儿的安危。而且西域是司马长风的地盘，东域是曹操等人的地盘，南域又是自家的地盘，那自己闺女哪儿去不得呀？最危险的中域又有难以翻越的幽魂山阻拦，这小丫头根本过不去的。也对，大陆这么宽，没有地图，她又能去哪儿呢？我先派人寻找一下吧，你信吗？小灵儿啊，你可别坑姐姐啊！要不是你那一声声漂亮姐姐让我沉醉其中，我怎会把地图给你呢？哎呀！幽魂镇最大的酒馆之中，楚灵儿笑眯眯的将传音石收起来。好不容易才跑到这里来，爹爹居然想把我找回去，想得美呢！这里多好玩啊！来到这里我才发现，什么实在太优秀了，个个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这里。怎么了，小灵儿？你家人跟你说话，你怎么不接呢？爹爹就想把我抓回去读书，我才不要嘞！这里多好啊，不仅好玩的多，好吃的多，还有那英阿姨这样的好人。楚灵儿刚踏入幽魂镇时，便被一位凶神恶煞的男人给盯住了。正是眼前这两女出手打跑了那个男人，并主动的带他来吃饭，于是便有了眼前的一幕。这里可是很危险的，刚才要不是我们救了你，你被之前那个络腮胡男人给抓走了。他可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淫贼呀，专挑你这样的小姑娘下手。这每年呐，惨死在他手里的小丫头呢，能绕幽魂镇3圈。不过你放心好了，跟着我们两个，我们自然会保护你的。楚灵儿嘴里嚼着糖葫芦，天真的点着头。灵儿，你爹爹应该很厉害吧？能否告诉阿姨，你爹爹名号叫什么？兴许我们与你爹爹认识还不一定呢。我爹爹可厉害了，天下第一呢，名号可不能告诉你们。至于爹爹的宗门，好像叫靠山宗。靠山宗怎么没听过？阿姨，你们当然没听过了，前几天才刚刚成立呢，宗门都还没修建好的。怎么样，小灵儿，吃饱没啊？吃饱了，跟阿姨回家去吧，这里太危险了。阿姨家里啊，不仅有柔软的大床，还有各种美味零食呢。阿姨，灵儿还没吃饱，能不能吃饱再走？对了，之前阿姨说要去中域，就必须翻过这座山，再渡过弱水河，没有别的路可走吗？为什么这边
边只看到有人过去，却没人从钟玉过来呢。二女相视了一眼，强忍着不耐，挤出了一抹笑容，为其解释了起来。这还得从两域实力说起啊。我们南域因为贫瘠，修炼福地太少，又有谁会闲来无事往南域跑呢？而中域那边洞天福地还有灵气资源，都不是南域能够相比的，与南域实力差距太大了。那边一个不入流的宗门，跑来南域都能横扫四方。那中域那些末流混得不如意的人，为何不来南域开宗立派呢？我们也是听的传闻几千年前，那些执法殿的巅峰大佬为维护大陆各域之间的稳定与和谐，为了防止中域武者过来进行降维打击，便合力搬了一条大山脉过来，还抓了很多妖兽在其中饲养，以此阻断武者前行。这座山就是镇子旁边的幽魂山，想要去中域就得翻山过河，而从中域回来同样需要这般。实力不到红阶的都不能够保证自己能安全渡过弱水河和幽魂山的，而实力到达红阶的，哪怕是在中域都是受人尊敬的一方强者。所谓人往高处走啊，谁会没事找事儿特意到南域来作恶呢？据我所知，到了天阶就能虚空飞行了。那这些想去中域的，要飞过这座山应该不难吧？二女长叹了一声，苦笑着指了指幽魂山的上空。楚灵儿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天空之中似乎有层隐形的光膜，这光膜内连只鸟都没有。在这山脉中被布置了禁飞结界，哪怕是周级在这儿也飞不起的，想要过去就只能一步一个脚印从这里徒步穿过去。这几千年来，想离开南蛮之地前往鼎盛中域的武者不计其数，但9成9的都死在半路上，不是被妖兽吃了，就是被同行的武者借机给杀了。所以山中便有不少宝物，正因为这些遗落的宝物，才吸引不少武者前赴后继的往里挤，幽魂阵也应运而生了。难怪没看到有人飞呢，原来如此。那弱水河呢，又是怎么回事？弱水？我们连山脉都过不去，压根就没见过什么弱水，只听说那边游泳飞行都不能过去，不过有特定船只可以过去，但每个月都会有名额，除了红阶以上的可以免费提供名额以外，其他的人都得自己参加试炼才能赢取名额。这试炼通过率啊，不足1/1000，难度可想而知了。行了，你一个小丫头知道这么多事情，对你没什么好处。见楚灵儿没完没了的一直问，二女也是彻底失去了耐心了。楚灵儿撇了撇嘴，伸手抓起了一块猪肘子，也不反抗，任由他们拉着离开。阿姨，咱们现在去哪里？带你去一个快乐地方吧。二女不说，带着楚灵儿左拐右拐，来到了镇子外的一处树林之中。二女左右看了看，见这四周无人，这才伸出手，不断掐着印诀。刹那之间呢，楚灵儿面前显现出了一座旧宅子。这就是你们今天寻的猎物？怎么就一个？我可是寻到了3个，你们知道的。若寻不到足够数量，到时候没法交差呀。二女摆了摆手，拉着楚灵儿踏步进了宅子，大手一挥，宅子便从这树林之中隐去了。慌什么？这一个质量这么高呢，一个能抵好几个。再说了，他身怀重宝，传音石就有2块。什么？2块传音石？你们调查清楚了没有？一个小丫头能拿出如此重宝，可不简单呢。千万别踢到铁板了，你们知道的。做我们这行，稳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好了，如今贡品准备差不多了，去准备一下，看是我们下一步吧。男人点头，转身离去。二位阿姨，要带我去哪里？不是说让我去一个快乐的地方吗？可是这我好害怕呀。二女彻底卸下伪装来，狞笑着将他一手提溜起来，走向了地下室。还想快乐呢？好啊，等着我们来安排吧。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们，怎么满地拉屎？面对楚灵儿的话，绝大部分少女选择无视，自顾自地抱着膝盖，将头埋在膝盖处，不断地发着抖。而那些重病将死的少女也是无人处理，就只能倒在屎尿之中，不断地发抖。别嫌弃了，能多活一天算一天。你还嫌这里脏啊？没多久你也会变成我们这样的。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能不能给我讲讲？看起来大家都好惨，我娘亲那天牢都比这环境好呢，起码天牢里还有个茅坑。你好，我叫莫诗儿，刚被抓进来几天，所以我了解的也不多。那些大姐姐们了解的多一些，但是她们不会理我们的，可能用不了多久，我们也会变成这样吧。楚灵儿皱了皱眉，挥了挥手，打出一道内力，将脚下的屎尿清理到了一边。你好，我叫楚灵儿，你过来吧，这边干净一点。莫诗儿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满是欣喜地看着灵儿。你也会武功啊？我与这些姐姐们也都会，只是……莫诗儿有些欲言又止，楚灵儿则满是疑惑。其实呢，凭她自己的境界，完全可以打破这密室，但是她没有选择这么做，不搞清楚眼前这是什么情况，她那好奇心和正义感得不到满足。她觉得自己这次恐怕发现了大秘密，似乎又能惩恶扬善了。他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跟个活死人一样，眼神空洞的好可怕？而且外面那些人为什么要将你们关起来？他们准备做什么？我听之
前一个姐姐说是被关久了，时常遭受非人的折磨，所以精神崩溃了。刚刚把你抓进来那2个女人与另一个男人，简直就是恶魔。我刚进来时，这里还有好多姐姐在的，起码多1倍。后来他们弄了一部分姐姐出去，好像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全被剥皮剐肉，做成人肉酱了，最后送到某个地方交差。什么剥皮剐肉做人肉酱？他们这么残忍，真是该死！何止啊，连鲜血也被提炼了出去。就算那个告知我情况的好心姐姐也已经……哎呀，上次姐姐们被带出去，我亲耳听到外面的惨叫响了3天3夜，哪怕石门都阻挡不了呢。可能用不了几天，就该轮到咱们了。是好害怕，也好想爹爹，爹爹，你在哪儿啊？快来救救我！别怕，我爹爹可是仙人，有本小仙子在，一定能打死恶魔，将你们解救出去。别吹牛了，省点力气吧，这里还有好多姐姐都会武功，可是大家都打不过那3个恶魔。你爹爹要是仙人，你怎么会被抓到这里来呢？我还说我是忠于药王谷的大小姐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别吹牛了，省点力气吧，这里还有好多姐姐都会武功，可是大家都打不过那3个恶魔。你爹爹要是仙人，你怎么会被抓到这里来呢？我还说我是忠于药王谷的大小姐呢。听到对方的不经意的话，楚灵儿眼前一亮。你是忠义的，这药王谷又是什么势力？比我爹爹的靠山宗怎么样？似乎是因为自己快死了，莫十儿倒是也没有隐瞒，敞开心扉的与眼前年龄差不多的楚灵儿聊了起来。靠山宗我没听过啊，不过我家药王谷挺厉害的，每天都有好多人来求药呢，而且谷里的老爷爷们都能搬山倒海，别人看到我爹也是恭恭敬敬的。楚灵儿的眼珠子滴溜溜转着，不知道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对了，你既然是药王谷的大小姐，怎么会在这里啊？还不是我爹爹天天让谷里那些爷爷逼我学炼丹，我不想学，就将他给的护身符埋在土里，找机会偷偷跑了出来，结果迷路了。然后因为药王谷大小姐的身份，船夫送我渡过了一条河，又爬过一座山，最后到这个镇子上想讨口饭吃时，就被他们3个恶魔给抓了。你呢？你又是怎么被抓的？听完莫十儿的介绍，他感觉自己找到了知音了。而对方说的河与山，楚灵儿猜测可能就是之前那英所说的弱水与幽魂山。嘿，我跟你一样，因为不想学东西，所以逃跑了出来。不过我是故意让他们抓的。对了，诗儿，如果我将你救出去，你能不能带我去你药王谷做客呀？在国内我都没有朋友，那些师兄师姐看到我都只会拍马屁，难得遇见你这样一个和我聊天的，还让我爹爹给你最好吃的丹药。说到这儿，莫十儿似乎想到了什么，眼神又暗淡了下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们2个怎么打得赢那3个恶魔啊？以前那些敢反抗的姐姐都被他们当场杀死了。这里不是还有其他姐姐吗？她们或多或少都有修为嘛，咱们一起还怕打不过这3个坏人？愿意和本小姐一起除恶的，快点站出来了，咱们别歃血为盟，本仙子带你们离开。众女只是茫然地看了他一眼，就又将头低了下来，气氛一度尴尬。连反抗都不敢了吗？众女仍然不答话。我与你一起，反正横竖都是死，我们2个也有个伴。好，那就我俩，你这姐妹我楚灵儿交定了。哎呀，刚走得急，竟忘收下传音石了。快把传音石交出来，我让你多活几天。闭嘴！谁在乱叫，我割了他舌头！瞬间呢，整个密室都变得安静了下来。你们别急，阵法已经启动，等会儿就轮到你们上路了。男人目光一转，看向了楚灵儿。那个小丫头，说你呢，把传音石和宝剑交出来吧，我让你多活几天。大人，我俩有秘密要禀报。说什么秘密？是秘密，事关大人的安危。如果我们俩说的话，大人能不能放过我们？你们没有资格与我讨价还价，是死是活，得看你们提供的秘密有没有用。大人，他们俩刚刚商量着要对大人出手，要杀你们。你们真是烂泥扶不上墙，活该被关起来。别怕，有本仙子呢。想杀我们？这些人刚进来，谁不想杀我们？就问问你们，现在还有人敢吗？众人连忙的摇头，简直比小绵羊还听话呢。看到没？我连你们都能收拾得服服帖帖，2个小丫头又算得了什么？所以你们的秘密毫无价值。大人，这是为何？为何？我要杀人需要理由？你们这些蝼蚁配我薛天仇给理由吗？
真美味呀，还是心头血好喝呀。小事儿别怕，这都是小场面。而且你不觉得那俩女的死得很好吗？确实活该，可是真的好恶心啊！看到楚灵儿如此淡定，那男人与那英都是忍不住的笑了起来。小丫头，你居然不害怕吗？有点意思。害怕？我为什么要害怕？我觉得该害怕的应该是你们。有意思，有意思，好久没见过这么有趣的小丫头了。怎么，看你的样子倒霉的是我们，你还想杀我们不成？就凭你杀得了吗？蚂蚁打哈欠想吹死大象，我就站在这儿，你杀个给我看看呢？楚灵儿长剑一拔，玩味的一笑。那你可站好喽，看看本仙子是怎么杀你的。把门关上，我今儿倒要看看他怎么杀我。若是杀不成，可别怪叔叔把你就地正法了。今日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人救得了你。血天仇话音落下，那英便是将那厚重的石门咔咔的关上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一道荒街中起的气势忽然在密室中炸开。这怎么可能？荒姐，你一个几岁的小女孩居然是荒姐？你莫不是披着铜颜的老妖怪？快开门逃跑！不用这血天仇多说，那英已经在开门了。可是惊慌之下，手指抽筋儿，连打几道印诀都是错的。小桃，今日你就算叫破喉咙也没用。楚灵儿是连连的挥剑，4道剑气斩出来，那将他拐来的那英便被削去了手脚4肢，成了人棍了。好痛！你一个小女孩，为何如此残忍？残忍？不，你们不正是这样对待其他人的吗？我只是让你们尝尝而已。楚灵儿脸上没有丝毫的怜悯，单手一挥，那英喷洒出的血气当即就被他吸收干净了。目光一转，楚灵儿的剑尖指向了血天仇。仙子饶命，我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这样对他们，求你饶我一命。您看，你也喜欢吃惊喜，我们就算是一路人了。我愿发下誓言，您若是放过我，我便将那些采集来的惊喜全部献给仙子，您看怎么样？糊涂！我杀了你，你手里的东西不也一样归我吗？你竟然敢杀我！你知不知道我可是血刀帮的成员？你杀了我，你将面临血刀帮无尽的追杀，哪怕你是荒姐，你也得死。我这不是没杀你吗？只是废了你而已。而且我对你说的血刀帮很有兴趣，本仙子最喜欢做的就是惩恶扬善。起来，快带我去，我都有些忍不住了，好激动啊！想到自己行侠仗义的名声，未来可能会被传回到自己爹娘的耳中，这楚灵儿就开心的不行。小事儿，走吧，咱俩一起去当女侠。哟，你好厉害啊！杀人居然不带眨眼的，比我爹爹还狠呢！嗨，小意思了。楚灵儿大咧咧的摆了摆手，又将那快流血而死的人棍那英一脚踢飞出去，落在了人群之中。这个送你们啦！解决了那英之后，这楚灵儿便与血天仇开始协商，让对方带路。我楚灵儿向来讲究民主和自愿，你就说愿不愿意带我去那个什么血池和你们的宝库，我绝不强迫你，你遵从本心就行。血天仇看了看脖子上那把利剑，机械一般的点头，内心是忍不住大骂：好一个自愿呢！这小丫头真是他妈屎壳郎戴面具，臭不要脸！在对方的带领下，楚灵儿来到另一间巨大的地下室。这地下室大门一打开，血腥味冲天，一个约莫5立方的池子里装了9成的血液。莫师儿小脸一白，受不了这种惊吓，尖叫着踉跄逃去外面。可恶，这些都是你们收集的，全是女性的血，全是女人的血，小的5、6岁，大的16、17岁，血刀帮只要这个年龄段的血。你们收集了多久？怎么收集的？这一池子我们花费了20年，都是割喉放血，不听话的就一掌拍成肉泥，再收集他的血。我也不记得杀了多少了，像这种池子我已经弄了3池血了。楚灵儿娇小的身子一颤，恨不得在血天仇身上扎他个108000个洞。那这些血你都弄哪里去了？还有2池子呢，用来做什么？楚灵儿双目喷火，手腕翻动，直接将对方的手筋挑断，以发泄怒火。这些其实不是血刀帮用的，是孝敬给中域3大魔宗之一的血魔宗，以供他们高层修炼享用。但是血魔宗担心行动被瑶池与天机阁那些大宗门发现之后会被联手剿灭，于是便偷偷派了不少外门弟子出来，在南域、西域、东域这些贫瘠地域收集人血。我便是外门弟子中的其中一个。本来将密室中那一批杀完，就刚好可以凑满池子，只要交这一池子给血刀帮，我就能够成为南域的堂主，这南域所有血刀成员都请归我管理。楚灵儿现在算是明白了一句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么重的怨气，那么多的冤魂，你们放心好了，你们的仇我楚灵儿帮你们报。从今天起，我便把你们全部带在身边，我会让你们亲眼看到我如何灭掉血刀帮的。说完，楚灵儿郑重其事地伸出了双手，将手放入血池，双眼缓缓闭上，血煞之体开动，那血池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升温沸腾，快速的消弭。一池子血仅3分钟不到便见了底儿了，一滴都不剩。
受。而楚灵儿的境界也是因为磅礴的血气，从荒阶中期直接突破到荒阶后期了。如今你们都与我融为一体，就让我们一起杀掉那些恶人吧。一句话落，周围庞大的怨气直接涌向了楚灵儿。怨气入体对修炼者来说是十分的危险的，一不小心便会被占据理智的。但是显然怨气在血煞之体面前没掀起任何的波浪，甚至将楚灵儿的境界再次往前一推，来到了荒阶巅峰了。怎么可能？邪功？你果然也练了邪功？这吞噬速度为何如此之快？难道你是血魔宗正统传人？只有宗内资质最顶尖的小撮人才拥有这种吞噬气血的功法和速度。可是咱们都是同门，你为何要这样对我？同门？我可不是你们那肮脏宗门之人。甘露，带我去找血刀帮，将你知道的据点全部告诉我。面对拥有压倒性力量的楚灵儿，血天仇压根儿就不敢反抗，一瘸一拐的往外走去。灵儿，里面好恐怖啊！你真的好勇敢。对了，灵儿，我们现在去哪儿？要不要把他杀了？我们去惩恶扬善。一个时辰之后，一座巨大的庄园映入眼帘了，而庄园门口早已经有数千高手在等候着了。这些人全都是玄阶到天阶初期，但是为首的那男人却达到了荒阶的境界。男人的身边还站着一位女人，正是之前与那英一伙的刀妹。这刀妹听到了密室中的动静，就在那英被削成人棍的那一刻，见势不妙的她便直接来到血刀帮总部搬援兵了。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娘皮竟然真的敢跟我过来，你这是自己往火坑里跳。纵然你修为高深达到了荒阶，那又如何？你的战斗经验和江湖经验实在是太差了，今日你必死无疑，神仙救不了你，我说的。血天仇挥了挥手，刀妹和那荒阶武者以及1000余高手立马组成了战阵。此乃血魔大阵，可将千人力量汇聚，再结合血池之力给予增幅，哪怕荒阶巅峰也得隐恨于此。你以为我血刀帮怎么在幽魂山脉存活这么久呢？哪怕南域3大宗门的镇魂宗那些都拿我们没办法，敢废我血天仇的丹田。等我拿下了你，吸食了你的血气，我又是一条好汉。等我上，让他知道我血刀帮的强大。等我抓到他，我定要撬出他使用的功法了。有了如此神奇的功法，老子还稀罕血魔宗？咱们可以自己成立新的血魔宗了。得到命令之后，那为首的荒阶高手调集1000人的内力，朝着楚灵儿奋力的一击打来。一条血龙兀然浮现，张着巨嘴，直接将楚灵儿和莫失儿笼罩在其中。灵儿怎么办啊？他们好恐怖啊！我们怕是要死了。是啊，你待着别动，今日我让你见识下什么叫真正的恐怖。爹爹说过，送上门的经验不要白不要，操你老母！要打就打，你个小丫头骂人做什么？说话之间呢，一道40米长的剑气从粉色长剑上砍出来，那剑气携带极致的锐利，径直劈上了那汇聚着上千人力量的血龙。找死！不知道血魔阵对你们这种吸食血气的人有绝对压制，竟然还敢硬碰硬，哪怕你是红阶也得小心。哎呦，怎么回事？那号称拥有绝对压制的血龙，竟然没半点的效果，反而被40米剑气反复的切割，成了一块块泥鳅肉。失去血龙之力的那1000人齐齐喷出一口心头血，气息瞬间变得萎靡不堪了。楚灵儿张嘴一吸，那血龙身上的血气被风卷残云一般给吸收殆尽，众人是悲愤欲绝。不要！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呀！楚灵儿无视了他们的呼喊，他的境界更是因为血气直接突破到半步红阶。好饱啊！这就是你说的绝对压制吗？忘了告诉你了，本女侠对血气同样有绝对压制呢。对了，还有没有这个大泥鳅？再放一条。大意了，快逃，分开逃！你能跑多少算多少。楚灵儿嘴角微翘，一道结界打出，封锁了空间，而后提着长剑就开始了杀戮。你们也会害怕死亡？杀其他女孩子时，怎么没想过她们也会恐惧呢？哼，想逃？门儿都没有！利剑滑动，鲜血洒满了天空。在楚灵儿的特意的控制下，每一剑都是精准的插在敌人的心脏处。场中的1000人被结界挡住，逃无可逃，只能承受被杀死的命运。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杀不了你，我还杀不了另一个小丫头。看我把她抓住，用来胁迫！噗！莫失儿也是颤抖着双手，拿着一把小匕首，捅了好几遍，还搅和了几下子。那个长老没教过我，膝下是围墙，你不说话，我都快忘记你了。谢谢你的提醒。血天仇死了，那1000人也在楚灵儿的杀戮下全部死亡，所有尸体堆积在一起。楚灵儿用一块大布写上了靠山2字，丢在了尸体上，遂扬长而去了。本集又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喽。楚灵儿与莫师儿在将幽魂阵的血刀帮成员全部杀灭之后，踏进了幽魂山中。是啊，要去中域是往这里走吗？好多紫色气体哦，一点都不好闻，臭死我了。听着楚灵儿的话，头戴面罩的莫师儿翻了个白眼。灵儿，那是瘴气，有毒的，就算是红阶武者吸多了都会死的，怎么你都不怕呢？不知道啊，反正除了臭没别的感觉。这咋越走越安静呢？师儿确定没走错路吗？这幽魂山果然如传闻一样，不能飞，只能步行。路上他们碰到的妖兽没有10只也有8只了，但是感受到楚灵儿的气息之后，那些妖兽都是仓皇而逃。没走错，我跟肯定就是走这里，上次我来过，等走完这条路就能看到一条河了，到时候我用宗门令牌带你过弱水，妥妥的。两个小丫头又接着走了1个时辰，终于翻过幽魂山，来到弱水河。你看我没说错吧？这里就是弱水了。传闻这条河没有浮力，哪怕红毛都无法漂浮，而且河流上空也没法飞呢。妄图飞过弱水的都会掉落进去，化为血水。每年弱水河里都会溶掉不少尸体呢，死掉的那都是不听劝告的武者，毒性可强了。楚灵儿面色一喜，带着对方一蹦一跳的跑到了河边，拿起了一根铁棒就伸进了弱水。铁棒进水的那一刹那，直接被弱水给溶解掉了。好强的腐蚀性，是红阶强者都扛不住吧？我没骗你呢，这热水可厉害了，而且还是重宝。我爹爹说用来当暗器往敌人的脸上泼，或者拿去炼制宝贝，都是极好的。只可惜没有人能够带走，哪怕取一瓢也不行，因为没有东西能承受它的腐蚀性。听完对方的话之后，楚灵儿眼珠子滴溜溜转了起来。至宝往脸上泼，嘿嘿，被我楚仙子盯上的东西可不能放过，不试试怎么知道他能不能带走呢？楚灵儿从布袋里掏出了一个他爹给他装辣椒酱的罐子，罐子打开，把这辣椒倒掉，便小心翼翼地趴在河边，用罐子装弱水。那号称能腐蚀一切的弱水，竟然真的被楚灵儿手里的罐子给装了起来。楚灵儿面色一喜，天下第一水还是没有我这天下第一浪厉害，下次我就把这热水拿回去给爹爹泡茶喝。正当楚灵儿思考之间，莫师儿回过头来，疑惑地问：你在干嘛呢，灵儿？快跟上，我们去码头找到老爷爷送我们过河啊！哦，来了来了，刚装了一点点热水，你要不要尝尝？楚灵儿把罐子放在面前晃了晃，莫师儿吓得倒退了好几步，脸上还有着不可思议呢。啊，你离我远点！怎么？你为何能装热水啊？爹爹不是说天底下没有任何宝贝能够装热水吗？难道他骗我啊？楚灵儿得意的一笑，不是所有的爹都像我爹楚墨那么牛逼哄哄的。两个小丫头来到弱水河唯一能渡河的码头处。是啊，怎么过？坐船呗，达到红阶以上的强者可以免费过河。另外，中域大宗门的直系弟子也可以凭宗门令牌渡河。至于其他人嘛，没令牌、没红阶，那就只能参加试炼，通过试炼的才能过河。试炼大概3天一次。试炼难不难？管他难不难呢，有我莫师儿在。你当我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救了我一命，我当然不能让灵儿你这个好姐妹去参加试炼了。跟着我，我用国里的令牌带你去，咱们走后门。说完便是伸手在身上一阵摸索。哎，等等，我令牌呢？我令牌哪去了？为什么会不见了？我明明藏在胸口的，可就是找不着。楚灵儿看着对方不断的在胸口摸索寻找，忍不住坏笑着伸出了小手。来，姐姐给你找，嘿嘿嘿，让姐姐看看。哎呀，灵儿你别闹了，没有令牌我们就过不去热水河呢。莫师儿急得直跺脚。楚灵儿收起坏笑，一本正经的问：会不会掉在路上了？这也许真有可能，可是我们走了这么远，要回去找也太难了吧？要不我去试试能不能刷脸过河，那老爷爷认识我的。此刻的弱水码头围着30-40位武者，基本都是在天阶和荒阶的境界。呀，看到没？那艘船就是能渡过弱水的唯一工具。传说它是用5000年树林的凤凰木制作的，也只有凤凰一直栖息的大树才能拥有特殊的力量来对抗热水。而那位钓鱼的老爷爷，他就是渡口的摆渡人，实力超级的强大，就算是骤级对他都是恭恭敬敬的呢。楚灵儿顺着目光看去，只见一位行将就木的老者拿着一根小竹竿在钓鱼呢，竹竿上除了绑着一根线之外，甚至连鱼钩都没有。这没鱼钩，那钓个锤子呀？老爷爷就是在钓锤子啊！我听说他亡妻给他亲手打造的战锤被他不小心掉进河中了，所以啊，他现在天天在这钓锤子，已经钓了600年之久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又是你这个小丫头啊，怎么要回中域去了？众人神色各异的看向了二女。回中域，这两个竟然是中域来的，莫不是哪个大宗门的千金吗？若攀上关系，以后进了中域，那也有靠山呢。众人纷纷的拱手，想与二女套个近乎。见过二位小仙女，敢问？莫师儿白了他们一眼，理都不带搭理的，拉着楚灵儿便快步走了上去，乖巧的行礼。江爷爷好，这是我的好姐妹灵儿。摆渡人点了点头，
微微侧目，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可就是这一眼，却让摆渡人的瞳孔猛然的一缩。我去，什么鬼？你个小丫头，到底是什么逆天资质啊？你爹又是谁？我记得钟玉没有你这种妖孽吧？8岁的半步红姐，即便是她8岁时，都还在撒尿和泥巴呢。老爷爷好，我不是钟玉的，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域人，只有我爹的身份，可不能告诉你哦。你个小丫头倒是机灵啊！我姜文活了1000年，还没见过你这么讨喜的丫头，不仅善良，还那么天真可爱。嘿嘿嘿，好。甚好！听到老者的这话，莫十二眼角莫名的一抖，想到了楚灵儿一脸狰狞、大杀四方的样子。你管这玩意儿叫善良天真？妈呀，那什么叫残暴啊？江爷爷，我们想渡船回去，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但是我宗门令牌被我搞丢了，您看，就当给我弟弟一个面子嘛。不行，老头，我只认信物不认人，别想用你们的可爱来糊弄我。我虽然喜欢小娃娃，但是规矩就是规矩，而且你爹在我这儿没有面子这么个玩意儿。见老者拒绝，莫十二不仅没松手，反而还对楚灵儿使了个眼神。楚灵儿会意，也拉上了对方另一只手，开启了摇晃模式。好看，点个订阅。江爷爷，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您看看，您都是咒界巅峰的大能了，透露一下不会有什么的。闻言，姜文愣了几秒，不敢置信地看着楚灵儿。小丫头，你看得出我的境界？当然了，这世上我谁都能看透，唯一让我看不透的只有我爹爹。他可是有真实之眼的，能轻易看透任何的伪装。老者的修为虽高，却也不能挡他。难怪能培养出你这样的妖孽。你爹他恐怕已经突破到了那个境界了吧？在他们眼中，羽级乃是所有武者都梦想达到的。他们以为天下间不存在羽级，可没想到今日居然让他知道了世间有羽级的存在。即便你爹很强，我也不能让你们同行，因为我曾经发过天道誓言。但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我可以破例提前开启那几年一次的试炼，只要能通过，便不需要凭证也能获得渡河的资格。这试炼没有危险，只考验悟性。你俩要不要参加呀？好，那麻烦江爷爷了。姜文放下钓竿，双手飞快结印，刹那之间一阵地动山摇，弱水河边大地裂开，一座巨大的光幕出现，将众人给笼罩在内。众人面面相觑，有些不明所以，开始议论纷纷了。前辈这是？姜文压了压手，场中顿时又变得安静了下来。你们运气好，恰逢老夫为2个小丫头开启试炼，不过这试炼要求最低50人才能进行，所以你们沾光了。感谢2位亲子，感谢姜前辈。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那老夫就开始了。你们放心，哪怕试炼失败，也没有任何的处罚。但只要通过试炼，不仅能够获得渡河的资格，还能获取中域各大门派推荐信抽奖机会1次。凡是抽到推荐信的，到中域之后，便可凭推荐信寻得该门派，直接入宗当弟子。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事，若能抽到瑶池推荐信，那下半辈子岂不是活在了仙界了？那么多仙子，想想就兴奋呐。瑶池没有，那个地方别说你们了，老夫都想去做客歇息几晚上，奈何别人不准。行了，抓紧时间试炼。从中域历届大能收集的被誉为史上最刁钻的题库中，随机抽取3道题，全部答对者就算是通过试炼，但这种通过率不到1%。这么好看，点个订阅。上面有毛，下面有毛，晚上毛对毛，请问这是什么？看到光幕上忽然出现的试炼题目，在场所有人皆是一愣，眼神渐渐地变得意味深长，表情也逐渐猥琐变态。晚上毛对毛，没想到这摆渡的姜先生居然也是同道中人。哎呀，简单，这个实在太简单了，只要是个男人都能答得上来。感谢前辈的送分题啊！但是是东京热不热呢，还是一本到不到啥？哪个
没错，其实题目真的不难，请诸位答题吧。另外温馨提示一句，名额只有5个，毕竟小破船装不了几个人，先答先得。看到姜文脸上的坏笑，众人再度坚定了内心的答案，赶紧将内力凝聚于指尖，在面前的答题板上写了起来。灵儿，怎么办啊？我看他们好像都会啊，就咱俩不会，这要是答不出来，岂不是没法渡河了？话音刚落，那群男人纷纷举起了手里的答题板，大喊了起来：前辈，我们答完了！莫十二心沉到了谷底，急得差点没哭起来。这题目不会这么简单吧？楚灵儿有点不敢相信，也没有着急答题，就算得不到渡河的名额也没关系，大不了他再去行侠仗义，杀掉一批恶人，吸收完他们的血气之后，突破到了红阶，自然就不需要名额了。这么快就确定答案了？把你们的答案都呈上来吧。姜文对众人招了招手，人群中起码有近半的武者得意洋洋地将自己答案呈递上去，还剩下一半人选择了谨慎观望。那递了答案的一伙人全都大笑了起来。这种白给的题目，你们居然还在犹豫，第一波就给你们刷下去了。诸位，等我们去了中域，会用传音石告诉你们那边有多美好的，你们就在这边好好生活吧。见他们如此，莫十二更急了，想要立马写个答案，却被楚灵儿拉住，摇了摇头，先看看再说。姜文接到这一半人的答案之后，低头一看，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就你们这种满脑子豆腐渣的人，老夫岂能放你们过去？这哪个写的？什么啪啪一啪啪，摩擦一摩擦，你们搁这蹦恰恰呢？你们还有这你写交配也就得了，你他妹的还给老夫配个图，咋的？就你画的逼真呢？淘汰，统统淘汰！思想有多远，你们给我滚多远！其余人快写答案。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众人噤若寒蝉，心底却是有些不忿。前辈，这有什么不对吗？明明这就是最标准的答案，如果这都不算答案，那我们敢肯定绝对没人能答得对。姜文没有答话，一掌就劈了出去，将其击杀成血雾了。我让你们，我给你咔咔一咔咔了。如此一来啊，场中顿时就安静了。倒是楚灵儿看了看那些被丢掉的答案之后，抬头对着老者甜甜的一笑，心里顿时确定了，这题就是送分题。是啊，这题简单，你看我这儿。楚灵儿将脸凑到莫十二面前，疯狂的眨眼。莫十二愣了半秒之后，恍然大悟，二女会心一笑，连忙在纸上写了2个大字：眼睛。答案呈上，姜文看了一眼之后，欣慰的点了点头。恭喜你俩过关！太好了，成功1/3了！灵儿，你真厉害！这种题目我爹爹从小就教过我，这是最基础的。小丫头赢了一题，可不要骄傲啊！要知道，这可是历任先贤制定的题目，能3道都对的世间没几个呢。即便老夫在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下，正确率都不高。那是老爷爷太笨了，这些题都是我和我爹爹玩剩下的呢。是吗？那我们打个赌，你要是赢了，我便承认你爹的智慧，那我愿出山去你爹那儿，给他端茶倒水1年。如果我赢了，你就把你手里的剑给我用3个月，如何？3个月之后，我便双手奉还。姜文挑衅一般的看了楚灵儿一眼，他能感受到那把粉红色长剑上传来的压迫感，他需要借剑去完成一件多年未曾完成过的心愿。一言为定，不过不需要您去我爹那端茶倒水，爹爹的行踪我不能暴露，不如您就跟在灵儿身边，一起去中域游玩1年，咋样？姜文微微皱眉，思考了几秒之后，极为自信的应了下来。在二女答完题之后，又有10几个人想到了答案。见众人答题完毕，姜文才将答案公布。你们这群给老夫听好了，答案是眼睛，上面睫毛，下面睫毛，晚上睡觉毛对毛啊！看到答案之后，之前被淘汰的那一行人顿时气得捶胸顿足。姜文可没理他们，挥了挥手，光幕又一次滚动，选出了第2题。点个订阅。幽魂山中间是什么？诸位请吧。哎呀，幽魂山中间，这是考验咱们对这一块地理位置够不够了解啊？我认为应当是狗兄弟，是吧？我对这块贼熟，生活300年了都。我觉得狼堡才是最中心的位置。不啊！二位的言论在下不敢苟同。这幽魂山范围宽广，远不止幽魂镇附近这么大呀。最中间的位置，我认为应该是被那山脉围绕起的青青草原。闻言，众人一阵思索，全都赞同一般的点起了头。哎呀，
兄台高明啊！那既然如此，那我们便一起共勉，集众人的智慧，杀到最后一关。这几十个人相视一笑，低下头开始书写答案。楚灵儿也是暗中指点了莫诗儿一下，二女同样写了起来。不一会儿，姜文将所有人的答案公布了出来，有的写青青草原，也有的写狗熊岭的，但唯独楚灵儿与莫诗儿只写了魂字。问幽魂山中间是什么？两个小姑娘居然写魂，笑死我了！果然小姑娘就是小姑娘，魂。这么一想，众人面色猛地一变，笑声是戛然而止。魂？不会吧？难道不可能？就算天王老子来了，幽魂山中间也是青青草原。你们统统淘汰！两个小丫头，请看第3题。这次我会挑个比较难的。姜文眼睛一眯，自己输了可就得当小丫头的老仆人了。自己好歹也是江湖一线大佬，这传出去，他姜智者的名声不要了。来吧，等赢了这题，我楚灵儿闯荡中域就有了超级保镖了。如果有一辆车，张三在驾车，他老婆在坐车，请问这车是谁的？看到这题，众人全都陷入了沉思，而姜文也是嘴角一翘，满意无比。开始吧，这道题当初老夫都答错了。小丫头，你若是能答出来，老夫便甘拜下风，给你当保镖，就有何不可呀？这题不简单呐。我认为马车是张三妻子的，毕竟坐车的身份高，驾车的身份低。在下可不敢苟同，也有可能马车是张三的，万一他是个疼老婆的人呢？一个老爷们总不能让女人驾车吧？两位肤浅了。从之前的2道题来看，在下已经总结出了窍门。前辈这题目绝对暗藏深意，想来诸位也听过姜前辈的往事了吧？为了找亡妻送他的礼物，甘愿再次承受几百年的寂寞，这段爱情是何等的忠诚。所以依我看，这道题考验的是夫妻感情。我认为既然成亲了，那马车就应该是共同财产。诸位不服来辩。此话一出，场中所有人都是恍然大悟，认为这就是答案。也是我刚失算，第2题没注意，不然的话我已经赢得名额了。不过话音刚落，旁边却传来楚灵儿的嗤笑声。点个订阅。是啊，你看他们就是一群笨蛋，答案都写在题目上了，他们居然还在想东想西。唉，老天爷将智慧洒满人间，唯独他们成了把伞。楚灵儿在众人愤然的目光中书写出了答案。如果看到这答案，众人是如遭雷击，全部石化了。如果有一辆车，这算什么？这不是误导人吗？就是，这压根不是正经题目，我们不服。这当然不是正经题目了，这叫脑筋急转弯。我爹爹经常给我出题玩的。你说你们连脑筋都不会转弯了，怎么好意思说自己聪明？你竟然答出来了，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被姜家誉为最聪明的我，都是3天没睡才想出答案。你这……姜爷爷，那我现在算赢了吧？你赢了，今后1年里，我便跟着你身边保护你吧，随你去中域走走也好。姜文挥了挥手，众人面前出现了一个抽奖箱，这里面装的都是各大门派的推荐信。虽然你爹实力滔天，你也用不着，但是公事得公办。你既然通过试炼，那就抽一个吧。至于去不去入宗门，就随你了。好吧，那就抽一个。我去，天机阁，大陆最神秘最强大的那个天机阁，这中域大大小小的门派千万，居然被他抽中了最牛逼的天机阁，是什么福缘呢？我好酸，看着他进大门派，比我在街头流浪还难受。为什么要让我看到如此残酷的画面？鱼儿，你去天机阁了，记得多给我成音，说说好不好玩？那可是比我妖王谷还厉害呢。没啥兴趣，等我什么时候心血来潮了再去瞅瞅吧。目前先去诗儿家做客，我去拜访下伯父。见楚灵儿下了决定，姜文也不多说什么，带着两女上了船，用凤凰木做的船桨，慢悠悠地开始渡过弱水河。看着三人离开的画面，河岸这边的舞者都是心酸不已。等等，我想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今前辈走了，那以后谁来摆渡啊？前辈，您这样一走了之，对得起先贤对您的信任吗？不怕执法殿制裁您玩忽职守？关我屁事，他们又没给我开封路，我他妈只是个临时工，甚至临时工都不算。执法殿敢找我，我掀了他执法殿去。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站住！今日我谷中处理大事，来访者一律劝返。你眼瞎，也不看看本姑奶奶是谁，敢拦我？你吃饭是想吃到虫子吗？小魔女啊，呸，不是，大小姐回来了，快通知长老们。慢着，这是怎么回事啊？谷里是出什么大事了吗？平大小姐，前些天您失踪，谷主夫人出去寻您，
却遭遇血魔宗中4位护法的追猎，他如今重伤垂死了。什么？我娘她，快，灵儿家爷爷，我们快进去！娘亲你怎么样了？都怪是，要不是我出去乱跑，你也不会成这样。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小时儿莫要自责，此事我们也有责任。你本就是天真活泼的年纪，是我们太过于逼你学习了。唉，这是诗儿的娘亲。不知为何，楚灵儿觉得那莫诗儿母亲身上一直散发着某种味道，在吸引着她，好像对她来说大补啊。诸位爷爷，我娘亲怎么了？我爹爹又哪儿去了？当日你离家出走，你母亲又与你爹因为那万毒宗妖女而发生了一些争执，于是你娘亲一怒之下丢下你爹，跑出去寻你了。但就是那天意外发生了，你也知道的，你娘亲是特殊的天阴之血，这种血可以说是血中至宝，极其的稀罕，所以3大魔宗之一的血魔宗盯上了你娘亲。趁他落单之际，更是派出了10位护法中的4位来围攻他。你娘亲如何打得过他们呢？若不是你爹及时赶到，拼命将他救了出来，恐怕……但即便是如此，你娘亲也还是在战斗中中了血魔宗的独门手段，神魂遭受极强的血煞之气污染，时时刻刻腐蚀神魂，如今陷入了昏迷。如果得不到救治，恐怕……他们药王谷实力不弱，在中域势力中也是排得上号的，因为擅长炼药治病，威望名气也都不小。但是与那3大魔宗相比，还是弱了不少。若是在谷中有大阵保护，倒是也无惧那血魔宗，可要报仇，那是万万做不到的。莫诗儿大惊失色。自小学习炼丹的他知道神魂遭受污染会带来什么后果，轻则精神恍惚失忆，重则变成活死人，永远昏迷不醒，乃至于魂飞魄散也都是有可能的。那爷爷，你们快给我娘亲治病啊！我们医术不够，全都束手无策。目前你外公太上长老正在治疗，就看什么情况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外公，我娘怎么样了？你是针对神魂的顶级使者，应该能治好的，对吧？难，你娘她中的是血魂煞，此乃血魔宗独门秘技，犹如复古之躯，极难处理。江湖上无人能解，哪怕是我施展浑身解数也不行。我只能暂时将血魂煞先控制起来，但如今你母亲伤势太深，神魂受损大半，若不能驱逐血魂煞，恐怕……什么？连外公您都治不好娘亲？诗儿，这是你朋友？莫诗儿点了点头，将自己和楚灵儿认识的过程说了一遍。原来如此，既然诗儿是你的结拜姐妹，那也就是我药王谷的掌上明珠。小灵儿，你随便坐吧，当自己家，莫要客气。啥完了？随便坐，房间里总共就8个凳子，全都坐满老头了，那么自己往哪儿坐呀？坐老头顶上啊？起梗啊？好东西，你还是这么不懂规矩，你要让我俩坐地上不成？还不快给小灵儿搬个凳子啊！对了，老夫也要。众人刚欲出声斥责姜文时，只见叶飞云神色大惊，慌忙的弯腰行礼。见过前辈，您老怎么出事了？这丫头是您徒弟，我若能收她为弟子，那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只可惜我不配。你们不用管我，招待好他便是。眼前这姜文乃是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里面的一员，大陆巅峰啊！这样的大佬都说不配当那丫头的师傅，难道他……难道小灵儿她是……叶飞云定睛一看，竟发现自己看不透那楚灵儿的修为，他心里有了一丝猜测，能让自己看不透，显然身上有超级重宝掩盖了气息了，而且连姜文都无法收为弟子的，也就那么几个势力的掌上明珠罢了。那楚灵儿的身份几乎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姜文点了点头，
在他的眼里，楚灵儿的爹可是羽级强者，这消息实在太沉重了，他不方便说，怕引起江湖的动荡。见姜文点头，叶飞云的心里顿时有了数，露出了一副我已了然的目光。果然呢，这小灵儿她是瑶池圣主的私生女，怪不得长得如此漂亮。都说瑶池圣主一辈子清心寡欲，没想到竟也偷偷的生孩子了，天大的八卦呀！来人呐，把老夫的西梦思软靠椅搬2张来，我药王谷待客，可别寒碜了。太上长老，这叶飞云悄悄地给众人解释了一番姜文的来历。至于楚灵儿的身份，他没敢说。冰清玉洁的瑶池圣主有私生女的消息一出去，他敢保证明日他这药王谷就插上了瑶池的旗帜，惹不起呀！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娘亲，你快醒过来呀！谁再也不淘气了，再也不让你生气了。我已经努力的学习炼药，一定努力做药王谷最厉害的天才。只要你快醒过来。是啊，不如你给老爷爷他们说，让我来试试。我想，也许我能解决呢。灵儿姑娘有所不知，这血魂煞没有血魔宗内部手段是无药可解的。要知道，在神魂治疗方面，老夫也算是大陆第一人了。可我看那什么煞并不难驱逐嘛。实不相瞒，灵儿你娘的医术虽强，但在神魂方面却是不如我。哪怕灵儿今天是你娘亲来了，也无法搞定这血魂煞了，更别提……老爷爷，你认识我娘亲呢？何止认识啊，我还拜访过呢，并与其交流过医术。低调点说，老夫略胜他一筹。原来老爷爷你只比我娘亲医术高明一点点，那你还这么用力的吹牛皮，这么害臊。我娘亲哪会什么医术，就她那水平，最多能给我弟按摩捶捶背。是啥玩意儿？叶飞云一惊啊，瑶池圣主医术不行，开什么玩笑啊！而且这丫头如此夸赞他爹，难道他爹的医术比瑶池圣主还要高这老些吗？那他爹谁呀？哎呀，不会是传说中天机阁阁主，手段神秘莫测，更是无人见过其真容。这楚灵儿他爹莫不是天机阁阁主？也只有这个解释了。灵儿小姐，难道你准备请你爹的出手？不用我爹出手，我轻易就能解决。哎呀，反正你们也没有办法，情况再坏也就这样了，何不让我试试？万一又成了呢？叶飞云一想，好像也有道理哈。那大小姐你试试。太上长老，您就这么让他试了，不怕出岔子？叶飞云微微摇头，沉默不语。楚灵儿将自己温暖的小手贴在叶落影的额头上，东摸摸西摸摸，实则暗中的催动血煞之体，力量直扑神魂上的血魂煞。那宛若复古之躯，极为难缠的血魂煞，在感受到楚灵儿的力量之后，竟舍下了神魂，惊恐的在脑海中疯狂的逃窜。可是这又哪里逃得过血煞之体的碾压呢？顷刻之间被吸收到了楚灵儿的体内。好了，那什么血魂煞治好了，你们瞅瞅。看着楚灵儿如此儿戏，叶飞云无力地叹了口气，自己居然还对小丫头抱有一丝侥幸。算了，你们先看好落影，老夫再去藏经阁翻翻古籍，看看这血魂煞到底有无办法解开。看着叶飞云转身离去，楚灵儿翻了个白眼。老爷爷，灵儿从来不撒谎，真治好了，不信你自己看看嘛。叶飞云拗不过，只能颓然地伸出手按住了叶落影的脉门。血魂煞呢？这被治好了？这怎么可能？一番查看之后，一群老头脸上全都露出了惊骇之色。号称无解的血魂煞，你居然能解决，还能如此轻松？小丫头，你怎么做到的？就这样摸一摸揉一揉捏一捏就好了呀。那什么煞还挺好吃的。好吃？那让人闻风丧胆的东西在你这儿竟是好吃？我靠，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啊？话音刚落，楚灵儿面色一变，小手捂着肚子变得有些慌张。好看，点个订阅。吃的太多，我要突破了。红姐，我的个娘啊！8岁的红姐，妖孽，前所未见的妖孽呀！这东西真好吃。诸位老爷爷知道哪里有血魔宗的护法抓吗？我想把他们抓起来，天天弄这个煞给我吃，这样我就不用修炼了。这个抓血魔宗的事儿太危险了，要不咱们以后再说。嗨，不危险，大不了我让我爹出山去抓。而且我感觉打那些血
血魔宗麾下的人会有一种天然压制，比打鸡崽子还容易呢。闻言，姜文的目光一凛，连忙伸手搭在楚灵儿的肩膀，一丝内力涌入。原来如此，你竟然是传说中的那种体质，血魔宗克星来了。前辈，什么体质？不可说，不可说呀！你们只要知道，这丫头若不死，成就绝对将超过我们所有人。那个老爷爷们，你们别站着呀，去看看生儿母心怎么治最重要。哦，对，没了血魂煞，那就好办了。如今只需要将洛影被腐蚀的神魂滋养起来就行了。叶飞云再度对着叶落影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探查，但是很快他脸上的笑意便收敛了起来。维哥，怎么了？这血魂煞若是早几天被去除的话，该多好！如今你娘的神魂已经被侵蚀了太多，目前处于随时崩解的边缘，神魂也失去了应有的修补能力，所以寻常酝养神魂的丹药恐怕已经无用了。咱们谷里不是有养魂丹吗？你拿出来呀！爹，养魂丹炼制好了，快给洛影服下。爹，这里你们先照看着，谷中炼制养魂丹的药材已经彻底用光了，我想办法去禁地寻点。你把药吃了吧，这些天你不眠不休拼命炼丹，神魂也早已承受不住了。爹，你说什么？洛影他难道……血魂煞已经去除了，但是神魂伤势太重，养魂丹药力不够啊！都怪我，若是我早点赶到，洛影又岂会被血魔宗伤到？如果洛影出了事儿，我莫天星发誓，此生与血魔宗不死不休。爹，一定会有办法的，你别伤心。诗儿，你回来了。若是爹以后战死了，你可一定不要再淘气了，要多听外公的话，知道吗？爹，你要去哪儿啊？杀人！拦住他！你们小两口还真是相亲相爱啊！曾经的我也与我妻子是这么过来的，只可惜未能白头到老。老夫手里倒是有个珍藏的药方，或许比你们那养魂丹更强啊！点个订阅。找到了，年代太过久远，你们不提我都不记得这玩意儿了。这还是以前老夫与天机阁那群老帮子闯荡上古遗迹时搞到的。据说那遗迹还是把年前大陆王者修罗王留下的一处道场。修罗王这个人可谓是无人不知了，乃是万年前的传奇，无人能够超越，一夜之间便是冒了出来，短短100年便站在了大陆顶峰，横扫整块大陆，最后带着修罗王后破空而去，不知所踪了。前辈，那这羊皮卷丹方，不知道您需要什么代价才能将其借给我们？拿去，就这么一张破东西，我又不会炼药，拿着有何用啊？羽级高阶还魂丹，仙境以下3魂7魄，即便只留1魄，只需服下此药，亦能将神魂修补如初。当看清上面的介绍之后，在场的药王谷的这些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为全球变暖做出巨大的贡献。羽级，大陆第一种羽级神丹，这介绍逆天呐，相当于多了一条命。晚辈就谢谢前辈了，以后前辈有何吩咐，尽管开口。我有什么能让你们帮忙的？难不成每年来你们药王谷定期体检？别高兴得太早了，药方是能治床上的丫头，但是你们有没有药材？又有谁有能力炼制羽级高阶的神丹呢？据我所知，莫天星这小子即便是天生药体，最多也只能炼制骤级巅峰的药吧。天星，你行不行啊？爹，您觉得我可能行吗？我才骤阶初期，能炼制高阶丹药都还是因为药体加成呢。即便如此，那骤级高阶的养魂丹，我成功率都不足60%。那该怎么办呢？爹，我想好了，这些药材都十分的难得，我想先用药性差不多的药材练手，等我熟练掌握炼制手法之后，我再燃烧这具药体的潜力，去搏一搏这还魂丹。所谓的药体，那是为炼药而生的，拥有极强的天赋和加成，而一旦燃烧药体，能让此次炼药的成功率翻好几倍，但之后药体也将成为废体，再也不能使用。你知道你这么做的下场？若成功了还好，可万一不成功呢？不成功我没想过，我只知道他活我活，他若死我也死。好小子，想法是不错，人品也不错。这些药材你们药王谷也能弄来，但是这凤凰血你们上哪儿搞啊？凤凰一族早就不知消失去了哪儿，如何寻找啊？不行，就只能放出消息，用重宝去寻几滴吧。就是不知道倾尽我药王谷体运，能否换到凤凰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
伯父，我家似乎养了许多凤凰，要不我让我爹送点血过来？小仙子，你可知道凤凰是什么？这可是神兽啊！实不相瞒，根据古籍记载，万年以前，凤凰、龙、白虎那几个神兽种族全部都跟着修罗王破空而去。如今这万年以来，鲜少听到有神兽的消息，哪怕世间遗落的有，可实力也是强大到令人发指，怎么可能被圈养呢？我家养的就是这种啊，都是我爹爹在山里抓的，大概有10几20只，哪有你们说的那么珍贵哦？要不让我爹现杀一只，将血送来。不过先说好，亲兄弟还挺明算账的，你们得给些许物资做交换。他记得他爹说过，家里的靠山宗才刚刚组建，需要不少物资填充宗门的宝库呢。反正这药王谷准备去拍卖行买，那倒不如自己便宜点卖给他们。说完，楚灵儿便拿出传音石，将他爹从黑名单上划了出去。另一边，远在南域的旮旯山，在这2万弟子半个月来不懈的努力下，整座山已经有近一半的地方被修建成了宗门的模样。楚墨的那座小院子成了靠山宗的圣地了。我说那个长风啊，你西域那边不用管呢，你天天待在我家，你蹭吃蹭喝，你真好吗？这样都说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既然师傅和父亲一样，那这里算不算自己家？那徒儿待在自己家没毛病吧？指不定哪天师傅嗝屁了，我这个徒弟半个儿的也能继承一些家产啊！嘿嘿，笑啊，他妈笑死老子了！你闲来没事你就去给弟子传功去。体重50斤，一股49斤半的女儿向您发起了影像通话，是否接受？爹爹，您终于接通了。哎呀呵，你这丫头竟然还记得你有个爹啊！爹在家里建立宗门，女儿在外面修炼，顺便给爹爹筹集宗门物资啊。这不，今天女儿就找到了一个大顾客，可以赚好多呢。不是灵儿啊，你这是上哪家养老院去了？养老院谈生意啊？你他妈也是个人才。他们有钱，中意药王谷大宗门呢。对了，爹爹，你快将我们家的凤凰杀一只，我要血呢，用这个血可以换好多物资。凤凰，咱家有那玩意儿吗？你这是又闹啥幺蛾子呀？哎呀，有了，你不是上次还做成了烧鸡，给我放空间袋里面吗？就那个。听完父女俩的对话，再看着楚墨那茫然的眼神，叶飞云几人叹了口气，心里失望到了极点。师尊，灵儿说的可能是你后院养的那批长尾野鸡啊！哎呀，原来是这个呀！野鸡就野鸡呗，还整个凤凰干啥呀？你等着，我这就给你杀一只去。因为司马长风举着传音石跟在身后，药王谷那边的众人得以看到了楚墨全身的模样。当望着他那浑身规则之力萦绕的样子，场中之人无不骇然。好强啊！世间居然有这等强者，恐怖如斯啊！你们看他手里的那把刀，隔着传音石散发出来的刀意，就已经让我觉得脸颊刺痛了。这到底是什么品阶啊？来，开餐了啊！下来吃苞米来。凤凰，这可是凤凰啊！以往只能在古籍中看到，没想到今日居然亲眼看到了，还这么多！你们快看，隔着传音石都能让我们感受威压的凤凰，居然被前辈一只手给抓了！嘿，就他妈你最肥了！你还老欺负其他鸡崽子，你今晚上正好吃烧鸡。凤凰就要被吃肉了吗？好羡慕啊！灵儿仙子家里居然能随时随地吃到这无比珍贵的神兽肉。灵儿，你爹他还要儿子吗？如若不弃，我愿拜为义父啊！不求别的，只求蹭口饭吃。楚灵儿翻了个白眼，没理会这群老头子。画面之中，楚墨已经放完了凤凰血，又当着众人的面弄来不少开水，将凤凰烫了烫，然后拔毛。看着那一地的凤凰羽毛，药王谷众人馋坏了。赤宝凤翎啊，号称无上杀伐利器，亦能作为顶级材料拿去炼药或者炼器，居然被当作鸡毛丢了。要不要这么财大气粗？灵儿仙子，要不你给你爹说说，再弄几根尾巴毛过来，我们愿意花大代价。楚灵儿点了点头。好了，老弟，这血和鸡都给你杀好了啊，我给你送来，你自己找个厨房炖了吧，别我懒得给你整。我如今可是一宗之主，我日理万机，我忙得很。爹爹，你不爱我了，钱你都会做好给我的。那个爹爹，地上那些长尾巴毛也跟我一块送来呗，我都能卖钱。等灵儿赚到大量物资了，你就不用劳累了。楚墨将羽毛扫在一堆，大手一甩，便关闭了传音石。老子上辈子真他妈欠了这丫头的。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我这完全就是黑心棉呢。师傅，既然你女儿这个小号废了，要不你养养我这个大号呗？一个徒弟半个儿，而且我生活能自理，又能帮忙干活，绝不添乱。您要是不信嗝屁了，我还能给您挖个大大的坟。另外师母，
我也能帮您照顾的妥妥的。请你以圆润的方式消失在我面前，快点！哎，好嘞。楚墨翻了个白眼，便将心神沉入系统之中。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触发好运来机制，获得满级炼丹技能，现已发放。有个屁用啊！还不如给我本双修功法，让我和清雪好好练练呢。不，你这系统带许愿的不？许个玉女心经啥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那给你们血和毛，至于这个肉，我就不能给你们了，都是我家养的谷子鸡，老贵了。是我带你吃鸡咋样？我俩烤着吃，我分你一起。对一个饭桶啊，不对，是对一个吃货来说，美食比什么都珍贵。小仙子啊，这是我千年来存的全部家当，说好用来换凤血和凤灵的。我知道这儿的物资可能不够，但是眼下时间不多了，差的那些物资，可否容许我救了洛影之后再筹集奉上？楚灵儿接过袋子一看，里面堆积成山，比他娘国库还多几倍的物资时候，喜笑颜开的摆了摆手：“嗨，这么多足足有余了。”莫天星拿起了凤凰血，便欲往炼丹室走去。这时楚灵儿忽然浑身一颤，只觉得一股庞大的力量再度插进了脑袋，感受到脑袋里多出的东西，楚灵儿面色变得怪异无比。那个叔叔，炼丹能不能带我一个？我也想看看怎么炼丹的。或许你炼还魂丹时，灵儿还能帮点忙呢。你小灵儿，你也想看炼丹呢？那你就来吧。不过帮我的话，你可能帮不到。等会儿叔叔炼丹时，灵儿记得保持安静即可，因为炼丹这种活儿很细致，对神魂的把握以及炼药的时机要求都十分的高，受不得半点的打扰。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让一炉珍贵的药材变成废渣，甚至还有可能会炸炉。总之挺危险的。走吧，灵儿，我们带你去炼丹房看看。你有不懂的，你悄悄问我们就行，我们给你解释。如果你想学，我们还能教你。你们先教着灵儿，我去闭关一下，研究研究这个还魂丹。莫天星拿着一些高阶的药材，便径直走向了隔壁的密室。灵儿，我跟你说，炼丹得心神合一，首先要做的就是背熟这些药方步骤，然后第一步就是将每一株药材的精华用内力逼出来。叶飞云手握一株药材，当着楚灵儿的面开始提纯。不一会儿，眼前这几株用来炼制黄阶回气丹的药材全部被提炼成了精华。灵儿，你看，这是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若是提纯不到位，会极大影响成丹几率。之后我们便这样，再这样。在叶飞云的操纵下，不一会儿功夫，一炉丹药便是炼制好了。灵儿，你看，成丹7749克，便是完美炼制出了这个丹药。像我这般精湛，能次次达到完美的，世上可没有几人哦。才49克呀，好少啊！这么多药材不应该出来很多药吗？起码也得99克呀。灵儿，这你就不懂行了吧？炼丹哪有99克的，最多只有49克，而且丹药的品级越高，成丹越少。即便古籍之中也未曾记载过有99克的，就算是天星他的药体加成，也无法打破这种限制。楚灵儿歪着头想了许久，还是摇了摇头。点个订阅。不对，我爹爹教我的炼丹方法就能弄出99克，而且提纯也不像你们这么繁琐。我爹他就是将药材全部都丢进炼丹炉，然后盖上盖儿就行了。我们承认你爹的实力极强，但是炼丹与实力是两码事。整个大陆都知道，提纯不可能一股脑的丢进去，那必然是一炉坏丹。由此可见，你爹绝对是忽悠你的。是吗？反正我爹爹是这么教我的，我也没练过，要不我试试。楚灵儿拿起了一把药材，往炉子里一丢，便按脑海中的法门开始掐诀，嘴里还在不断的嘀嘀咕咕：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叽里咕噜，摩西摩西，阿里王多，水龙遁啊！屁！算了，让他碰壁一下，就知道这样错了。等会儿若是弄出一炉废渣，你们可别笑话小灵儿，都听到没？他可是我们的恩人呐。好啦，丹成。楚灵儿笑眯眯的拍了拍手，众人则是面面相觑。哎呀，妈呀！这么快就闹腾够了，这是跟他爸学的？哎呀妈，他爸也不咋持久，没啥耐心玩儿，好像。老六，你去看看什么情况，切记别笑。六长老撇了撇嘴，不以为意的踏步上前，心里已经想好了说辞，准备随便看一眼就去安慰安慰楚灵儿这个小丫头。可是他目光放进丹炉，下一秒，六长老一腔说辞全化为了一句：我去，这什么情况？老六，你干什么？不是让你注意语气和态度吗？叶飞云眉头紧皱，疑惑的上前查看了一番。这居然成丹了，而且还这么多！1、2、3、99，真的是99克，这怎么可能？灵儿，你快告诉我，你是怎么打破限制的？为何你又能一股脑提炼药液精华？叶飞云就感觉1000年来建立的世界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就这样全丢进去，然后用神魂使劲搓揉它们，精华就出来了。啊，
就这么揉捏完了搓，这听着咋这么像揉酸菜呢？还是洗衣服？众人眨了眨眼睛，懵逼至极，显然是没听懂啊。你们可真笨，把单方给我瞅瞅，我一点一点教你们。叶飞云木讷地将黄阶至骤阶巅峰的单方全拿了出来。楚灵儿扫视了一眼之后，凭那过人的记忆力将其全部记在了心中，而后便开始了处世教学时间。楚灵儿不断的炼丹，从黄阶到天阶，天阶到骤阶巅峰，每一炉都是99颗，而众人也从一开始的茫然到了最后的麻木。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什么？爹，你说你有了？没错，爹有了。灵儿丫头的，刚刚还好好的，怎么看个炼丹看傻了？学不会也不用这么折磨自己吧。就在楚灵儿忙碌着炼制还魂丹时，隔壁炼丹室的莫天星也已经进入了尾声了。试验了这么多次，终于快让我掌握如何炼制还魂丹了。我再坚持一下，将丹凝结，伪丹便能成功。到时候我就让众长老助我一臂之力，燃烧药体，炼制真正的还魂丹。所谓的伪丹呢，便是用相仿药材代替，实际效果弱了很多的山寨药。不多时，丹炉盖子被他打开，一颗黑漆漆的药丸正安静地躺在丹炉内。莫天星满心的激动，颤抖地伸出手，将那颗丹药捏起来。不会吧，我不过是炼制了一枚品阶在骤阶巅峰的伪丹而已，这离正品还魂丹还差得远呢，怎么会突然引起丹劫呢？难道我的药体竟然有如此大的面子，能让老天降下丹雷助我的丹药进阶？莫天星的体内没有了内力，想要抵挡丹劫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他只能出去求援。爹，我炼出来了伪丹，你看我能炼制伪丹了，甚至老天还为我降下丹雷，如此一来，我离炼制还魂丹还远吗？快，爹，你们帮我抵挡一下天雷，我休息一下，等会儿助我一臂之力，争取一次炼成羽极巅峰的还魂丹。看着莫天星如此开心，众人机械般的抬起头来，脸上没有一丝的波澜，甚至还有几分同情。你不用炼还魂丹了，不需要了。为何？是洛影他走了，还是爹你们不信我能行啊？还魂丹已经有了。什么？爹，你说你有了？没错，爹有了灵儿丫头的。爹，这是还魂丹呐！啊，还魂丹，羽极巅峰那个，一张瓶都是啊！不然呢？老如实，小是小颗了点儿，但与丹方记载的成品一模一样。这真是灵儿炼的？哎，对了，灵儿呢？灵儿太累了，在炼丹室里休息，江前辈陪着她。事实上，药并不是灵儿炼制的，她的确因为内力与境界不够，最后一点步骤她已经坚持不下来了。是老夫在她手把手指点下，才完成了最后的结丹。也正是因为我能力不足，才练成了老师鼠模样。天星，你说这种炼制方法真的合理吗？爹，根据我药体传承的记忆来看，世上确实有出现过这么一种炼药的方法，而且此法只有一个人会，那就是我墨家老祖宗，大陆唯一能炼制羽极巅峰丹药的丹道传奇莫问天。那可是万年前与修罗王一个时代的超级大佬，更是开创了一个炼丹流派。他的成绩即便已经过了1万年，也无人能打破，那是所有丹师的祖师爷呀。你的意思是灵儿得到了你老祖宗传承，他是你墨家血脉？可是不对呀，灵儿说他的炼丹之法是他爹灌顶教的。爹，其实我有个大秘密，